于洛蹲在小破庙门边抠草，距离他穿越成神像已经过了整整3个月。外面的草都长了一茬又一茬，仍然没有人过来，仿佛这座破庙被封印了一般。无法感知这座庙的距离，他也不知道自己来到了多么荒凉的地方。还有一点是值得安慰的，因为他觉醒了穿越者必备的系统。不过这个系统有点鸡贼，因为它叫野鸡成神系统。垃圾系统，这什么破名字？神仙不知道，倒是路过破庙的野鸡有几只，全都被他抓来烤了。这不，远处又蹦来了一只，小心翼翼地迈着小碎步，悄悄地探过脑袋。随着一阵咯咯咯的叫声，这只送上门的大菜成功地被拴住2条腿。今天这一只野鸡特别的肥，于洛对于这一次送上来的餐品非常满意，很快就拔了毛，清理完内脏，将野鸡架在上面烤。这一系列的动作非常快，甚至都不需要自己动手。他好歹绑定了成神系统，虽然系统的功能并没有完全开启，但一些基础的作用还是有的。比如说对于这个小破庙的绝对控制，只要是在这座庙的范围之内，越靠近神像的位置，它的控制力也就越强。闲暇之余还不忘再次拷问系统，没办法，这个系统实在太懒了，问10句都不一定回答1句。他抽空就得拷问一番，不然这个筒子没有自知之明。系统，你说话算数，只要我积累足够的信仰值，就可以拥有自己的身体，成为真正的神仙吗？当然了，只要你有足够数量的信徒，积累一个小目标的信仰值，就可以成为真神。一个小目标，这系统真会数啊！如果是在重生之前的现代，说不定还有那么一丝机会。这古代哪有这么多人？每个信徒都可以持续提供信仰值，你不必为这个担心，只要发展更多的信徒就可以。他挥了挥手，那只漂亮的羽毛收在手中，剩下的全埋在了土里。架子上的烤鸡已经烤得香喷喷，油滋滋还泛着光。等等，这外面好像有脚步声。这还是第一次。于洛在破庙附近听到声音，他激动得不行，以非常迅猛的姿势将这只烤鸡收在系统自带的小空间里面，清除了庙里面的所有味道，飘回神像上方。人还没有看到，声音先传了过来。姐，你说这座庙真的会灵吗？娘，真的会好起来？二妹，这座荒山上的山神庙是娘之前提到的，只要我们在这里非常诚心的祈求，娘一定会好起来。一个身穿青色衣裙、灰头土脸的女孩站在破庙前方。这座庙已经很老了，泥土做的墙壁看起来非常斑驳，那座木门也被腐蚀掉了一半。大风吹过来的时候，木门会一直发出咣当咣当的响声。林秀擦了擦自己脸上的汗水和灰尘，又捋了捋头发，领着妹妹推开这个破了一半的木门，悄悄地走进来。这座山神庙里面并没有想象中的冷意，外面的狂风仍然没有吹进来，仿佛里面的一切都静止了。神像看不清楚面孔，却令人感觉非常温暖。他不可置信地关门走出去，感受一下外面山风打在脸上的力道。旁边的5、6岁大小的妹妹不明所以，也跟着走出去。不是，这什么情况啊？怎么一句话不说就走了？来到神庙里面都不前来许个愿的吗？再不济来发一发牢骚也好啊，让我这个还没有正式上岗的神仙来听一听。正思考要搞出什么动静，就看到2个小姑娘再次进来了。林秀干燥的脸上红彤彤，直接扑通一声跪了下去。山神娘娘，你救救我们娘亲吧！我娘已经躺在床上好长时间了，生了非常重的病，奶奶还一直打她，让她出去干活。我也会干活的，只要我娘能好起来，我可以为山神娘娘干一辈子的活。听到这里，坐在神像空间里面的于洛再次愣住，他仔细看向小姑娘。大的女孩看起来12、13岁，身上穿的衣服非常小，古代这个年纪，在很多人看来已经可以准备嫁人了。
旁边那个年纪小的虽然好一些，但看起来也非常狼狈。至于这个小的女孩，很可能继续留在家里任打任骂，像个老黄牛一样继续照顾家人。山神娘娘，我还可以为您修复山神庙。我们虽然没有多少银子，但我在隔壁家偷偷学习了方法，我给您砍树，制作一个新的木门。隔壁家是做木工活的，那些大人对于这种小孩子不会太过防备。林秀小时候就非常聪明，几乎过目不忘，看过的步骤能记到现在。破庙空间中突然就传来一声若有若无的叹息。系统检测到2位新的信徒，是否满足信徒的愿望？当然满足了，不过我都出不去这个破庙，要怎么帮助人家？检测到宿主的意志，系统已经自动接取这个任务。雨落正在思索系统能有什么方法，转头就发现自己神像空间里面那只烤得油滋滋的野鸡不见了。他瞬间瞪大双眼，眼睁睁地看着一片绿莹莹的大叶片卷着烤鸡滚了过去，来到2个女孩的脚边还颤了颤。这是他等了1个月才等来的烤鸡呀。算了，反正已经成为阿飘，不吃东西也罢。如果能救2个女孩的娘，那我愿意放手。哎，不对呀，系统，你不对劲。哪里不对劲了？检测到宿主已经送出烤鸡，正在随机赠送礼品。系统已经抽出力大无穷能力，正在打包中，已经打包完毕。等能力生效之后，还请打一个5星好评哦。原来还有这种好事，别说1只烤鸡，就是10只烤鸡我也能送出去啊！别想这么多，这些能力都是随机抽取的，全都取决于运气。每10个信徒抽取出来能力，你可以随机从这些力量中抽取一个，这也是随机的。接下来的动向你都可以查看面板。你已经有2个信徒，系统的功能正式为你开放。祝你接下来收获更多的信徒，我要去睡了。于洛已经了解的差不多了，对于以后也非常期待，转头看向破庙里面的这对姐妹。一见面就能成为信徒，难道是我美的沉鱼落雁、闭月羞花，让这对姐妹惊呆了？我就说，我目前虽然只能飘着，但容貌不俗啊。那边姐妹一开始确实已经惊呆，不过是被突然出现的烤鸡惊呆的。妹妹一看惊讶的不会说话，还是林秀反应过来，她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了这个破庙的神奇之处，这肯定是一个真正的山神庙，里面有神明庇佑。林秀连忙拉着妹妹跪在地上，真诚地表达了感谢，然后郑重地将叶片包裹住的烤鸡塞在怀里。山神娘娘，感谢您的仁慈，等娘恢复身体，我一定会带着她过来还愿的。说着，他领着妹妹非常坚定地走出去，小心翼翼地为小破庙关上了门。于洛飘了出来，在门缝那边看了一会儿，什么时候他能自由出入这个破庙啊？都在这里待的快长草了。他用力将自己弹射到空气墙的尽头。唉，不对，这次的距离好像多了那么半指啊。他记得之前的空气墙围在破庙台阶的最下面一层，然而刚刚他落下的位置却走下了台阶，这就意味着如果他之后拥有足够的信徒，甚至可以逛遍整个荒山，再大胆一些，说不定他还可以彻底实现自由呢。2位小朋友，你们可千万记得把烤鸡安全带回去啊，这可关系到我接下来能不能拥有更多可爱的信徒，还有梦寐以求的自由。林秀被四面漏风却四处不透风的神奇破庙所惊讶，对于您坚信不疑，想要寻求帮助。灵珠被姐姐的故事所洗脑，对于小破庙非常崇拜。您无痛收获5岁的小信徒1位。林秀看到新鲜出来的烤鸡，为小破庙的本事而感到震撼，对您的信任更加强烈了，增加0.5信仰值。看到这几行字，于洛陷入沉默。他抬头看向那个黄土做的泥像，再次陷入沉思。林秀和灵珠2位信徒宝宝正在努力赶路中，中途遇到出没的野熊，瑟瑟发抖中。看到这里，于洛的心揪了起来。这2个小家伙，一个13岁，一个才5岁，遇到那种力气非常蛮横的野熊，该怎么办啊？
然而于洛只能在这里干着急，因为他根本都无法走出这个破庙，就连烤鸡都已经送出去了，只有吃下去才能获得力大无穷的能力。机智的林秀小朋友带着妹妹躲在石头缝里，用张牙舞爪的树杈吓跑了野熊。两位小朋友正在加速跑路中。到了最后面，面板甚至还画出2个长相潦草的奔跑小人，额头旁边特意点了一堆汗水。荒山的野生动物都这么胆小的吗？荒山，林秀带着妹妹林珠努力赶路。这一次他们不需要找山神庙，在夜晚来临的时候就来到了山脚下。旁边的小林珠已经累得气喘吁吁，再也走不动路。这一片荒山都非常危险，即便来到山脚处也不能放松，我们一定得及时赶回家，您还等着呢。一个是无时无刻的危险，一个是重病卧床的母亲。林秀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潜力，一步一滴汗水，硬生生地凭借着毅力将妹妹背到村口。迎面就是熟悉的老桃树，还有偶尔传来的犬吠声。然而这时候，林秀已经彻底坚持不住，昏倒在地。秀秀，秀秀！远处传来呼唤声。这孩子怎么昏倒在村口？我们之前明明找过这个地方呀！哎呀，赶紧把2个孩子送过去吧，这秋风这么冷，别把人冻出病来。那个高壮的汉子才刚刚靠近，就看到旁边那个5岁女孩警惕的目光。武德运是个退役的士兵，他在战场上拼杀，跛了一条腿，脸上也被砍了一刀，就连手指都是残缺的，看起来格外凶狠恶煞。然而看到这个场景，他却尽力地让自己显得和善一些。小姑娘，你姐姐昏倒在这里，我们得把她送回林家，不然在这里非常危险。谢谢你，不过能让那位婶婶帮忙把姐姐抬起来吗？我和姐姐以后可以为你们摘野菜的。武德运哭笑不得，他当然打算让婶子把小姑娘抱起来，怎么可能自己上手呢？不得不说，这个小不点挺警惕，聪明极了。一群人来到林家，发现林家的气氛非常不好。林老爷子和老太太一脸气愤地坐在凳子上，对面是林老二的媳妇。哎，翠英啊，不是我说你，老三媳妇就在病床上才躺了几天时间，你连家里的小事都做不好，做的这个菜啊，跟喂猪食似的。这菜一点味儿都没有，是人能吃的吗？这以往也就算了，老二马上就要出世，到时候就出去自己接木工活，为家里挣钱了，你可不能给他拖后腿啊！林家所处的地方是大梁朝，除了读书人尊贵之外，就属于手艺人最吃香了。大汉3年饿不死厨子，就是这个道理。你们爱吃不吃，反正我做的饭就这样，这不让多放，那也不让多放，能做出来什么菜？不如你自己去炒你的鞋垫子。哼，等那2个死丫头回来，他们就能继续做饭了，还用得着我吗？林家发生的这一切被外面的几人看在眼中，他们面面相觑。抱着林珠的花婶叹了口气，林家何止是不关心啊，就根本没打算去找，根本都不顾人家小姑娘的死活。死丫头，你们2个还知道回来呀？林秀怎么了？怎么是花婶儿把人抱回来的？这家伙不会做了什么浪荡的事情吧？我呸！嘿，你这老太太嘴里淬了毒啊！就这么见不得3房的小姑娘好？这林秀名声要是坏了，你们大房和2房的女儿啊，一个都跑不了。奶奶，不准你收我钱！我姐去山神庙里面求山神娘娘了，我娘很快就会好起来的。死丫头，你们还求山神娘娘呢？我们附近的那座最高的荒山，确实有一座山神庙，不过是100年前修建的，根本就没有多少信奉。没想到你们2个小丫头知道的还挺多呀。就算去求山神，也不是消失2天不干活的理由。你们把林秀放下来吧。秀儿、珠儿，是你们回来了吗？林阿娘强撑着身体起来，一边扶着墙，一边迈开腿。然而躺了这么多天，她早就没有了当初的力气，直接跌倒在地上，滚了一下身子，就看到门口的村民们。
秀儿，秀儿，你这是怎么了？没死呢，你叫什么火儿？吓谁呢？还是花婶非常机灵，她连忙向前跨几步，到小破屋里面，把怀中的孩子放在屋子里面唯一的床上。村民们也不敢多待，很快就离开了。林安娘露出苍白的笑容，虚弱地揽住女儿。林珠也用力攥着母亲的手指，小脸鼓了起来。外面的老太太哼了一声，转身来到堂屋。奶奶，奶奶，乖孙儿，是不是饿了？我们先垫着，等明天早上啊，让林秀做饭，就不用吃你娘的猪食啦。奶奶，我看到了烤鸡。你是说刚刚看到林秀的怀里藏了烤鸡？奶奶，我刚刚离得近，闻到了烤鸡的香味，真的特别香。死丫头，竟然敢把吃的东西偷偷藏起来，我让她藏！呸！然而才刚刚敲开门，他却看到披头散发的林安娘，再加上对方那苍白的脸、凌乱的头发、洗得煞白的衣服，还有那幽幽的目光。老太太看着都打怵。老三媳妇儿，秀丫头从外面带来了烤鸡，你怎么不说出来呢？大家都是一起吃饭，你们三房怎么能吃独食呢？娘，我3天没吃饭了，家里都在一起吃饭，为什么一直没人给我送饭呢？这到底是谁在吃独食？又不是没叫你，是你自己醒不过来，身子不争气。你要是生个儿子，怎么可能到现在腰杆都挺不直？没见过什么烤鸡，如果有谁敢冲过来，那我们就一起死。说着，他亮出门旁的剪刀。你别冲动啊，我没让你们现在拿出来，等明天再拿出来也一样，反正你们娘几个也吃不了这么多。到时候你和秀丫头好好歇歇，早上就不让她干活了。乖孙儿，听话，我们先回去。你三婶怎么可能忍心让你吃糠咽菜呢？你可是我们林家的男丁，以后要撑起整个家的，没个好身体怎么行？然而回应老太太的只有砰的一声，她的脸色更加难看了。屋内，珠儿，你这么多天都饿坏了吧？快来吃一口。娘，你先吃，我和姐姐在山上吃了一个烤鸟蛋。娘，你吃，吃饱了才有力气，才能好起来。对面的林安娘泪流满面，如果不是这次病重，梦到了未来几个女儿悲惨的人生，到现在都无法醒过来。珠儿吃，这里还有呢，娘可吃不完那么多，剩下的肉不就浪费了吗？又掰了一只鸡腿来到沉睡的林秀旁边。好女儿，你们都辛苦了。她醒悟的时间实在太晚，在那个神奇的梦境中，自己会死在这次疾病中。大女儿被卖给隔壁村子断了腿的高龄老头，二女儿继续留在家里干活，小小的身体被林家人又打又骂，最后直接磕在灶台上，就这么没了命。最后一个被老太太偷偷卖出去的小女儿，虽然侥幸被一个富贵人家买过去，但那家人有了亲生女儿和儿子之后，就听信大师的话，将他的小女儿关在地窖里面折磨，就是为了给亲生儿子借运挡灾。林安娘的心中实在太过愤怒，她看到小女儿的下场，就被气得醒了过来，才能有机会看到这个场景。为什么非得是这个时候呢？她就连重新振作都没办法，因为身体已经到了极限。不行，她不能死，一定得好好的活着。林安娘把翅膀和鸡腿都撕下来，偷偷给2个女儿留下足够的肉，最后狠狠地咬了一口剩下的烤鸡，不断地将肉塞进嘴里。不知为何，她总感觉这一次吃东西，总是有一股暖流从喉咙流进四肢百骸。天快亮的时候，有一缕晨光从墙角的漏洞投射进来，为这个昏暗的小屋带来了新的希望。妹妹，娘，秀秀，秀秀，你终于是醒了。娘，你快把烤鸡吃了啊！娘，我带来的烤鸡呢？这是我在山神庙里面求来的，山神娘娘送给我们的。好孩子，娘已经吃了一部分了，这是给你和猪猪留的，等你们醒来吃啊。
娘，你吃了才能好，我们不饿的。说着，他的肚子很快发出了咕噜咕噜的声音。这么大的一只烤鸡，娘怎么可能吃得完呢？你们一起吃，不然饿坏了怎么办呀？林秀只好漱了漱口，把自己的一份吃掉。旁边林珠醒过来，也高兴地抱着鸡翅膀啃。吃完，林秀开始说昨天遇到的事情。讲完之后，她一脸坚定：娘，那里面肯定有山神娘娘，不然怎么会凭空出现烤鸡？什么？你说那个破庙不漏风，这个烤鸡是突然出现的？破庙里面，于洛正在查看两个小家伙的动静，看到熟睡的状态，不由得有些欣慰。但是看到后面两个饥饿的标志，再次皱了皱眉头。怎么还是饥饿？这两个小丫头也没有吃东西吗？没过多久，两个小家伙的状态就变成醒来，又变成了饱腹，甚至连面板上的名字都亮了很多。这一刻，第三个人的名字出现在系统面板上面，只不过这个名字的亮度有些微弱，信仰值并不高。林安娘应该就是两个小家伙的亲娘，这种信仰值也正常，毕竟她又没有来过这个破庙。不过这个标志是什么？于洛眼睁睁地看着林安娘的名字右边有一个黑色的命运血条，正在缓缓地掉闪。系统，你快看看，这个特殊的标志是什么？不会有其他的系统吧？绝对不可能有其他系统比我厉害，我可是最高级别的成神系统。所以你的意思，这个世界很可能会有其他系统？忘了给你介绍这个世界的背景了。这个世界是很多本小说杂糅在一起的大锅烩世界，会有一些主角、配角和炮灰。如果你能获得那些主角、配角、炮灰的信仰，会比普通人的信仰多，能给你带来更高的信仰值。所以，这个林安娘很有可能是个炮灰，但是被我的力量所影响，逐渐脱离了剧情的控制啊。你可以这么理解，不过林安娘可不是普通的炮灰，她和她的女儿们一辈子都是主角一家人的对照组。在作者的另外一本书里面，他们还会被拉出来和另外一个重生在富贵人家的女主比较。宿主，你撞上大运了，如果能得到他们母女四人全心全意的信仰，说不定你能在前期迅速积累几千信仰值。于洛听了非常期待，不过也有些无语。那个作者到底是有多么大的仇恨啊，才能接连在两本书里面做炮灰和对照组？另一边，剩下的这些骨头啊，可不能直接吃。中午的时候，娘用这些骨头为你们熬汤，咱们好好的补补身体。安娘，安娘，你醒了没呀？起来做饭了。只是听到老太太的声音，两个女孩就开始瑟瑟发抖。她们有些害怕地望着木门，生怕连剩下的鸡骨头也被抢走。拐杖在木门上砸得啪啪作响，比昨日的狂风还要猛烈。就在林老太太和二房一家觉得老三媳妇这是怕了的时候，木门直接被打开，一只蜡黄瘦弱的手死死地握住那根拐杖。老太太用力往后抽，却怎么都抽不出来。老三媳妇儿，你这是想让我老婆子死在这里吗？怎么连拐棍都抢我的呀？大家都评一评理了啊！这死寡妇连婆婆的拐杖都抢。林老太太直接扔了拐杖，一屁股坐在地上，对着另外几户人家嚷嚷。大早上，外面的太阳还没有彻底升起来，很多农户已经背着锄头回来了。他们自然听到林老太太的声音。阿德，我们去看看吗？他也是林家村退役的男丁，和武德运一起回来的。虽然侥幸捡回了一条命，但也没了一只手臂。走，去看看吧。他们3、4个人走过去的时候，林安娘已经走出来了，正在不可思议地看着自己的双手。安娘，那只烤鸡哪里去了？要知道，你们娘儿几个都是养不熟的白眼狼，我好不容易养大的老母鸡，给县城的儿子准备的，居然被你们几个偷走，怎么这么没脸没皮呢？林老太太，那烤鸡是昨天林秀带过来的，我和村里的人都可以作证。
我说是他偷的，就是那死丫头偷的。你们看到了？那正好证明他们两个死丫头偷了我的烤鸡，想要跑出去吃。不然好端端的两个死丫头骗子，为什么跑到荒山里面去啊？老太太，那只烤鸡是野鸡，而且还是公的，这也是被你养大的。不管怎么样，大家伙心里应该都非常清楚，三房哪里有闲钱去买烤鸡呀？这话说的，村民们都沉默了。说够了没有？既然说够了，那就让我来说一说。那烤鸡是我出钱让秀秀买回来的。我虽然重病在床，但是一直都没有吃药，更没有买任何的东西。有那么一点的积蓄怎么了？谁不服？林安娘第一时间就盯着老太太，眼看着老太太马上就要蹦过来，她用力将木门关上。然而她现在的力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被关上的木门根本承受不住这凶悍的力道，都支撑不了1秒，直接就散架了。眼看着结实的木门被一巴掌拍得七零八碎，周围那些村民全都投来惊骇的目光，就连刚刚想要骂人的老太太也犹豫不定，那双浑浊的眼睛转了转，不太敢相信。倒是林安娘有些懊恼，这可是她自己住的房子，就这么散架，晚上可就没有住的地方了。老不死的，你再敢瞪我一眼试试！我告诉你，从今往后，你们谁敢再欺负我的女儿，指挥他们干这干那的，下场就是今天这个碎掉的木门。林老太太被唬住了，对着地上那群散架的木门看了一眼，又看了一眼，干老的嘴唇都在哆嗦。娘，他就是打肿脸充胖子，怎么可能真的有这么大的力气啊？你看他们住的这个房子，就是个漏风的小破屋，就连木门也很多年都没有换了。我看呀，就算没有他这么一下，没过多久也得散架。你们说的对，咱们家的木门确实是许久都没换了，你们住的那几间屋子恐怕也是如此吧？怎么可能？我们二房的木门可都是我丈夫最近这段时间新换的，结实得很呢。是吗？他迅速地走到二房的房门面前，砰的一声就把这个坚硬的木门给拍碎了。看到老爷子老太太还有大房住的房间都还完好，他全都没有放过，2巴掌拍过去，所有的木门都碎得稀巴烂。哈，看来你们家这些木门也不怎么样啊，估计是年久失修，我这轻轻一碰就碎了。贱人，你怎么敢的？你怎么敢拍坏我家的房门？这可是我丈夫的样品，以后还得学这个给其他人制作呢。下一秒，林安娘直接1巴掌扇过去，对方被扇飞，瘫倒在外面的土墙上。什么贱人？你再骂一句！林安娘，你疯了吗？你到底还想不想要过日子？娘，你赶紧管管老三媳妇儿，这是人能做出的事情吗？林老太太也憋屈得不行。然而现在的林安娘正在大杀四方，对方这诡异的力道，1巴掌连房门都能拍碎。这个力道如果用在人身上，那不得把内脏都给拍出来。林老太太不出声，林家老二很快就遭不住，默默地往后退了几步，将身后的妻子露了出来。林二罗，就连你也不护着我，我嫁给你们家，为你生儿育女，你就是这么回报我的？林安娘干脆利落地对他甩了过去，人高马大的林二罗同样也被扇飞，躺在院外的土墙上面。一家人就是要齐齐整整，你媳妇的话也提醒了我，她为了你生儿育女，操持事务这么多年，这1巴掌你该承担吧？都记住了，下次她再骂我，我就对着你扇巴掌。老太太也是，下次再对我瞪眼，随意打骂我的女儿，我就对着你老伴扇巴掌。林老爷子站在风中，一张脸憋得通红，身子也被气得发颤，看起来马上就要碎了。看着老太太那边好像还有一些情绪，林安娘顺便对着旁边的土墙踹了一脚，夯得非常厚实的土墙直接被踹得4分5裂。服不服？一群林家人支支吾吾了半天，最后齐齐点了点头。娘，你好厉害呀！原来我们的娘亲是这么厉害的人。娘，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我也来试试。林老太太露出鄙夷的目光。像老三媳妇这种突然爆发的力量已经是前所未闻了，怎么可能有第2个？
然而下一秒，旁边再次传来轰隆一声，再次被踹得四分五裂。啊，什么东西啊？我刚刚没有用力啊！你们……林老太太哆哆嗦嗦，到底是没敢伸出手指。哇，姐姐你们好厉害啊！我也要试一试。够了！林老爷子是真的害怕这个小孙女把自己住的房子给踹塌，连忙站出来阻止。猪猪，我们用这个试一试。林珠郑重点头，仿佛进行什么仪式一样，用力对着石头一捏。阿德，你说林家三儿媳妇儿是不是？张九仲说的是之前在战场上见识过的敌军里面的奇人异事，那些家伙非常古怪，有的力气非常大，有的还能喷火。一时间，整个世界陷入寂静，就连周围的狂风都消失了。几个看热闹的村民瞪大眼睛，对面的林家人则是下意识地后退几步。谁能想到，这个最小的丫头居然比她娘和姐姐还要厉害啊！珠儿做得很好，以后有人欺负你啊，你就对着他捏石头，如果那人还不害怕，那你就直接动手。林家的房门和土墙年久失修，自己裂开了，大家都看到了吧？不得不说，大家是非常的识时务啊。不过林家人也是非常活该，谁叫他们做事没底线呢？林安娘非常满意，转身进了屋子。来到屋子里面，她把那些吃剩的鸡骨头拿出来，小心的包裹好，就连那片叶子也没有放过。秀儿、珠儿，我们上山去砍树，去做一个木门。林安娘拿起家里的工具，她那小屋子里面根本没有多少，于是就走到林家的堂屋里面拿，锄头和叉子全都给拿走，就连那个斧头和一些工具都没放过。哎呦，那是家里的农具，你现在又不干活，拿这么多工具做什么？怎么，我不是林家人？我屋里的东西但凡少了一件，你们的窗户就不用继续留着了。我不管是不是你们拿的，只要少了东西，就等着我回来清算吧。老三媳妇昏昏沉沉小半个月了，醒来之后的性格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了。娘，这也太不合理了吧，万一他的东西被村里其他人偷了呢？嘘，千万别让南煞星听到。别瞎说话了，赶紧去做饭。我们先吃了饭，填饱肚子，再商量怎么对付那个家伙。娘，以后这饭不会都让我做吧？咱们地里的农活都还没做呢，难道也是我们干？怎么，家里就剩你一个能包揽的？难道你让我老太太早起为你做饭？翠莹，以后这林家都靠你收拾了，咱们辛苦一些，等我赚到钱，咱们就买个小丫鬟过来。哼，师傅家都没有请丫鬟，你什么时候才能挣到这个钱？而且，请什么小丫鬟？那不得花10几两银子？多一张嘴吃饭就是浪费家里的粮食，你当粮食都是大风刮来的吗？咱们林家又不是没有其他儿媳妇儿。吴翠英，你嫁到家里这么多年，也没让你做过什么，接下来让你做几顿饭怎么了？武德运和张崇九看向林安娘离开的方向，发现这母女三人还真的去了荒山。阿德，你说他们几个力气突然变得这么大，是不是和那个山神庙有关？哪有这么多神异的事情？你看那些神庙佛庙来来往往，有多少人达成心愿了？但旁边的张崇九却怎么都觉得不对劲，他的感觉一向都非常准确。这几年那些敌军都会喷火了，听说邻国还出现了一个特别厉害的国师，能够突然出现突然消失呢。所以等武德运回家之后，张崇九反而顺着母女三人离开的路线悄悄地跟了上去。他并没有靠得太近，而是坠得远远的，不过因为周围树木的遮挡，很快就失去了母女几人的踪迹。荒山，秀秀，你和妹妹找到那个山神庙之后还发生了什么？全部都说出来，让娘给你们分析分析。林安娘害怕女儿遇到的根本不是山神娘娘，而是……娘，昨天去了山神庙之后，我向山神娘娘许诺，为山神庙画一个崭新的木门了。
之前的那个木门都破了一半了，不能用了。之后山神娘娘就给了一只烤鸡，肯定是听到我的承诺了。林安娘稍微松了口气，既然是有关于山神庙的承诺，说明那个未知的存在是个好的。走，你们现在就带娘过去，我们先去山神娘娘那里还愿，再去砍树奏门。破庙中，于洛也正在查看系统面板蹦出来的一条又一条信息。童子，这个能力抽得好，以后就按照这个标准来。于洛还以为力大无比只是比正常的男性力气大，谁知道是能够将石头捏成粉的恐怖力气啊！系统没有出声，估计又陷入沉睡了。于洛看到林安娘的名字比之前亮了一些，心中无比期待。这位母亲可是系统钦定的重要配角，能不能收获这个非常重要的信徒，在此一举了。2个时辰之后，母女3人的身影逐渐在远处显现，随之而来的是一棵粗壮的大树。秀秀，前面就是我们要找的山神庙了。他把粗壮的树木轻轻地放下去，在心中一直酝酿接下来要怎么说话才显得自己比较真诚。结果2个小女孩直接兴奋地跑了过去。山神娘娘，山神娘娘，我们来还愿了。不知为什么，他总觉得这边的空间好像改变了一些，那个泥塑的神像好像产生了变化，眼睛有了轮廓。奇怪，之前神像的五官是有轮廓的吗？就是他真的去思考，也怎么都猜不出来。这个轮廓是山神娘娘无聊的时候自己戳出来的。山神娘娘，我娘已经好起来了，我跟着我娘一起来了。多谢您赠送的那只烤鸡，我们和娘亲都吃下去，力气变得非常非常大呢。您都不知道，那些想要抢我们的烤鸡的坏人都快被吓傻了。我们都好厉害的，妹妹还捏碎了石头。林秀絮絮叨叨地说了一会儿，外面的林安娘也走了进来，看着这个破败的屋子，还有泥塑的神像，她却觉得不可思议，居然是这么一个破神像能够达成女儿的心愿，让她改变即将死亡的命运，甚至还获得力大无比的能力吗？而且他发现自从走进这个山神庙之后，脑海就越来越清晰，甚至连那晚的梦境都能回忆得非常清楚。神庙中好像有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力量，帮助他摆脱了既定的命运。林安娘沉默了许久，让飘在上方的于洛越来越看不明白。于洛偷偷瞥了一眼系统面板，差点被上面闪亮的名字闪瞎眼。之前只是闪着微弱亮光的名字，突然就亮成了1000瓦的灯泡。他的信仰值也直接从可怜的0.5突破到20，简直可喜可贺。山神娘娘，感谢您的慈悲，神们将您遗忘在这里，是世人的可悲。您放心，我一定会将您宣传出去，让您的光芒照耀整个大地，让世人都知道山神娘娘才是最仁慈的。于洛目前还没办法发出声音，他只好控制庙里面的几株杂草，轻轻地摇了摇。林安娘瞳孔一缩，眼中的光芒更加璀璨。山神娘娘，您等着，我马上就为您换一个木门。说着，他就带着2个女儿风风火火地冲了出去。娘，我知道木门制作的步骤是怎么样的，我来告诉你。好，秀秀，你在旁边提醒娘出力气活，咱们争取用最快的速度把山神庙的门给换成新的。随着叮叮当当和咚咚咚敲打的声音在破庙外面响起，于洛也跟着飘了出去，好奇地查看母女3人修理大门。果然不愧是力大无穷的能力，就连年纪最小的林珠也能轻而易举地将粗壮的树枝扛起来。看到崭新的木门被装到破庙上面，于洛还从只能够活动的范围之内揪过来2朵小花，放在2个小家伙面前。林安娘的眼眸一瞬间变得非常柔软。山神娘娘，今日我们来的太过仓促了，我都没来得及准备，等再过2日再来看你。娘，咱们回去之后也把墙角的洞给堵上吧，现在我们的力气都非常大，可以干活啦。哈哈哈，不过那个房子还是太小了，咱们以后自己建造新房子怎么样？林安娘可不想继续和林家人待在一起，她是打算分家重新建房的。2个小姑娘更加高兴了，一人一边牵着母亲的手，
蹦蹦跳跳地走下去，母女三人的身影越来越远。于洛看着这几个人的背影完全消失，才回到破庙里面。检测到信仰值已经达到30，是否开启全景地图？当然开启。他实在受不了，一直憋在这个小破庙里面了。然后他就眼睁睁地看着，好不容易积攒来的30信仰值，唰的一下就被扣完了。一朝回到解放前，归来仍然是鸭蛋。好在旁边亮起一个金色的地图，让他有些欣慰。金黄色的全景地图就铺展在面板的上方。于洛本来想看一看荒山的全貌，却突然发现大部分的地区都是黑的，只有母女三人走过的路才亮起了一道金色的线。如果想要查看周围具体的景色，则需要选择信图进行注视。于洛选择林安娘的视线，很快就感觉金色的地图发生了变化。这次我们走快一些，争取天亮之前回到村子里面，兴许那晚上就能把木门做好。两个小姑娘连连点头，也加快了步伐。看到这里，于洛有些疑惑，怎么这母女三人也需要木门吗？难道林家人把他们赶出来了？一边对这家人表示气愤，于洛一边看着林安娘和女儿们奔跑下山。荒山山脚，张崇九又跑到这里蹲着。你一直拉着我蹲在这里干什么？阿德，你不懂，我还是觉得这件事肯定不简单。你且看着吧，说不定林安娘就是去还愿了。山神庙如果有用，就不会荒废这么多年。估计林家这位三儿媳妇儿是去买木门了。就在他打算放弃的时候，远处的山脚逐渐走来3个人。当看到母女三人的造型，蹲在大树上面的2个人全都惊呆了。为首的林安娘扛着一棵大树，旁边的2个小姑娘背着各种工具，赶路的速度却一点都不慢，反而身轻如燕，走路的时候都好像在飞。见鬼的在飞，明明扛着一大棵树啊！你的猜测不对，他们这是上山砍树去了。就林家三儿媳妇的力气，砍树需要这么长时间吗？武德运不知道怎么回答了，转头看向山脚下的那几个人。他们蹲在树上，自以为天衣无缝，没有任何人能看到。实际上，早就已经查看全景地图的于洛看得清清楚楚。他给这2个人打了个特殊标记，以后遇到了也能及时发觉。这边，林安娘已经迅速带着2个女儿穿过村子。早上我家汉子说了这件事情，我还不相信。现在算是亲眼见证了。你说林家三儿媳妇儿怎么就这么会藏呢？忍了这么多年都没发作。谁知道呢？咱们还是小声点吧，万一被林老三媳妇儿发现，把我们也都收拾了，怎么办啊？娘，你看，阿婆也在做木门呢。林安娘只是扫了一眼，目光有些讥讽。这么长时间，那些木材都还没有砍好，真是没用。他直接将手中的大树砰的一声放在地上，用斧头啪啪砍成几截，动作那叫一个利索。没过多久就准备好了木门制作需要用到的木板。哼，还真以为这木工活是什么人都能做的吗？不学个几年，你能看出门道？少说2句，没人把你当哑巴。林安娘不咸不淡地扫了他们一眼，又开始继续工作。没过多久，一个木门的轮廓就出来了，这让闻讯赶过来的不少村民大为惊奇。老吴啊，你能有这种速度吗？我可没有这种力气，不过干木工活干了这么多年，论那些花纹和样式，咱们附近的几个村子还是没有人能比的。我说这是谁呢？林家老二啊！你怎么还在砍树？不会是力气太小，砍不断了吧？众人这才发觉，原来林老二也在那里制作木门。不过这个家伙力气实在太小，连一棵瘦弱的树都砍得非常费劲，才刚刚把一棵树分成几段。这对比简直惨烈。做什么做？都没多少工具，能做出什么来？众人面面相觑，你面前摆着一大堆工具呢，这叫没有工具？只有吴木匠的脸色突然变得黑沉，因为林二罗借的是他家的工具，平日里他都是小心呵护的。
看到林二罗这么暴力的扔出去，他觉得真是白教了这个徒弟。老二啊，不就是累个几天吗？咱们家不能没有木门呐，好歹先制作出来一扇，咱们都睡在堂屋里面也行啊。你懂什么？木门是这么容易制作的吗？而且外面那么多人都是看我笑话的，你想让我把这张脸都丢尽了吗？老二，脸面又不值钱，咱们家里的这些家当才值钱呢。万一这黑灯瞎火的被偷走了粮食怎么办？林安娘已经安装好了木门，3两步从远处冲过来，直接跳到房顶上，把漏风的那些洞口堵得严严实实。我的个娘啊！林老三媳妇儿跳得这么高，不会是咱们村里隐藏的高手吧？看到这些村民各种各样震惊的表情，正在观看全景地图的于洛乐得不行，果然还是看热闹比较有趣。如果没有开启全景地图，不就错过这种画面了吗？这个信仰值扣得好，以后只要拥有足够多的信徒，他就能看到全世界的热闹了。这么一想想，他就觉得非常有盼头。这边林安娘跳下来，看到这些村民震惊的神色，就知道自己的目的达到了。她没有过多的解释，因为经历过这么多，林安娘非常清楚，有时候主动说出来的事情，大家反倒不怎么信任，也不会太过在意。但如果是偷偷发现，或者是自己猜测出来的，这些村民才会记在心中，夜夜惦记，甚至辗转反侧都睡不着觉。林安娘确实想把山神庙宣传出去，想让山神娘娘为世人所知，她要让整个林家村，甚至附近的村子都为山神娘娘所折服，都送出自己的信仰。娘，你好厉害呀！今天我们制作了2个木门，还把房顶给修了一遍，以后就不用住漏风漏雨的房子啦。等等，老三媳妇儿，你今天制作了2个木门？俺娘啊，以前是娘的不对，确实不应该这么对待你们。但你今天明明制作了2个木门，那另一扇木门就给咱们家堂屋装上吧。娘啊，也不要求你动手，你只要把那个木门扛过来，我让老二把门装上去。而且你也非常清楚，这木门到底是怎么坏掉的，总不能让我们老两口和2房的孩子们都睡在路上吧？看到这里，破庙里面的于洛在心中呸了一声，这就是用道德绑架别人吗？哎呀，是啊，安娘，你婆婆和公公虽然确实对你不好，但2个人年纪也大了呀，2房还有2个孩子，你给他们装上一扇门，让他们挤在一起，也比睡在路边安全啊。再怎么说，他们也是你的长辈和亲人，这么传出去，你的名声也不能要了。自古以来，无论哪个朝代都是以孝为先。胡说，我们哪有多余的木门啊？之前我们是给山神庙换了一扇门，山神娘娘帮助我们才不会像爷爷奶奶一样坏。好了，秀秀，咱们不理会他们。林二罗这个亲儿子都愿意看着他爹娘睡在路边，哪里轮得上我们操心呢？哎，你们说安娘真的是被山神娘娘救回来的吗？我记得这附近没有什么山神庙啊，而且林安娘这段时间一直重病，根本都出不了屋子，哪里有机会去求什么山神？哎，吴嫂子，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昨天晚上咱们村子里面有5、6个人出去找林秀和林珠2个小丫头，据说人家呀根本都不给钱治病。这2个小丫头啊，害怕安娘就这么去了，跑到山里面去求山神了呢。这么说来，安娘的所有变化好像都是从今天早上开始的。她不仅力气变得非常大，那张蜡黄的脸甚至都有血色了。哎呦，可不是嘛！待会儿再遇到安娘，咱们可以好好的问一问，真的有什么非常灵验的山神庙，得让咱们林家村的村民一起去祭拜呀。哎呀，算了，现在是晚饭时间，咱们吃完饭再过来问一问也是一样的。是啊，反正今天是不可能上山了。什么破庙，哪有这种事情？就会搞一些虚头巴脑的，想让我害怕，我告诉你们，门儿都没有。哎呀，
林老太太，你声音大一点，让你家三儿媳妇听到啊。而且呀，你们家现在呀，是真的门儿都没有啊。老二啊，今天你必须给堂屋装一扇门，实在不行，拿几块木板挡着风，也比敞开门强多了。哎呦，快，把我扶起来！哎呦，我这个老腰啊，都要摔断喽！还没走远的村民听到后，顿时对于这个神奇的山神庙深信不疑。要不然这林老太太怎么刚刚才说了坏话，马上就摔下去了呢？你听到没？他们确实去还愿了，那林老太太马上也遭了报应。我想我也得去荒山转一转了。这种厉害的山神庙，怎么能不去看看呢？武德运有些迟疑，难道真的是这山神娘娘的法力？整个梁国都没有听说什么厉害的神仙，这里真的会有山神存在吗？这些人谈论的时候，于洛就在全景地图旁边连连点头。是啊，对，我就是你们口中的山神，快点过来吧，都快点过来吧，我的韭菜们！哦不，我潜在的信徒们呀，我们晚饭吃什么？两个女孩眼巴巴地看着母亲。林安娘看着空空荡荡的屋子，也意识到了问题。虽然林家人现在不敢过来招惹，也不敢过来欺压自己和女儿们了，但他们现在全都一穷二白，目前连饭都吃不起呀。秀秀和猪猪，你们等着，娘一会儿就把吃的东西端过来。林安娘也没有跟林家人客气，趁着这群人正在闹腾的时候，直接走进厨房，舀了一碗米，煮了香糯的米粥，最后还简单的做了3张香喷喷的葱油饼，每张饼都卷了一个煎得油滋滋的鸡蛋。天杀的呀！你这个婆娘怎么拿了这么多粮食，还拿了3个鸡蛋，费了这么多米？家里的每一个鸡蛋都是有数的，林老太太都会把这些留给儿子和孙子，再给老伴来一个，她自己都不怎么舍得吃。老疯子，你敢靠过来就试一试！林老太太顿时像只被掐住脖子的公鸡，不敢叫唤了，只在那里瞪眼睛。林安娘冷哼一声，等着米粥被熬得浓稠，直接把锅里所有的粥都给盛走了，一颗米粒都没有留下。以前她的女儿们只能喝着清汤寡水，米粥里面都看不到一粒米，今天就让林家人喝这些剩汤剩水吧。她转身就走，根本不管林老太太翻白眼装晕过去的表情。呀，今天好多吃的。好孩子，等我们明天找到材料盖了新房子，咱们以后就能过上好日子了。不过你们要记住，这些好日子都是山神娘娘给我们的，咱们每隔几天一定要过去看望山神娘娘。林安娘到现在还忘不了那个奇妙的感觉，是山神娘娘帮她转变了命运。若不然，那一晚的梦境恐怕也会逐渐的忘却。她会再次回到那种浑浑噩噩，为林家人做牛做马、任劳任怨的状态。林秀和林珠2个小朋友吃着香软的葱油饼，一直在点头。等晚饭吃完之后，林安娘将碗筷洗刷好，放在小台子上。安娘，安娘你在家吗？那个安娘，我们之前看你屋子里面东西非常少，来给你送点东西。小屋的木门被打开，露出林安娘有些为难的表情。姐姐们，你们先进来吧。安娘呀，这是我家自己制作的麦芽糖，甜丝丝的，给秀秀和猪猪2个孩子当零嘴。说着，花婶就把2块长长的麦芽糖塞进林秀的手中，其他婶子也都带了一些小礼物，非常的实用。花姐姐，我也不是不想告诉你们，只是大家不一定相信啊。哎呀，怎么可能不相信呢？你这变化这么大，有眼睛的人都不瞎。哎呀，是啊，安娘，你自从嫁到林家村来，就没说过谎话。你的品性大家还不清楚吗？想当初呢，我这也是走投无路了，秀秀才带着猪猪去了山神庙的，是真的没想到能够遇到如此慈悲的山神娘娘。她对着一群婶子招了招手，小声地把烤鸡的事情说了出来。一群婶子下意识地瞪大眼睛，有的甚至已经屏住呼吸。哎呀天哪，原来那林婆婆想要抢的烤鸡是山神娘娘送来的，幸亏没被她得逞。
姐姐们，如果真的想去拜一拜，那就明天跟我去一趟荒山吧。先说好了，山神庙呢在荒山之上，这一路啊可能会遇到危险的。如果你们连这个决心都没有，那就没有必要上去了。林安娘这么一说，那群婶子还真的有些为难。这荒山里面确实危险，连那些汉子都不敢随意进山。破庙里面，于洛看到这里，同样在思考这个问题。根据林安娘走的路线，他也大致看清楚了破庙的位置。这个地方是附近最高的山峰，周围连接着群山。一路上其实是有很多野兽的，如果不是之前2个小姑娘运气好，再加上林安娘吃了烤鸡，力气非常大，才能平安上下山。总不能一直都让林安娘护送这群人吧。破庙这个位置是真的不太好办，实在太偏僻了，而且位置非常高，你要是在荒山山脚都不至于无人问津。系统你快出来！于洛把正在沉睡的系统给摇醒，说了这件事情。这个好办啊，只要是你为你提供信仰值的信徒，你都可以回赠东西的。等林安娘带人来了之后，给他们每人1片叶子，以后这些人进山之后就不会有野兽伤害你的信徒了。但这个保护是有前提的，那些人不能主动伤害荒山里的野兽。那我随便揪的1片叶子都可以吗？当然。这边一群婶子正在为难的时候，旁边的张家2儿媳妇猛地拍大腿。这有什么难的？到时候要重九啊，得运啊，带着村里的一些青壮，陪着我们一起去不就行了吗？而且安娘也非常厉害的，难道你们不相信安娘的力气吗？张家2娘子平日里其实是不怎么喜欢出门的，奈何今天儿子回来之后一直在家里央求，她只好跟着其他婶子一起过来了。张家2娘子以前是大户人家的小丫鬟，她自觉的也见识过不少，却从未听说过这种信了山神能够提升力气的传说。无论如何，她也能回去交差了。儿子如果真的想去那山神庙，就跟着一起去呗。行，那姐姐们明天早上来找我吧，正好我要带着女儿去山上砍些木头。把一群婶子送出去，林安娘又看了一眼隔壁。林家的堂屋被一大块木板堵住了，估计林家老2还是出来干了活，只不过这木板还漏了几个大口子，狂风呜呜地往里面吹，估计老爷子和老太太晚上有的熬了。不过这和他有什么关系？林家人让她和丈夫还有2个女儿住在一间漏风的小破屋里面，可没有任何犹豫，将之前在林家拿的刀片握在手中，又找出今天在山里捡到的一条楠木粗枝，在那里认真地雕刻起来。他父亲以前的朋友是一位雕刻大师，儿时多多少少见识过一些木雕手法，如今也能简单地雕出来一些小东西。他试图雕刻的自然是山神庙里面的山神娘娘。林安娘想先来试试手，之后再给山神娘娘用上好的木头雕刻出来最精细的神像，以后有钱了争取为山神娘娘塑个金身。林安娘干劲满满，短短时间之内就把大致的轮廓雕刻了出来。而破庙之中，于洛也收到了系统的提醒。于洛先是戳了戳林安娘头顶上那个金色的小泡泡，当看到这个小泡泡里面的愿望，他简直感动得不行。没想到这一位信徒竟然立志为自己塑金身，他自己都没有这么远大的理想。检测到你的信徒正在为你雕刻神像，等神像完成之后，是否选择入住？系统提示：入住之后，你可以短时间之内在神像周围1米的范围之内活动，能够一定程度内为你的信徒提供增幅。原来我还有这种作用吗？林二娘现在的力气就已经挺大的，如果我再给她进行增幅，就算天降巨石也能给锤成粉末吧。系统，你之前总说拥有信徒和信仰值之后，才能知道我这个神明等级到底怎么提升。那你赶紧给我说一说，别又跑去睡觉了，不然我再把你摇醒。其实这些都是水到渠成的，等你拥有100个信徒，积攒1万信仰值，就可以成为实习神明。这时候你拥有的能力也是不同的。首先你会发现自由活动的范围变大，对信徒的增幅能力增加，可以赠送的礼物抽取的能力也会变多，更有机会抽到厉害的能力。系统直接把一张金色的表格甩过来，于洛对着金色的表格看了一会儿，
发现神明等级越到最后越难提升。1000个信徒积攒10万信仰值，可以成为初级神明，为信徒进行双倍增幅，范围是1000米。但如果想要成为中级神明，信徒数量需要10万个，当然拥有的能力也会更多。整个荒山范围内都可以行动自如，还可以显现出真身，甚至使用神威威慑敌人。高级神明需要信徒100万，到了这个程度就更加自由了。这个世界的任何地方都能瞬息而至，天下任何风吹草动都能了如指掌，更不用说各种神奇的能力了。看完表格，于洛对于接下来的任务有了新的了解，也更加的向往。任何地方都能瞬息而至，那得多么方便啊！系统，这个功能好，以后我想吃什么都不用赶路了。这才是我为什么说林安娘非常重要的原因。她和几个女儿前期就能积累2000信仰值呢。等等，你刚刚说什么？我介绍了这么半天，甚至专门为你列了一个表格，结果你就想到了吃，那可是高级神明啊！你知不知道高级神明代表了什么？在这个世界都能横着走了，这个世界根本没有神明，能够达到终极的伪神都很少。等等，你的意思说，这个世界还有不少伪神？他们不会发现我现在就过来解决我吧？我甚至都还没有入门呢，已经有伪神达到终极了。他们如果想过来解决我，那不是轻而易举啊？所以你的关注点就是这个。你现在有新手保护期，不用担心这些。而且放心吧，这个世界的伪神其实都不是正式的神明，他们只是在窃取信仰之力。等你真正把等级提升上去就知道了。成为实习神明之后，你将是这个世界唯一的真神。于洛还真的放心了，有新手保护期就好。其实就算担心也没有用的，就算真的有比自己厉害的家伙找过来，目前的他也没有反抗之力呀。林家村，李安娘把这块木头雕刻出来大致的轮廓就放了下来，不知道如何继续。因为他突然想到，神庙的神像好像也没有具体的眉眼，只有轮廓。或许只有明天询问山神娘娘才能知道答案了。迷迷糊糊做着梦，林安娘睡得都不太踏实，门外突然传来紧急的敲门声，还有一道细弱的哭喊声。林安娘被猛地惊醒，两个女孩也揉着眼睛醒过来，一脸茫然。天亮了吗？林安娘安抚了两个女儿，下床打开门，发现外面的天色仍然是黑的。门口正在敲门的是一个非常瘦弱的男孩，男孩的右手呈不正常的弯曲。风哥儿，你这手怎么回事啊？男孩是前边院子里面林根柱的孩子，男孩的背后还背着一个1岁大小的女娃娃，女娃娃的脖子上有被人用力掐出来的青紫淤痕。不仅如此，这女娃娃的脸也变得青紫，眼看着呼吸越来越微弱，好像快不行了，连忙让男孩来到屋子里面，迅速地把大女儿叫醒，又将剩下的1碗鸡汤拿出来，和女儿一起来到林家的厨房里面热鸡汤。风哥儿，你等着，我们马上就好。鸡汤很快变得温热。风哥儿，你相信我吗？男孩抿着嘴，担忧地看了一眼妹妹，最终还是坚定地点了点头。李安娘给女娃娃喝了几口温热的鸡汤，发现女孩脸上的青紫没这么严重了。哎呀，这真是造了孽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到底是谁干的？风哥儿啊，如果你不说出来呢，就比划2下，让我知道发生了什么。林峰生下来之后就不怎么说话，大家都以为这个男孩是个哑巴，但林安娘知道不是的，峰哥儿会说话，只不过需要克服心中的恐惧。说起前边院子那家人，林安娘也是一阵叹息。林根柱做梦都想要一个男孩，娶的前妻没能生出儿子，被他折磨得发疯，赶出去了。后来又娶了一个新的妻子，第一胎好不容易生了一个儿子，结果林根柱每天喝酒，在家里砸东西，暴打妻子。男孩从小看到的都是暴力，可不就出问题了吗？所以风哥儿虽然是男孩，但林根柱也不怎么待见，经常在家里一起打骂。越是回想之前的记忆，林安娘越是脸色难看。是你爹？林峰默默地点头，又比划了几下。
你娘还在那里被打，那你现在就带我过去。如果是以前林安娘自己都被林家人欺负的时候，她肯定不会去的，因为去了只是多一个被打的。然而现在不一样了，山神娘娘赐下如此厉害的能力，她又看到这种苦难，怎么可能无动于衷？这就对不起山神娘娘的信任了。林秀想要一起去，但被劝住了。秀秀，妹妹还要你照顾呢，她还在睡觉，万一林家人偷偷过来了怎么办？娘，你走的时候带着这个吧。他跑到床边，把雕刻出来轮廓的小神像拿出来。山神娘娘会保护你的。李安娘欣慰地笑了笑，小心翼翼地将神像收起来。孩子，你握着我的手，我带你去救你娘。他抱住女孩，用温热的手握住男孩另外一只完好的手。可恶，居然还有这种人，我要过去捏死他！于洛半夜闲来无事，打开全景地图，没想到看到了这么一幕，气得他当场就跳起来，又被周围的半透明防毒罩给弹了回去。眼看着他就要附身到那个小小的木质神像上面。你可要想清楚了，你目前没有等级，每天只能附过去一次1分钟。你现在过去人都找不到，就得回来了。我近期的能力怎么这么弱啊？居然只能附过去1分钟，幸亏之前没有提前使用。1分钟就不错了，有些窃取信仰之力的只能附身几秒钟呢。林家村，林安娘找到宁香巧的时候，对方已经躺在地上，后方是一大滩血迹，连忙跑过去查看，发现对方还有气息，这才松了口气。这可怎么办呀？林安娘急得不行，她现在的力气变得非常大，但也不会医术啊，而且附近也没有什么赤脚医生。半年前隔壁村子那位老赤脚大夫已经去了，除非现在能去县城找大夫。然而林家村距离县城还是非常远的，宁香巧不可能撑到那个时候。旁边的林峰也懵了，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泪流满面。孩子，没事的。你妹妹呢？林峰拼命地摇头，嘴里似乎在说着什么，指着旁边的林安娘。峰哥，我听到你的声音了，真好啊！娘，不要走，不要走！宁香巧欣慰地看了一眼儿子，最后眷恋地看了一眼女儿的方向。林安娘想到之前剩下的2口鸡汤，连忙把鸡汤喂过去，可仍然无济于事，就连怀中的女娃娃呼吸也越来越微弱。安娘，林安娘瞬间抬起眼眸，她好像听到了山神娘娘的声音。虽然从来都没有听过山神说过话，但是她敢笃定，一定就是这位神仙。去找1瓶酒，再找到蜘蛛止血草，把它捣碎敷在伤口处，用干净的布包扎。林安娘的脑海中浮现出一株草的模样，她认识这种草，林家村的路边到处都是。你们等着，我马上就回来。她这里自然没有酒，不过林老爷子珍藏了1瓶。林安娘毫不客气地走过去，把那瓶酒拿来了。林家人在睡梦中惊醒，看到他的身形还以为做了噩梦，连忙再次闭上眼睛。林安娘拔了几株止血草，把止血草洗干净捣成碎末，又把家里唯一一块干净的布煮出来，匆匆忙忙地赶了回去。接下来那道神异的声音再次响起，林安娘跟着这道声音的步骤，慢慢地为宁香巧包扎好。安娘做得很好，把他们带过来吧。声音消失之后，她怀中的这个木雕散发出来的光芒也随之消失了，一切都仿佛梦境。如果不是宁香巧头上的这块布，她都以为刚刚的一切都是假的。对了，我还得把他们带过去。林姨，我也去。你刚刚也听到了？林安娘心中惊讶，所以刚刚的声音并不是自己能听到，这样也挺好，不用过多的解释了。听到，山神娘娘，厉害。走，我带你们去找山神娘娘。将怀中的女娃娃紧紧包裹住，然后又把宁香巧背了起来。临走的时候，他看了一眼2个女儿的方向，
想起女儿们的力气，心中略有些安定。然而下一秒，他却瞪大眼睛，因为林秀背着妹妹过来了，小短腿迈得飞快。娘，我们也来了，一起去找山神娘娘。林秀自从吃完烧鸡之后，不仅力气变得非常大，就连听力也变得更好了，轻而易举的就听到了刚刚的那句话。林安娘看着两个女儿殷切的眼神，还是同意了。不过这一回，她特意回到林家，又找了2件厚实的衣服。林家人睁开眼睛又看到她，差点没直接撅过去，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林安娘拿走家里最新制作的2件小棉衣。等人离开之后，林老太太才嗷的一声：“啊，天杀的，那是我为2个孙子准备的呀！”娘，你叫的声音能不能再弱一些？破庙中，于洛也松了口气，幸亏林安娘给宁香巧和那个女娃娃都喝了几口鸡汤，还按照她的指挥包扎了宁香巧的伤口，不然这2个人还真的没办法撑到神庙这里。没办法，他现在连实习神明都不是，不然直接隔空给人赠送能力就行了，根本不用这么大费周章。购买1个传声筒已经扣除30信仰值，请再接再厉。于洛叹了口气，这2天新积攒的从林安娘和几个婶子那里获得信仰值又要见底了。咦，怎么又蹦出来60信仰值？于洛仔细一看，发现这些信仰值都是宁香巧和林峰供奉的，这2人一人供奉30信仰值，再加上之前剩下的20信仰值，我一共有80信仰值了。有没有什么道具让我等会儿抽取能力的时候增加指引能力的几率？最低100信仰值购买1枚幸运钥匙，不过你是新手上路，可以打8折。那就来1枚吧，不就是80信仰值吗？于洛挥了挥手，大义凛然，全部身家而已，还能再挣回信仰值，人没了可就真的没了。系统的眼中泄露一丝笑意，转瞬即逝。不知过了多久，外面的晨光已经破晓，林安娘终于抱着女娃娃，背着宁香巧来到了神庙之外。来到山神庙的范围之内，林安娘反而放松了。她轻轻敲了敲门，然后缓缓地推开。此时的山神庙在林安娘的眼中已经不一样了，仿佛处处都透露着金光。山神娘娘，我把他们带过来了，您下一步有什么指示？他们已经来到了山神庙，如果山神娘娘都救不好，那是真的无济于事了。旁边的林峰则是紧张地看向神像的位置，他的神色异常的恭敬。下一秒，3片翠绿色的叶子从门外飘了进来，绿叶缓缓地落到母女2人的脑袋上，另外1片叶子则是落到林峰的右手上面。随着一阵又一阵柔和的绿色光芒亮起，被绿光笼罩的3个人都能感受到一股又一股暖流在身体中流转。宁香巧咳嗽的声音逐渐在神庙里面响起，她其实早就醒了，也听到了刚刚林安娘询问的声音，真实的感受到了那股暖流。感谢山神娘娘出手相救。后脑勺的疼痛逐渐远去，她转身看向自己的女儿，发现女儿身上的淤痕变得浅淡，脸蛋也不再青紫。她还以为自己很快就要抛弃2个孩子，就这么去了呢，没想到竟然被山神娘娘救回来了。山神娘娘，我的绣活非常好，等回去一定多多赚钱，为您塑个金身，重新修整山神庙。山神娘娘没有再回答，整个空间格外的寂静。宁香巧有些紧张，还以为山神娘娘厌弃自己。山神娘娘可不经常显灵，这次啊，你们是真的非常的幸运了。哦，对了，你们都检查一下，有没有像我一样力气突然变大了？我也会有能力吗？作为普通人，他是真的想象不到这种神奇的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是的，当初我和2个女儿吃完烤鸡之后呢，这力气就突然变大了。你们快仔细的查看查看。宁香巧连忙感受自己的身体，她下意识地捏住一根枝条，费了老大的劲都没有把枝条扯断。别着急，山神娘娘赐福呀，肯定在其他的方面。宁香巧深吸了一口气，再仔细感受身体中的那股热流，一抹绿色的光芒在她的手心绽放，宁香巧自己都被吓了一跳。
下一秒，宁香巧不知想到了什么，直接用尖锐的树枝划破自己的手，将绿光覆盖上去。绿光所到之处，这只手又恢复了正常。宁香巧连忙把绿光覆盖在女儿的身上，果然发现女儿的表情变得更加舒适。神像空间里面，恭喜您的信徒宁香巧获得治愈能力，恭喜您的小信徒林鹿获得森林庇佑能力，恭喜您的小信徒林峰获得智慧能力。宿主，你和几个新信徒的运气都挺不错的呀，抽出来的都是初级神明和中级神明才能赋予信徒的能力。不对，我才想起来，小鹿她才1岁，都还没有什么自我意识呢，怎么都成为信徒了？所以说你非常幸运啊，这个1岁的女孩是个失去所有记忆、胎穿过来的反派女配。上辈子她是个猝死的会计，这辈子穿越过来后，从小就没了娘，每天都被老爹打得遍体鳞伤，甚至哥哥都为保护她被打死了。在书中，她是每天都躲在阴暗角落，觊觎女主幸福生活的阴暗恶毒女配。后来甚至还想凭借救命之恩抢夺女主看中的男人，一位落难的侯府世子。结果林鹿的下场也非常惨，后来每天都被流浪汉骚扰，被传出去水性杨花。县城里面好不容易找到的替人家算账的工作没了，回到村子里也要遭受流言蜚语。后来女主和那个世子打得火热的时候，林鹿在某天晚上被别人拖出去，第二天别人发现的时候，已经在河里面泡得发白了。那个女主到底是谁？他们住得这么近，都在林家村，是不是在同一本书中？你猜的没错，林安娘和林鹿确实都是一胎八宝、霸道世子的小娇娇这本书里面的反派和炮灰。而这本书的女主是林家大房的二女儿林莲。别的不说，这一胎八宝是真能生啊！看来以后得让林安娘小心这个林家大房的女主了，那什么世子也不能再沾，让他们自生自灭去吧。目前林鹿虽然半昏迷，但还是能够感应到外面的动静。你救了他的母亲和哥哥，他自然对你非常感激。不信你仔细查看信仰值，目前的信仰值已经达到200了，有一半都是他提供的。我去睡了，短时间内有事没事都不要叫我。好孩子，一下给了100信仰值，是懂得感恩的，怎么可能是恶毒反派？破庙中，安娘，谢谢你，实在太感谢你了。如果不是你把我和孩子们带到山神娘娘这里，我恐怕早就去了。这个都是随手之劳，山神娘娘给了我这个能力，我就得把它用在正道上才行。安娘，这些年我存下了10两银子，本来是想继续攒着给风根娶媳妇儿，为露露存嫁妆的，但是现在我觉得不能继续这么下去了。我想绣一些大件的屏风或者一些摆件，多挣一些钱，再存一笔给山神娘娘重新修整神庙。你觉得呢？林安娘有些尴尬，她其实也是想多多挣钱，给山神娘娘塑一个金身，然而目前她的手里真的是一个铜子都没有，真真切切的一穷二白。你看呀，我现在力气大，可以去码头找一些扛货的工作挣钱，实在不行了呢，我就做一些木工活，把一些成品啊拿到县城里面卖，正好连你们的绣活一起卖了。哎，你可不能去那里，我听我那赌鬼丈夫经常暗自嘀咕，他说经常会和一些码头的包工头合作，教训一些不听话的汉子，那个地方可乱了。林安娘听了一直皱眉，没想到县城的码头那边这么乱，
看来还是去卖木工成品比较靠谱。娘，你做饭非常好吃，最喜欢你做的葱油饼了，好好吃呀！林安娘听了鼻子一酸，除了那个烤鸡，2个女儿吃到的唯一的好东西也就是葱油饼了。秀秀、猪猪，娘会做很多好吃的东西呢。以后咱们呀也卖吃的东西，让你们天天都能吃到各种各样的好东西，好不好？娘，真的吗？这座小小的山神庙中，所有人都对未来充满了期待。只是宁香巧一想到那个赌鬼丈夫，还是有些害怕。就算她想要反抗，也得有这个力气才行。总不能每次都在那里挨打，被打了之后再用能力治疗吧？不行，她怎么能这么浪费山神娘娘赐予自己的善意？山神娘娘将这种能力交给自己，一定是想让她帮助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都知道山神娘娘。到时候呢，我就带着女儿分家，你呢就过来和我们一起住。我给你和儿子女儿准备了2间房，以后看到林根柱敢不敢过来？不行不行，怎么能让你白白为我们建房子呢？我给你出钱，这10两银子都给你，我只留下买材料的钱就行了。之后做绣活来的钱，我也分你一部分。2人推辞的时候，宁香巧怀抱中的女孩突然哭了起来。宁香巧害怕孩子的哭声吵着山神娘娘，就把林露带到了山神庙外面。然而刚刚走下台阶，她却发现了神奇的事情。一株高大的树木弯了弯枝条，像是对他们打招呼。另外一株半人高的草突然疯狂生长，直接把他们卷了起来。宁香巧吓了一跳，后来想到这是山神娘娘的范围，这株草又没什么恶意，才微微松了口气。这是山神娘娘在和我们打招呼啊？不对啊，这好像是你家露露的能力啊。他们话音刚落，另外一株野草就突然窜出去，将一只路过的兔子捆了过来。宁娘子，你女儿的能力也非常的厉害呀。别说其他人，就连宁香巧都有些晕晕乎乎的，她女儿居然也有能力。峰哥，你呢？我感觉脑袋变得更加清明了，以前看过的所有东西都能在脑海中浮现。简单来说，就是变得过目不忘，更加聪明了。不过林峰却觉得这个能力不止这些。宁香巧立马领着儿子抱着女儿回到山神庙。这些能力都是山神娘娘赐予你们的。儿子，我现在就要你发誓，不能把这些能力用在欺负其他人上面。我们不能做你爹那样的人。林峰毫不犹豫地抬手对着神像发了一遍誓。女儿还好，宁香巧虽然觉得对方听不懂，还是轻声叮嘱了一句。谁知道小家伙也举起右手在那里咿咿呀呀。神像空间中，于洛看着外面和谐的氛围，也面露笑意。根据全景地图看到的那些画面，林家的伙食并不丰富，起码没有后世非常高产的土豆、红薯和玉米一些作物，倒是有一些芋头。他观察得非常仔细，林家村附近的一些田地、一些土地都已经干裂了，路边的河流也已经没了水，只剩下一些浅浅的水洼。看来这个地方经常有灾害发生，而且这种情况肯定会影响明年的粮食收成，粮食收不上来就会闹饥荒。他如果想要更多的信徒，肯定得考虑这些信徒要怎么存活，怎样吃饱穿暖。还有什么能比那些高产作物更有用？于洛看了一眼至今还未开启的商城，这个商城得等到成为实习神明之后才能开启，希望这个商城能给力一些，开出一些高产作物。于洛决定每天对着商城念叨几句，让这个商城牢牢记住。林家村，林家人天没亮就起来了。老头子，昨天晚上你看到老三媳妇进来了没有？我怎么梦到她来了2次，把我们的东西全拿走了。他四处找了找，果然发现那2件小棉袄不见了，顿时像是丢了魂，直接跌坐在地上。老爷子起得早，脸色也非常难看，因为他那瓶珍藏的酒已经被用了一部分，老爷子心里难受的紧。所以昨天晚上都是真的，我并不是在做梦。天杀的呀！老三媳妇儿如果每天都这样，还怎么让我们活呀？那可是家里唯一剩下的棉花了，
大孙子还没有穿过呢，竟然给那2个贱丫头穿了，不活了，我不活了呀！旁边的吴翠英被吵醒，也是一脸铁青。显然她也意识到昨天发生的事情并不是做梦，儿子的棉袄被那林安娘拿走了。行了，你们几个别在这里哭嚎了，还嫌不够丢人的。如果你们真的想要回来，就去找他呀，让他把东西全部还回来，再来做牛做马，任你们打骂。2个正在哭喊的人顿时不吭声了。行了，你也别在这里丢人现眼了，赶紧去做饭。家里人都不用吃饭的吗？你想吃你自己去做，反正我做的都是猪食。等到外面的天光破晓，一群婶子来到林家门前。安娘，你醒了吗？吴翠英翻了翻白眼，觉得这群家伙就是势利眼，觉得人家力气大，现在又都围过来了。哎呦，安娘是不是还没醒啊？也不能啊，都这个时候了，安娘早该醒了。那我们等会儿再过来吧，万一安娘想要多休息一会儿呢？一群人正要离开，就听到前边的院子传来一声又一声尖叫，他们连忙挎着手中的篮子冲过去。吴翠英一双眼睛转了转，也一起跟了上去。我的天哪，这打得也太狠了吧！院子里面到处都是血。林根柱去哪里了？不管自己的老婆孩子了吗？哎呦，还管老婆孩子呢！我听我家三儿说啊，这林根柱大半夜的又去赌了，到现在都还没回来呢。众人来到这边的院子一看，一个个全都倒抽一口凉气。香娘子，完蛋了！香娘子和她2个孩子不会被那强盗绑走了吧？啊，我们村子昨天夜里来了强盗。哎呦天哪，怎么会有这么可恶的人啊，居然对孤儿寡母动手。应该不是强盗吧？我昨天夜里明明听到林根柱的声音，他好像在骂香娘子。众人神色更加沉重。叔叔婶子们，你们还是赶紧报官吧，早点把香娘子和她的孩子们找回来。部分年纪大的叔伯却有些犹豫，就这么报官是不是不太合适？他们都是普通的庄稼人，还挺害怕和官府打交道的。但香娘子下落不明，万一真的出了什么事情。哎呀，还犹豫呀？我看这肯定是林安娘动的手，她昨天半夜在我们屋子里来来去去2次，拿走了许多东西，我们家2个新做的棉袄都被她拿走了。哎，你们看，林安娘的力气突然变得这么大，她昨天夜里出门了，今天早上都没有回来，不是她动的手，还能是谁动的手？谁能有这么大的力气？你说的对，目前确实是林安娘最让人怀疑。等她回来，我们得好好问问她。吴翠英，你可不要血口喷人呐！安娘的力气变得这么大，最膈应人的应该是你们林家人才对吧？怎么你们都还活得好好的？怎么可能是香娘子和她的孩子先出事啊？你看你这不还活蹦乱跳的吗？可要小心点，如果你再污蔑安娘的话呀，等她回来之后，你就等着铁拳吧。力气大怎么了？力气大就能欺负人了？我看他就是觉得自己的力气突然变大，所以去欺负人家香娘子，害了人家的性命。林二爷，我们赶快去报官吧，赶紧把他给抓起来呀！林家二儿媳妇说的有道理，不过分析的有道理也不代表事实。等那林安娘回来，我自然会问清楚。如果是她做的，一定不会放过她；如果是林根柱做的事情，那更要好好惩罚。林安娘还惦记着那些婶子约定好的时间，一路走得非常快，让宁香巧带着孩子走在后面。等来到前边的那个院子旁，她正好听见了那位李正的一锤定音。好啊，竟然有人敢趁他上山的时候随随便便审判自己。李正大人，你趁着我不在家的时候都和村里的人在商量什么呢？能不能让我也听一听你们刚刚在讨论的事情？乖乖哟，这林安娘的力气怎么这么大呀？这哪里是什么大力士啊，这就是传说中的侠女或者世外高人吧？怎么大家都不说话了？之前聊的不是挺欢的吗？要不要让我重复一下？那吴翠英称呼我为恶妇，要光府把我抓起来呢？其中一位赞同吴翠英的老伯差点晕厥过去。
这个家伙明明没有进来啊，怎么听得这么清楚？所以这安娘子肯定是传说中的世外高人。他们全都对吴翠英怒目而视，就连后面不知什么时候混进来的林老太太和林老爷子也都遭受了众人愤怒的目光。你们都看着我做什么？虽然是我提议的，但你们也同意了呀。这么多人，还怕他一个林安娘吗？你们要是不同意我的话，我走就是啊，至于这么看着我吗？弟妹，我就先走了，你继续在这里聊。都说了不要惹我，还在那里造谣。如果我不是及时回来，恐怕现在官府的人都已经过来了吧。看来得等个没人的地方好好的教训一番，一部分人才知道花儿是怎样红。李正大人，我把香娘子连夜送去了山神庙，如今她已经恢复过来了，马上就会带着孩子过来，还需要我再解释一遍吗？一群书拜齐刷刷的摇头，就算人没了，他们也不敢在这个时候忤逆这个恐怖的家伙啊。很好，那你们去报官吧。一群村民更加紧张了，报官做什么？怎么，香娘子被林根柱打得半死，这不用报官吗？报，马上就报官。我看你们都是老糊涂了。娘，大哥，你们不是在崇州吗？怎么现在回来了？还叫我娘呢？我看你呀，就是没有把我放在眼中。怎么，你当上了这李正，就可以任由着村民欺负人了？如果不是孙子孙女都跑过来和我说，我还不知道离开的这些年，村里竟然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我看是我离开的太久，让你们过安逸的日子过得久了，都忘记了我们林家的家规。一群书拜全都面色古怪。这位衣着朴素的老太太本来还想说家法伺候，抬头也懵了。什么情况？不是这群家伙任由村民欺负人家安娘子，还要嚷嚷着报官吗？怎么一个个都缩在那里，比那看到人的兔子还要老实？无论如何，村里发生的这些事情都是真的。当初是怎么告诫你们的？我外出这么多年，没给你们家法伺候，早已经忘记了吧？老大，把我的棍子拿过来。是娘，不要啊！我叫你们不分青红皂白，我叫你们见死不救，我叫你们把林家村搞得一团糟。是不是觉得我老太太不怎么回来，就以为可以为所欲为了？看到这里，于洛笑得不行，还以为林家村的人都是林安娘夫家还有林根柱那种德行的呢，谁知道还有这么讲理的，能够提着棍子逮着这么多老爷爷在那里揍，辈分肯定更高吧？你猜的没错，这位老太太是辈分最高的，她已经110多岁了，林家那群老人全都是她的小辈。怪不得刚刚听取娘声一片，原来老太太的年岁已经这么大了，不过好帅啊。其实林家村还是挺特殊的，他们是因为100年前犯错被流放过来的家族，已经在这里繁衍生息100年。公孙老太太是唯一还记得林家当初辉煌的人，她曾经还是一位郡主。娘，别打了，你看你都打累了，咱们歇歇吧。娘，我们哪敢这么做呀？早知道那林安娘是一位高手，再给100个胆子，我们也不敢呢。好啊，你们居然还有理了，觉得人家是一个弱不禁风的小姑娘，就可以不讲理了？娘，不是，我们错了。哎呀，哼，先这么教训一下，之后再有这种事情，可就没这么简单了。哼，看来我这些年在外清修，不问世事，让你们觉得又可以蹦的了。我现在就把话撂在这里，我看谁还敢动安娘子。哟，家里怎么这么热闹？看到生龙活虎的宁香巧，一群村民也懵了。
所以地上那一滩血是怎么回事？总不能是林根柱的吧？别惊讶，这些血当然是我的，只不过我非常幸运，被安娘带去了山神庙，被山神娘娘救了。如果不是安娘和山神娘娘，我早就已经没了性命。娘，我给你打扫。有眼尖的邻居看到林峰已经恢复过来的那只手，下意识睁大眼睛。昨天晚上林峰可是敲了好几家邻居的门，只不过那些人害怕被林根柱缠上，就算心里同情也没敢过去。安娘子、香娘子，你和孩子们真的是山神娘娘救回来的吗？能不能顺便问一下娘娘，我儿子重九断了手臂，还能否长回来呀？不，我不要求太高，只要能治好我儿子的旧疾也行。他在战场上还受了刀伤，这如今每一天夜里都疼得受不了。宁香桥也联想到了自己儿子，当初儿子一直不怎么说话，他都快急死了。不过他不会随意答应别人，毕竟这是山神娘娘的慈悲，得去山神庙问一问山神娘娘才能知道答案。他看向旁边的林安娘，一瞬间所有人都看向林安娘。安娘啊，好孩子，我们去老宅谈一谈，可好？林安娘毫不犹豫地点头。她自然想要山神娘娘被更多人祭拜，让更多人知道山神娘娘的仁慈。如果林家村的主事人可以商谈，会节省很多的力气，也能更加迅速地修整山神庙，为山神娘娘换个塑像。破庙中余洛也非常期待，他这个山神的名声终于要传遍整个村子了，实习神明指日可待。一群人跟着老太太前往林家村后方的老宅。来到那棵柳树面前，老太太还有一些感慨。这棵树是我当年亲手种下来的，是从京城那边带回来的幼苗，已经长得这么大了，我也很老了呀。哎呀，祖宗，您还不老呢。是啊，婶娘，您刚刚打人的时候可是生龙活虎的呀。你不会说话就别说。都进来吧。公孙老太太叹了口气，院子宽敞，但没有多少凳子，你们随便找个地方坐下来吧。随后公孙老太太又把目光转向林安娘。林安娘心中已经明白，这位老太太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山神娘娘来的，不然这么多年不问世事，为什么突然对自己另眼相看？老太太，那我就说了。看着老太太慈祥的目光，周围那些林家村村民期待的神色，林安娘缓缓地讲起了这2天发生的事情，包括怎样发现宁香桥躺在院子里面，她又怎样在山神娘娘的指导之下为对方包扎，再送往山神庙，全都说了出来。旁边的宁香桥也补充了一些，她的视角更为神奇。在这个故事中，林安娘仿佛从天而降的侠女，在漆黑的夜色中一路把他们护送至山神庙。而那神奇的山神娘娘就更不用说了，直接恢复了他们身上的伤势。2人都默契的没有提到能力，山神愿意赐予，那是山神娘娘的仁慈。但如果把这件事情炫耀出去，那些人没有得到新的能力，不就对山神心生埋怨了吗？即便他们2个不说出来，林家村的村民也都有所猜测。人老成精的公孙老太太怎么可能看不出来？她非常聪明的没有接下来问：安娘，你既然知道山神庙的路线，明天就带着林家村所有人去祭拜，到时候我也一起。娘，婶娘，您这身子骨怎么能爬荒山呢？哎，你们都不明白，我这些年之所以一直不问世，不是因为在家里休养，是跟着老大出去了。我们走南闯北，路过很多地方，收集了不少信息。外面早已经改朝换代，这新朝第1任皇帝把天下治理得非常好，第2任皇帝一开始也是好的，
然而有着贤德能力的太子意外暴毙，这位皇帝就变了，他变得喜怒无常，开始求仙问神，让那些术士修炼长生不老药，大肆修建宫殿和灵渠，接连和敌国开战，外面早已经民不聊生。跟过来的武德运和张重九点了点头，这一点他们是非常清楚的。不过当时他们离开的时候，梁国的秩序还没有崩坏，能让公孙老太太这么担忧，肯定还发生了他们不清楚的大事。1-2个月之后，这天下肯定会有起义军。一些有规模的起义军还好，他们的目标只是那个皇位。然而那些趁乱烧杀抢掠的乱军可就不一样了，他们只是想要抢夺粮食，抢夺财宝。如果我们想要在之后的乱世生存下来，必须得有足够的实力，必须团结在一起。而且你们都没有发现，外面的河水干枯得更快了吗？往年哪有这么快的？混乱的世道，再加上即将到来的灾害年，让林家村的村民心头沉重。其实这段时间我还在外面听了一个预言，觉得这件事情很可能发生。外面有人在传，今年的冬天会比往年都冷，能冻死很多很多人。这个预言说，寒冬只是灾难的开始，接下来还会有各种各样的灾难。所以接下来我们林家村全都去山神庙祭拜。有这么一位已经显灵的山神娘娘，我们不把握住这个机会，难道要等灾难来临的时候再去请求吗？那个时候村子里还能剩下多少人都不一定呢。所以先听我的，你们先去祭拜，然后尽全力修补山神庙，之后再去囤粮食。公孙老太太转头看向林安娘，实际她正在通过林安娘试图窥探那一位山神。按照之前宁香巧的描述，那位山神娘娘已经在关键时刻显过一次灵，所以老太太猜测，这位山神娘娘一定可以看到或者感知到这边的场景。答应她。悠远神秘的声音在林安娘脑海中响起。好，到时候我带你们去。公孙老太太看到林安娘前后的神色变化，也笑了。果然人老成精啊！这位公孙老太太估计已经知道，林安娘突然答应是我在插手了。这位老太太比很多主角都敏锐，她猜的没错，那个预言也没错。这个世界融合这么多本小说，本来就会产生动荡，战乱和饥荒是一定会发生的。因为最近这段时间饥荒年的小说非常流行，这种类型的融合多了，自然逃不过这个命运。各种灾难也是会发生的，因为最近这段时间灾难求生的小说也比较火。原来是这个简单粗暴的原因吗？他听公孙老太太说到需要，还以为会有灾难神明暗中潜伏呢，谁知道是融合这种类型的小说太多了。那皇宫不也非常乱？冷宫气飞、气候这种小说也非常多吧？距离太远，检测不到。等你提升了等级，我也能观测到更多的地方了。什么？你现在要分家？疯了吧？你们三房又没有男丁，凭借那2个丫头怎么鼎立门户？安娘，老婆子我这说的可是掏心窝子的话。你自己带着2个孩子在外面住，那外面传来的风言风语，你能受得住吗？说，你们分不分？分，马上就分。他飞速地窜到屋子里面，和林老爷子说了这件事情。分就是了，还能让他一直骑到我们头上来了。我们不用和大孙女商量一下了？还商量什么呀？连丫头就是来了又怎么样？她能打过老三媳妇吧？无论什么阴谋，一拳过来呀，都得老老实实的。
去把人都找过来，咱们分家。林家要分家的事情很快就传了出去，一群正在准备祭祀用品的叔伯简直两眼一黑。都这个时候了，老六在那里闹什么？你不知道咱们马上就要去修神庙了吗？那群长辈们被请过去之前，林老爷子和林老太太总觉得周围那些村民看向这边的目光非常古怪。今天早上众人听到公孙老太太的言论，都恨不得巴结林安娘呢。怎么这家人反而要分家？这不是脑袋有毛病吗？好啊，爹娘，咱们可算分家了。爹，看这已经分家，不如咱们全都分了吧。胡闹，爹娘都还没有开口，你在那里说什么话？你知道爹娘这些年为了我都花费了多少吗？好不容易才学有所成，怎么能这个时候和爹娘分家？哎，你是想要我以后都被村里人戳脊梁骨吗？以后别给我再提这件事，不然我们俩也别过了。吴翠英一听又气又怒，直接捂着脸哭着跑了。哎呀，这一天天的就不能安生一点啊！没过多久，林家村的长辈们都过来了，他们自然不敢请公孙老太太，生怕老祖宗因为这件事情气坏了身子。老六，这好好的闹什么分家呀？现在分家，以后的福气你都享受不了。不分家，难道让老三媳妇儿一直骑在我的头上吗？老六，难道你不知道山神庙的事情吗？林礼正拼命暗示，举头三尺有神明，更何况这个神明一直在注视着他们。怎么不知道啊？不就是一个破庙吗？谁知道里边住着什么孤魂野鬼的？哼，林安娘想拿这个糊弄我，我偏不如她的意。既然如此，那就分家吧。一共有30亩旱地，35亩山地，4间村里的房子，1座山里的房子，你怎么分？还能怎么分呢？当然是留给……那35亩山地全都留给老三媳妇儿和2个孙女，我们这么多人，只要那剩下的旱地就行了。此言一出，那些村民全都倒吸一口凉气。林礼正则是彻底闭上了眼睛，好言难劝该死鬼啊！你确定？林安娘瞅过来一眼，老爷子打了个哆嗦，正想要修改。好，我们就要那35亩的山地，顺便山里的那座房子也分给我们吧，连同这小房间一起。这回反而轮到林老爷子和林老太太惊讶了，这老三媳妇居然没反对。他们喜上眉梢，连忙敲定了这个方案，生怕林安娘后悔。最后3房还分了10两银子，一些锅碗瓢盆和几个农具，两方都非常满意。这次分家分得非常迅速，唯一神色古怪的只有那群村民，还有一群长辈。老六啊，我们村儿很快就要去荒山修补山神庙，每家都要出2两银子，你准备好了吗？什么？还要出银子修山神庙？不行，那可不行，我们不出。林老太太瞬间就蹦起来了，她看向林安娘，总觉得是这个老三媳妇在捣鬼，借机收揽钱财。你们真不出？这可是老祖宗定下来的。哎呦，我这个老幺啊，哎呦，是不是又犯病了呀？又得花多少钱呢？不行，我可不能再花银子了。咱们老大和大孙子念私塾，买笔墨得花费多少钱呀？家里的门还没有制作好呢，咱们老二也没时间出去挣钱。哎呦，这以后可怎么办哟？你们家实在没钱的话，就算了吧。那行，到时候我们家就不参与了。你可要和老祖宗说一说我们家的难处啊！林礼正只是冷眼看过来，点了点头，就带着众人离开了。娘，以后我们家也有钱了，对不对呀？以后啊，我们会有更多的钱，你们想要什么，阿娘就给你们买什么。以后猪猪挣大钱，让姐姐吃多多的鸡腿。林秀哭笑不得，倒是其他村民听了，又在心中感慨了一声：老六家是真的不做人啊！
那边林里正看到林安娘同样神色复杂。安娘子，你说我们准备祭祀的牲畜用什么为好？是活的还是直接将肉供奉上去？林安娘也不太清楚，之前山神娘娘只在自己的脑海中说了3个字：准备香火，祭祀用品用谷物。林安娘打了个机灵，直接转头对李正重复了这句话。林李正眼中异彩连连，怪不得娘这么重视这一位山神，拥有这种隔空传音的神异手段，怎么可能不是神仙呢？好，我这就拟一张单子，让他们去购买。林李正也松了口气。破庙中，你看，我虽然跟林安娘传了2次话，但是一共也没有花费多少时间。这个传声筒应该很能用的，但明明是我花费30信仰值购买来的1分钟传声筒，时间还没有用完，怎么能是一次性的呢？而且我现在可是一个山神，总得留一些信仰值，整点牌面吧。系统被他忽悠了半天，也觉得非常有道理。那就只扣1个传声筒，我给你计算时间。于洛松了口气，可算要回了一部分信仰值。童子，你说林家村有多少人，能让我一举成为实习神明吗？系统没有说话，因为他目前也没有这个权限去统计村民的数量。大胆想一下，说不定很快就能走出第一步。这边林家人分完家之后，也从周围的村民那里听到了公孙老太太说的那些事情。不行不行，那些山地啊，绝对不能分出去。老二，你去和安娘说一说，他那个山地啊，还得还回来。什么老祖宗啊，他能够预言未来发生的事情，我还能说我以后能凭借着木工活升官发财呢，真是笑死人。滚，你给我滚！本来想教训教训这个二儿子，谁知道自己两眼一翻晕了过去。林家又是一阵鸡飞狗跳，不过这一次他们都非常默契，没有按照老爷子的想法把那些山地要回来。这个时候，就连一直不怎么喜欢大哥的林二罗也非常期盼大房一家的到来。千盼万盼，他们总算把老大一家盼来了。林大强带着孩子一进门，就看到家里鸡飞狗跳的场景。这是怎么回事？家里怎么一团糟？娘，私塾要交银子了，而且我和儿子拜了一位秀才为师，还得交束修呢。怎么家里一直不来人呢？老大，你不知道啊，最近那老三媳妇儿可嚣张了。林老太太讲得非常夸张，听起来就像是他们一家人一直被人家欺负，村里人都不帮忙，他们还不敢还手。岂有此理，也就是老三去的早，如果老三现在还在，那得多寒心呢。这做儿媳妇的竟然欺负起公公和婆婆来了，他不就是仗着他有几分力气吗？这样，到时候让我来教训他，你们都别出声。三婶她力气非常大。那边林老太太连忙又夸张地描述一番，在她的嘴里，那林安娘仿佛凶狠恶煞的强盗，专门欺负他们这些老弱病残。看到老太太那挤着眼泪假哭的样子，林莲反而松了口气。对了，老大，大孙女儿，你们说这件事儿是不是真的？老太太把村里的传言说了出来，不过她不会描述，说的语无伦次，前后颠倒，听得林大强和林莲一脸无语。奶奶，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作为重生回来的，她能不清楚未来的走向吗？真的是假的？可我听他们说的有鼻子有眼的，特别真。娘，你仔细想想，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为什么我们在县城里面没有听到，只有林家村的村民知道呢？我看呢，这就是老三媳妇编出来的鬼话，就是为了笼络人心罢了，要不然怎么可能会有人向着他？林莲也点头，她记得清清楚楚，未来的几年都是丰收年，那宁香巧的女儿也是因为这几年丰收年吃得特别好，成为了一个人家人夸的福娃娃，据说还能给人带来好运。想到这里，林莲就捏着自己的手冷笑出声。如今林根柱已经彻底被带歪，每天只知道混赌场喝酒打人罢了，就看这一次宁香巧还能不能养出这么一个福娃娃。那就好，
那就好。你媳妇儿怎么没有回来呀？家里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她都不回来看一眼吗？像什么话？娘，我都说了多少遍了，婉欣的身子骨不好，需要在县城里的院子里面养着，而且她以前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如果恢复了记忆，咱们一家人都能发达。这样，如果以后她来到咱村子里，你和她说话也注意一下。大强啊，这次娘没让人给你及时送过去，是娘的不是，你不要放在心上。这20两银子你拿着，去交了银子之后啊，多吃点好的。那边林大强接过银子之后，根本都没有在家里多待一天，直接就带着儿子女儿离开了。所以他也没有注意到，属于大房的房间到现在都只隔了一块木板。哼，从来都没见过空手，回来走的时候拎了一大堆的，还揣了20两银子的。旁边的丈夫呼呼大睡，根本都不管这些事情。他看得心里难受。我们老两口的钱要如何分配，你可管不着。呸！那是你们的钱，难道不是这些年我们这些人当牛做马挣来的吗？怎么？难道你以后不想沾老大的光了？不说老大以后可能会考上秀才，甚至是举人老爷，就是我那大儿媳妇的出身也都是高贵的，来自京城呢，你怎么和他比？吴翠英不说话了，出身确实是她的弱项，可不能就这么搓磨自己一个吧。林家村，武德运和张重九都聚集在张家的院子里，听张娘子激动地在那里讲述。娘，这已经是你讲的第8回了，我们已经清楚了。哎，之前你还挺上心的，怎么现在倒没有这么关心了？这可关系到你们2个的身体能不能治好，到时候你们可要虔诚一些，祈求山神娘娘能彻底治好你们的伤势。娘，我们已经记住了，看那些用来供奉的香，不全都是咱们2家买的吗？好了好了，接下来不用紧张，咱们正常的跟着公孙老太太一起去山神庙看看。重九，你还记得邻国那个国师的传说吗？你是说山里的这一位山神娘娘也有可能和那个国师一样，想要参与梁国的政治，收取梁国士兵身体的一部分？武德运脑子非常乱，不过他敢确定一点，那就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个山神娘娘肯定想要得到什么。重九，到时候你和我一起盯着，如果这山神庙有什么不对劲，第一时间护送村民出去，再想办法去找武将军。另一边，林家村里的人也在忙忙碌碌，大多数人家都选择交银子到宫中，然后一起去祭拜那位山神。时隔这么多年，公孙老太太再次穿上一身郡主的红衣，被儿孙搀扶着走在队伍的最前方。安娘子、香娘子，你们带路吧。怎么能让女子走在最前面呢？话音刚落，他们就被旁边的家人一巴掌扇回去了。林家村一群人扛着东西浩浩荡荡地走上去，当于洛这边在山神庙隐隐约约看到林家村那些村民身影的时候，还有些惊讶。他们脚程这么快的吗？不错啊，我就喜欢这么有活力的信徒。于洛非常欢喜，还特意飘出来数一数。大部分林家村的村民都来了，虽然来的只有21户，但每户都不低于5个人。那些高壮的汉子大多都扛着一袋又一袋粮食，有的汉子直接扛了一张厚重的长木桌过来。一行人从凌晨就开始出发，一直爬到下午，终于来到了山神庙的范围。来到山神庙的位置，就只剩下了130多人。这些人已经是公孙老太太有意控制的了。到了。阿德，如果那个人也是奇人异事，我觉得他很有可能躲在山神庙里面。武德运也觉得很有可能，不过他始终没有放过对周围的观测。公孙老太太可以把香炉呈上去了。德运，你带着重九把香炉送上去，记得一定要恭敬。老太太，我们马上就去。阿德，我们去吧。两人缓缓向前，一步步迈过阶梯，来到山神庙里面。这个山神庙比想象中的还要破旧，墙角甚至还漏了几道口子，唯有那一扇木门是完好的。
趁着放下香炉点燃线香的时候，武德运抬头看了一眼前方的神像，心中难掩震惊。这个山神庙的神像怎么是泥塑的？这么一尊泥塑的神像，到底是怎么样熬过100年的漫长时光，直到现在仍然保存得非常完好。山神庙外面已经摆起了长桌，摆满了常见的小麦、大豆、高粱、芋头以及一些谷物酿造的酒水。这张桌子上同样也摆了香炉，不过香火并没有燃起。武德运和张崇九出来之后，又回到了林家村的队伍里面。公孙老太太带着林家村的众人跪了下去，做出跪拜的姿势。山神娘娘，公孙氏携带林家村村民前来祭拜，恳请山神娘娘垂怜，有我林家村村民以后都能顺利度过灾难。公孙老太太起身再拜了2次，身后的那些村民也跟着再拜了2次，一共3次跪拜，身后的村民便停了下来。唯有公孙老太太起身，将线香拿在手中，缓缓地点燃。这位100多岁的老太太将苍老的身体弯下去，恭敬地将线香插在香炉里面。紧接着林家村的村民一个个都走上前来点香。很快山神庙的外面就充斥着浓浓的香火味儿。余洛飘过来，低头吸了一口，感觉舒爽无比。原来这就是香火的味道。在这个世界待了这么长时间，终于能尝一口了。与此同时，系统面板上一个又一个闪烁着微弱光芒的名字也跳了出来，一共130多人。可亮起名字对他有初步信任的林家村人只有60多个。看来大家都是人老成精，现在看起来恭恭敬敬，其实都在打量呢。起来吧。一道柔和的声音响起，为首的公孙老太太只感觉她被一股颇为神异的力道扶着，缓缓地站了起来。直到老太太看向后方神色震惊的林家村民，才反应过来到底发生了什么。感谢山神娘娘的仁慈。阿德，你听到那个声音了吗？这个声音直接在我们耳边响起，我们却看不到人，他是不是……再看看。原来之前标注过的这2个人也是林家村村民。这2人的对话他自然听得清清楚楚。看来林家村不少人都怀疑自己呢，怪不得这么多人只有那么一小半给出了信仰。没过多久，林安娘那边似乎听到了什么，她快步来到了宁香巧身旁。香娘子，之前准备好的香囊都带过来了吗？都做好了，我和风哥、秀秀一起做的。辛苦你了。山神娘娘为我们做的才是最多的，我这都是应该的。林安娘将第一个绣着柳枝的香囊交到公孙老太太手中，接着她将手中的锦囊一个个发了下去。这是干什么？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张崇九也摸不清头脑，不知道这么一个空的囊袋是用来做什么的。好啦，这安娘子又在搞什么？总是神神秘秘的，我看这传说中的山神估计是假的。哎呀，嘘，你可要小声点儿，咱们正在神庙附近呢，就算不信也别说出来呀。就在所有人都互相猜测的时候，突然发现山神庙的屋后闪过一条长长的绿色光芒。他们仔细定睛一看，才发现这条绿色光芒竟然是一片又一片树叶组成的，这么多片树叶汇聚成了一条又一条绿色丝带。下一秒，这些绿色树叶全都飘了过来，停留在所有村民面前。每一个村民面前都有一散发着光芒的绿色叶片，看起来闪闪发光，格外夺目。这群村民已经傻了，他们只听说过各种传说，还真的没见过这种神异的手段啊！呸！我这个臭嘴！还愣着做什么？赶紧用香囊把山神娘娘赐下的树叶片装进去啊！这还能装进去？对，装进去。以后你们拿着手中的香囊，就可以安全的上山祭拜了，不会再被山里的野兽攻击了。但是一定要记住，不主动的攻击山里的那些野兽，不然啊，这个保护的效果就没有了。那些林家村的村民手忙脚乱地打开空空如也的香囊，就看到绿色的叶片自己飞了进来。绿色的光芒虽然消失不见，可刚刚那个阵仗却被这些人牢牢地记在心中。
这些人中，只有公孙老太太和她的大儿子没有将绿色叶片收回来。两人下意识地看向神像的方向，下一秒，这2个叶片再次绽放出柔和的绿色光芒，直接印在两人的眉心，消失不见。哎呀，娘！婶娘！都给我闭嘴！村民们不再言语，公孙老太太下意识摸着自己的眉心，绿色的光芒还未完全消失。他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自己沉疴的身体变得更加轻盈，就连呼吸都比以前顺畅了很多。这还不是全部，公孙老太太突然觉得五官比之前变得灵敏，甚至都感受到一些动物和植物的情绪。老二，把你的脚抬起来，一边去！林里正不明所以，有些委屈，但还是抬脚来到了旁边。众人悄悄地投过来视线，发现林里正脚下踩住了一株野生小麦幼苗。那只脚被拿开之后，小幼苗正颤颤巍巍地舒展身子。公孙老太太仔细感受一番，又让那些扛着水桶上山的汉子过来浇点水，这才舒了口气。娘，您这是？公孙老太太只是微微颔首，并没有马上回答。她转头看向旁边的老大。娘，我感觉身体更加轻盈了，好像我轻轻一跃就能飞上去。林大爷轻轻一点脚，还真的悬浮了起来。他低头看着下方的村民，吓了一大跳，没控制好体内的能力，直接掉了下来。下方的武德运注意到，飞速跑了过来，想要接住这位老人。下一秒，林大爷仿佛被一股力道突然定住，缓缓地落了下来。感谢山神娘娘相救。看到这里，林家村的村民已经完全炸了。哎呦，老祖宗啊，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还飞起来了呢？他们是不是获得山神娘娘赐予的能力？山神娘娘啊，也给我们赐予这种神奇的能力吧。一群林家村的村民呼啦啦地跪了下来。之前那群暗自嘀咕的村民早已经吓得脸色煞白。山神娘娘无所不能，甚至都能赐予这种厉害的能力，怎么可能听不到他们那些谈话？曾爷爷，刚刚你怎么飘起来了？真的好厉害啊！公孙老太太和林大爷下意识地看向神像的方向。这刚刚老祖宗和叔祖父获得的能力呢，确实是山神娘娘赐予的。只要你们全心全意地信奉山神娘娘，每日向山神娘娘祈福，也有机会获得老祖宗或者是我这种神奇的能力呢。林安娘当众踹碎了一块大石头，旁边的2个小丫头又把那些碎石拿过来，全都在手中捏成粉末。宁香巧倒是没有展示自己的能力，她只是轻轻地捏了捏女儿的手。两眼睁得溜圆的女孩咯咯直笑，她挥了挥小手，旁边的一株杂草便疯狂地抽长，用自己柔韧的身子猛地对旁边的那块石头抽了一下，很快那块石头就裂开一道缝。一群林家村的村民看了，一边吓得哆嗦，一边心生向往。老祖宗，安娘子，我们只要信奉山神娘娘就行吗？那需不需要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我的木工活做得比较好，能为山神娘娘重新雕刻一座木质的神像。如果换神像的话，我一定包揽这个任务。我和兄弟几个都会建房子，能够为山神娘娘重新修建一座山神庙。如果重建山神庙，一定要来找我们呀！我和我爹娘都会制作土陶。一群人七嘴八舌地说着话。安静！安娘子不是说过了吗？只要你们对山神娘娘足够信任，都是有机会获得各种能力的。与其在这里瞎嚷嚷，不如仔细想一想，为什么只有我和老大获得了这种能力？公孙老太太看得非常透彻。这群人虽说都跟着过来了，但主要还是出于自己的权威，没有多少人真正的对山神娘娘有着敬畏之心。那群人的脸色顿时变得尴尬，他们从来都没有听说过这边的山神庙，没有见识过神迹的降临，自然不会太过信任。好了，安娘子都已经说过了，你们还有机会，接下来争取表现吧。公孙老太太有预感，即便接下来这些年里接连发生战乱以及各种各样的灾难，他们林家村的人都能挺过去。
有这么厉害的山神娘娘庇佑，就算那些叛军都不敢轻易过来吧。他的目光扫向武家和张家这两个儿郎的时候，却心里一突，因为这两人的表情实在太过凝重了，仿佛即将看到不好的事情发生。可不要想着搞什么鬼，山神娘娘为我们赐福，我们村子里的人感谢都来不及呢。你们这什么表情？武德运和张重九欲言又止，他们确实为这个山神庙感到震撼，可这种赐予能力的神仙和邻国那位国师实在太像了。公孙老太太，你的身体有没有感觉到不适啊？就是觉得突然少了点什么东西，比如说少了只胳膊，少了条腿，不然闻不到东西，尝不到味道。怎么？你看我老太太像四肢不健全的人吗？告诉你们俩，我现在好着呢，我感觉年轻了几十岁，把你们两个抽下去完全没有问题。哎呦，老太太，你轻点的。重九，怎么了？那边张家娘子迫不及待地过来查看，一直没怎么出现的武家娘子也走上前来打量了一眼自己的儿子。娘，没什么，就是我们说错话了。张重九有些委屈，他们真的是为村里的人着想啊。那边公孙老太太又打了几棍子，这才消了气，重新站在山神庙前方，跪在香炉附近向山神娘娘请罪。香炉附近，余洛一直飘在这里，看着自己的信仰人数和信仰值一直上升。与此同时，他也在观察那两位被标记的男子，这两人凝重的目光和沉重的表情，一看就是有故事的。西头，你说那两个家伙是不是遇到了其他收取报酬的神明？比如说收信徒一条胳膊一条腿，再给他们能力。确实有这种存在，不过你应该也知道，之前我已经和你解释了，那些都不算真正的神明，他们只是在窃取信仰之力，是伪神。伪神没有获取信仰之力的资格，没有办法从信仰中汲取力量，只好从其他的方面弥补，让信徒供奉上身体的一部分，就是非常常见的一种，还有很多很多残忍的方法，你不会想知道的。余洛没有被吓到，反而陷入沉思。如果这个世界有不少这种伪神，那岂不是有很多人遭受折磨？西头，着重标记一下他们两个，说不定我们有机会看到那个伪神。西头小团子点点头，又提醒道：你的信徒总数量已经超过100了，不过信仰值才堪堪到达1000，继续加油吧。外面的林家村人正在商量如何修正山神庙，有人说给山神娘娘塑一个金身，有人说把神庙再扩大，修建得更豪华一些，还有人说找人在神庙这里守着，生怕其他人毁坏香火。这些人七嘴八舌地讨论半天，都被公孙老太太按下了。此刻的公孙老太太眼眸是无比的复杂，这是她第一次听到那位山神娘娘的声音，没想到山神娘娘竟然如此关心林家村的村民。行了，都别在这里嚷嚷了，你们的任何声音，神明都是可以听见的，这不是打扰山神娘娘吗？也不用在这里商量什么神庙风格，要怎么凑齐银子去塑金身了。山神娘娘不让我们做这些，让我们先用这些银子去囤粮食，开垦山地，为以后的灾难做打算。说完，他又瞪了武德运和张重九一眼。那么仁慈的山神娘娘怎么可能会做出害人的事情？你们两个等着。然而临走之前，公孙老太太还是指挥村里的青壮，让他们把山神庙一些漏风的地方修补了一下，这才恭敬地带着林家村的村民离开。离开的时候，张娘子突然看向自己的香囊，一片绿色从里面飞出来，缓缓地没入她的眉心。一时间，所有人都停了下来，聚精会神地朝着这边观看，大家的眼神难掩羡慕，他们都想要知道张娘子获得了什么能力。唯有张重九紧张地盯着母亲。你有没有感觉到不舒服？你现在能看见我吗？能闻到东西吗？来，吃一口干粮，能不能品尝到味道？去，你一边去！你娘我好着呢，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这么好过。张娘子明显能够感受到隐隐疼痛的腰椎部分流淌过一股非常温暖的力量，
很快那些隐隐的疼痛就消失了，整个人变得神清气爽。下一秒，他突然从头上取下一根绣花针，一道极细的绿色丝线从手中蔓延出来，又针头穿过。哎呦，这是什么能力啊？就连张娘子也有些懵，她不清楚啊，就感觉得到这个能力之后，非常想取下一根绣花针去缝合一些东西。从地上剪下来一片叶子，将叶子撕成2半，又用绣花针缝合在一起。在众人聚精会神的目光中，这片叶子居然在绿色丝线的光芒中缓缓地恢复。别说林家村的其他人，就连张娘子自己也吓了一跳。很快她就开始狂喜，如果这种能力能够缝合残枝叶片，是不是也能够缝合伤口呢？以后家人受到什么伤，她就可以及时医治了。好，不过临下山之前，我要和你们说一句话：山神娘娘赐予我们能力的事情，绝对不可以主动说出去，不然老太太我可保不了你们。一群林家人连连点头，心脏砰砰直跳。今天见识到的各种神异场面，已经足够他们炫耀一生了。哎，老太太，为什么不能说出去呢？如果我们宣扬出去，不就有更多的人过来信奉山神娘娘了吗？哎，这也是山神娘娘叮嘱我们的。她说我们目前还没有足够的实力保护自己。如果离开山神庙的范围，山神娘娘是无法救人的。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你以为突然多了这种能力，或者又获得能力的机会，会发生什么？抽筋扒皮，还是扒开内脏看一看，里面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老太太每一句都仿佛淬了毒。山神娘娘可能不会被影响，毕竟那些人依靠山神娘娘赐福呢。但这些林家村人可就不一定了。听到这里，其他的林家村人齐齐打了个寒战。所以你们要想明白，只有我们团结一心，共同信奉山神娘娘，不去作妖，才能在接下来的灾难中安安稳稳地活下来呀。唉，老太太长叹一声，一群人往山下走，中途还伴随着张娘子揍儿子的声音。都说我好好的，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嘿，你们怎么都不相信呢？看我不打死你这个不孝子！娘，轻点打！张崇九实在受不住，只好坦白了。他将战场上听到的那些国师的事迹都说了出来。那些村民听到了，还真的有些担心。崇九，我看你和德运都是非常聪明的人，怎么在山神娘娘这里糊涂了呢？仔细观察观察，从安娘子到香娘子，再到我这个老婆子，我90多岁的大儿子和张娘子，这么多人全都获得了能力，你觉得我们失去了什么呢？武德运和张崇九两个哑口无言，他们好像确实魔怔了。这些人还真的没什么问题，能有邻国国师那种存在，难道就不能有真正的山神吗？老太太，你们之前去的是崇州？林安娘还是刚刚听到林大爷的话，才知道公孙老太太带着儿孙去崇州转了一趟。是的，安娘子有什么急事吗？老太太，你们在崇州有认识的人吗？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姓孙的商人？他家呀是卖丝绸的。他并没有听说过这个商人，不过却有其他办法。安娘子，我之前和崇州的一位粮商约定好了，到时候让他送粮食来青州。如果你想要找人，到时候我就让他给你问一问，行不行啊？林安娘眼眸再次亮起，她把梦中看到的有关于小女儿的样貌还有年龄都说了出来。哦，这个是我的小女儿，她从小呢就被婆婆卖了出去，虽然被护妇的人家收养，但是我总是梦到我的女儿在哭泣，我想要把她找回来。公孙老太太从头听到尾，再次对林李正瞪了一眼。
老二，你是怎么管林家村的？居然还出了这种事情！林李正非常委屈，他也不知道啊。而且这种卖丫头的事情，大家早已经心照不宣了，他怎么可能管这么宽？安娘子放心，我一定会让人找到你的小女儿。老太太我还认识其他人。公孙老太太每隔几年都要去其他州转一转，认识的人来自五湖四海，还有其他人可以拜托呢。娘，如果那个梁商过来，能让他帮忙把这个带给妹妹吗？林安娘看到之后瞳孔一缩，因为女儿雕刻的这个和她那天晚上雕刻的神像一模一样。乖笑笑，这可是山神娘娘的雕像，不能随便送出去的。山神娘娘，请您原谅我们的不敬。山神庙，于洛正在查看林家人的姓名，系统再次蹦了出来。你使用传声筒告诉林安娘，让她把神像送给小女儿。怎么这么突然？和接下来的升级任务有关吗？林安娘的小女儿林霜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反派，在后期几乎把男女主团灭了，战斗力强悍。但在这之前，林霜还是非常脆弱的，每天的日子都仿佛身处地狱。她明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劫难，如果能够度过，就可以彻底脱离。系统没有解释得太清楚，因为这其中涉及到一些具体的剧情，它是无法透露出来的。但于洛听懂了，估计明年的时候林霜就真正的走剧情了，估计会因为男女主遇到不好的事情。不过传声筒的时间用光了。林家村离开的时候，于洛和公孙老太太叮嘱了几句，彻底用光了那个传声筒的剩余时间。现在就买，给你打5折。于洛挑了挑眉，系统如此的好说话，看来这个小女孩是个重要的人物。其实系统不打折，她也是要买的。最看不得这种夺取其他人命运还站在道德制高点的混蛋了。等等，这意味着神像所在的范围之内，他都可以看到外界的情况，护住自己的信徒。并不是所有神像都有用的，只有信仰值高的信徒亲自制作，而且经过你承认的神像才有作用。你现在还没有成为实习神明，一天只有1次附身神像的机会，还是要谨慎使用的。荒山半山腰，正在忏悔的林安娘突然抬起头，眼眸闪过惊喜。秀秀，山神娘娘允许我们把神像送给你妹妹了。她高兴的不行，如果能够得到山神娘娘的神像保护，小女儿肯定不会像梦中过得这么惨，一定能逃离那个地狱。旁边的公孙老太太也是难掩惊讶，她没有想到这么小的一件事情都会引来山神娘娘的关心。这种无时无刻关心信徒的神明实在令人心中温暖。怪不得安娘子和香娘子以及她2个人的孩子，只要提到山神就赞不绝口，一脸兴奋。看来他确实做对了选择。你们还愣着做什么？继续下山，完成山神娘娘交给我们的任务。至于什么任务，当然是囤粮食了。未来的灾难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停止，多囤一些粮食也让人更加有安全感。谁知这一路上，林家村的村民找到好几个半路溜走的，有的爬到树上瑟瑟发抖，有的被石头压住腿，用嘶哑的声音在那里喊救命。你们是林家村的人吧？怎么这么大的阵仗？这山里有什么好东西吗？林李正看了公孙老太太一眼，公孙老太太点了点头。正常的宣传山神庙还是有必要的，毕竟山神娘娘也需要更多的信徒。我们自然是去拜祭山神娘娘了。这荒山上面有一座山神庙，你们不知道吗？那大河村的村民听了一懵，荒山上面居然还有山神庙。哎，神庙在哪里呀？你们兴师动众的过去，说明这个山神庙肯定比较灵啊！我想让我儿媳妇过去求一求，看能不能生个大孙子。山神庙的位置非常远，我们来回走了2天呢。那快到山顶的那个位置就是的。不行，那个地方太远了，我儿媳妇要是跑了咋办？我跟你们说，你们林家村可以把山神庙挪到附近的村子里，这就方便了。那可是真正的神庙，你以为想挪就能挪吗？而且以后都是战乱和饥荒年，山里才是最安全的。
继续走吧。公孙老太太也冷了脸。一群人再次出发了，这次他们速度比较快，很快就把大河村的几个人甩在后面。哎，你们这是什么态度？还没有和我说怎么挪那个山神庙呢？娘，我们还是走吧。走什么走啊？你让你媳妇儿马上就给我抱一个大孙子，我就走。争吵的声音从后面传出来，林安娘往后面看了一眼，微微皱眉。她看这个老婆婆总感觉不舒服，并不是心里的不舒服，而是从内到外都非常难受，总感觉这人身上有什么不好的东西。林安娘再次转回头，这么一瞬间，好像在这个老婆婆的眉心看到了一缕黑气。她连忙又转过头，仔细观察了一番，发现那个老婆婆的脸没有任何问题，难道是错觉吗？检测到低级伪神留下来的一丝力量是否收集？低级伪神？于洛一瞬不瞬地盯着林家村人后方的那个老人，果然看到对方眉心散发着若有若无的黑气。是的，只不过目前这位老人只是初步接触到那个伪神的信徒，如果继续接触下去，按照那个信徒所说的方法做，接下来就惨了。是有关于宋子方面的神明吗？说到这里，他又突然想到林安娘所在的那本书，那个女主一胎八宝，还全都是男孩，不会和这个低级伪神有关系吧？我是不是得小心一点？你非常敏锐，确实是这方面的神明，不过这只是低级伪神而已，干嘛要小心？如果你想解决它，等升级为实习神明的时候，让信徒跟过去，直接抽取他的力量就行。这种低级伪神一般都是散装的，根本不堪一击，难成大器。他果断地抽取了这么一丝若有若无的力量，瞬间给老婆婆做了一个标记，又用传声筒提醒了林安娘和公孙老太太。那边林家村向前行走的队伍突然就停了下来。哎，老祖宗啊，怎么回事啊？公孙老太太不动声色地看了一眼身后。没事，不过你们以后要多注意我们隔壁的大河村。一群人连连点头，他们都没有注意到人群中的安娘子不见了。林安娘得了神明的嘱咐，就暗中隐藏身影，跟着来到了大河村。她的动作非常轻盈，就算有人发现也会及时跳到树上，轻而易举的就跟着那个老婆子来到一个院子旁边。那老婆子的儿子直接进了门，屋里传来女子有气无力的声音。外面的老婆子没有过去，反而悄摸地来到了另外一个院子。没过多久，两个老婆子就一起走了出来。他们又招呼了村里的其他几个妇人，来到大河村的那条河旁边，等待专门摆渡的船夫过来。林安娘看出这是前往县城的路，果断地在摆渡人送离这群人之后又坐了上去。然而跟到县城之后，那群人就走散了，不太好追查。林安娘只跟着那个熟悉的老婆子来到一处庭院附近，就再也没了动静。她等了半天不见人出来，也没到房顶查看，只是暗中记住这处地址，又迅速离开了。到了这里，已经完成了任务，山神娘娘没有说接下来干什么，她自然不会贸然行动。林安娘也没急着回去，她在县城四处转了转，仔细查看这边的情况，又来到了卖粮食的铺子。老板，这粗粮多少钱一斗？35文一斗。怎么这么贵啊？又提升了5文，一斗升了5文，那一担粮食不就多出了50文吗？林安娘前不久才买过，她可是记忆犹深，怎么突然就涨价了？不买的话就先让开，今年冬天这么冷，谁知道明年会发生什么呢？反正我这粮食总是不愁卖的。林安娘皱了皱眉，又去其他地方看了看，发现大部分的粮铺都是这个价格。难道接下来很有可能发生灾难的事情传出去了？但那些人的脸上都看不出来，反而这群粮商的态度非常硬气。唉，你有所不知，每年这个时候他们就会集体涨价，县城那几个最大的粮商全都是一伙儿的，咱们只能吃哑巴亏呀。哼，呸！日常买米的工作都是林二罗去的，林安娘还真的不知道这些弯弯绕绕。她想了想，还是先回去了。安娘子查出来什么了吗？林安娘摇头，
他经过山神娘娘赐福，听力已经好了很多，可仍然听不到那院子里的任何声音。山神娘娘又叮嘱不让他打草惊蛇，他只能查到这里。公孙老太太不是第一次见到过这种让儿媳妇拼孙子的人了。如果不是山神娘娘提醒，她是真的不会专门注意这种事情，因为这本来就是世间常态，你想要帮忙反而会遭人记恨。村里的儿郎去买粮食的时候，我让他们都注意一点，时刻把山神娘娘送的香袋带着。公孙老太太的声音也是非常感慨，没想到世间有这么多神异的存在。如果不是祭拜了山神娘娘，成为对方的信徒，怎么可能察觉这些事情？林安娘说完之后，又提到了粮食的价格。我已经联系了崇州的粮商，就是之前和你说的那位行脚商。崇州那边地产富饶，粮食也比我们这里便宜，到时候他会拉着粮食过来，咱们合伙买过来就行。只希望那县里的粮食不要再一直涨了，不然这普通百姓都买不起，只能饿死了。娘，你回来了！林秀拉着妹妹跑过来，她的身后是抱着女儿领着儿子的宁香巧。娘，我告诉你，昨天我们上山的时候，大伯带着莲堂姐回来了，他们带着2大袋粮食离开，还四处对人家说咱们瞎说呢。秀秀，不用管那些嘴碎的人，他们会后悔的。那些人打不过我的。林安娘哭笑不得，顺了顺女儿的头发，又看向旁边的宁香巧。香娘子，这是我们给你带的针线和布料。哦，香娘子还精通绣活呢。哎呀，就自己瞎捣鼓的。我之前失去了记忆，醒来之后什么都不记得了，只记得这些手艺。估计失忆之前，我很有可能跟着哪个绣娘学过吧。只能挣个几百万，勉强糊口。如果接下来会闹饥荒，这些银子肯定买不了多少粮食，更别说在山上修房子添置一些家用了。那边的公孙老太太却瞳孔一缩，她把鸳鸯戏水和大红牡丹的绣帕拿过来，仔细端详了一会儿。香娘子，你以前去过京城，这是京城那些绣娘的手艺，你用的针法非常精妙，肯定经过非常厉害的刺绣大师的指点了。还说你卖这些绣活只能勉强糊口，不应该呀。这种手艺就算只绣一个帕子也能卖出10两银子，即便县城这边的铺子压价，那也不至于这么低，肯定是被那个老板骗了。这些绣帕一直都是我娘家那边帮忙拿去县城的，他们说这个价格都是拼命抢上去的。宁香巧没有说的是，感觉家里人都不喜欢自己，这么多年了，她仍然觉得自己像一个格格不入的外人。你娘家人是哪边的呀？等听完香娘子的介绍，那边公孙老太太面露惊讶。我知道红窑村的宁家，可你长得和他们都不像啊。老太太前些年去过红窑村，当时是被那个村子的李正请过去的，见过红窑村的所有人，当时对于那个宁家印象就非常深刻。因为这个宁家长得真的和那马儿有几分相似，都是那种瘦长的脸，眼睛却都不怎么大，让人一眼难忘。而面前的宁香巧长得却非常水灵，浑身自带一股大家闺秀的气质。香娘子，你多注意一些你的父母。我前些年去的时候没在宁家看到你，你绝对不是宁家的孩子。我确实没有以前的记忆，阿娘说我只是摔下山忘记了。她说我和林家的林根柱从小就定了娃娃亲，所以让我嫁过来。所以为宁家的女儿替嫁是真，自己的身世才是假的。可宁家为什么又是图什么呢？别说了，我带你打过去。安娘子还真是女中豪杰，一言不合就要开打呀。老太太你放心，我一定不会连累林家村的，到时候我香娘子都蒙面。别急别急，你们难道就不想再多多分析分析吗？香娘子的名字都不一定是真的，万一打草惊蛇，彻底断了线索怎么办？
你们就不想查清楚香娘子本来的身份吗？神庙中，于洛一边等待信仰值的增长，一边猜出一个名字。是女主林莲，还是和她有关的人？宁香巧的女儿被女主折磨得这么惨，宁香巧的身世说不定也和女主那边有关系。猜得非常接近了。对了，你刚刚吸收的那一缕净化过后的力量，感觉怎么样？感觉像是白桃汽水的味道，但只有那么一丁点，真是可惜了。要不然咱们主动出击吧，我想尝一尝白桃汽水一口闷的味道，如果再加点冰块就好了。你这还点起饮料来了？或许你还可以再抓一个冰块味道的伪神，这样两者放在一起，就成了你惦记的冰镇白桃汽水饮料。你说的对呀，那有烤鸡味和烧烤味的吗？我烤了好几次烤鸡，都只能闻到味。说起来，他就心中悲愤。应该可以的吧？系统也犹豫起来了，反正都是一些害人的伪神，吃了也就吃了，不然留着也是祸害人间。于洛彻底放心了，决定借着信徒的视线多观察观察那些奇怪的院子。而另一边，那个低级伪神还不清楚被什么存在盯上。你来的时候没有其他人跟着吧？我告诉你，咱们这个地方可是秘密基地，轻易不能让外人进来的。哎，要的要的，当然听你们的话，我们这一路上可注意着呢。所以你们这里是真的吗？我那老姐妹儿真的在你这里求了大胖孙子？嗨，是不是大胖孙子？等你那老姐妹媳妇儿生出来，不就知道了吗？哎呀，赶快进来，不要被发现了。两人很快来到后院，不见了踪影。林家村，公孙老太太也开始安排村里的人外出买粮食。村里面那些人自从得知明年可能会有饥荒的时候，早就已经迫不及待了，恨不得马上就让家里的米缸灌满粮食。哎呦，老祖宗啊，听说啊，最近的粮价上涨，咱们得快点去买呀。咱们把粮食囤起来，然后在山里建房子，这才能住得安心呢。万一到时候乱起来，咱们也有住的地方。安静，粮食自然需要买，但我已经联系了一位粮商，半个月之内他一定会过来的。那边的粮食肯定比县城里面的粮食便宜。你们如果想要一起买，就再等一等。如果等不及的，也可以先去县城那边买一些备用。但都记住我说的话，囤物资的时候带着村里的青壮，或者和安娘子一起，尽量不要扎堆儿一起买，不然那群奸商听到了，肯定会给你们涨价。他们可不会在乎咱们普通人能不能活得下来。3天之后的早晨来这里会合，每家每户至少出一位青壮，我们去山上盖房子。对此，那些农户没有任何意见，甚至求之不得。一群人干劲满满的离开了。公孙老太太看着他们的背影，难得露出笑容。娘，我们也去买粮吗？这县城里的粮价太高了，咱们目前还买不起。咱们先去挣钱。挣钱？咱们目前只剩下了800两银子了，根本就不够日后的花销。我想去山里啊，找一些野果和野菜，做成吃食，拿去县城里卖。好呀，我们一起去。我也一起去挣钱。娘亲一直在家里熬夜做绣活，就是为了赚更多的银子。林峰也想要帮忙，而且妹妹也非常欢喜呢，想来也是很愿意的。临走之前，林安娘突然把怀中的木质小神像交给宁香巧。这个是山神娘娘的木雕，你一定要随身携带着。建议你呢，现在就去公孙老太太那边的院子里面做绣活，万一跟住回来了怎么办？放心，我一定会很小心的。想了想，宁香巧还是带着手中的绣品出来了。经过赐福之后，林峰的身体素质都好了很多，起码这次上山都不怎么气喘了，就算抱着妹妹也健步如飞。
真的不让我抱？林安娘再次询问了一句。婶婶，打扰。林峰最近才开口说话，他说的语言不那么流畅，有时候会突然卡壳。即便如此，林安娘也听懂了。这风哥儿的意思是觉得带着妹妹跟过来已经非常打扰了，不能再让妹妹妨碍自己。没关系，别说你妹妹了，就连你呀，我也能一起背起来呢。说着，林安娘就把林峰连着妹妹一起拎起来了。林峰的手都不知道往哪里放，就看到这位婶子再次把2个女儿背了起来。走喽！林安娘加速前进，犹如一阵狂风飞过。没过多久，他们就来到了一片草地上面，被放下来了。小林鹿被乐得咯咯笑，还不愿意下来呢。林峰红着脸把妹妹抱过来了。你们不要跑远了啊，就在这一片，我去挖点野菜，摘点浆果啊。林安娘会做很多吃食，都是之前跟着厨师父亲学会的。这次她打算制作父亲最拿手的酸枣糕和野菜盒子。使用秘方制作出来的酸枣糕非常开胃，让人回味无穷。那野菜盒子更是堪比肉食，香得很。剩下的野菜，她打算制作成咸菜，各种咸菜可以搭配螺丝肉一起炒，更是香得要命。这当然要感谢山神娘娘，没有山神娘娘的赐福，那天晚上都不一定能撑得过去呢。另一边，您的信徒已经提供300信仰值，成为终极信徒，是否为他开启神赐通道？神赐通道？神赐通道其实就是你花费信仰值，从神灵商城这边兑换东西，然后再赠送给那些信徒。之前你不是想要兑换一些高产作物吗？这个神灵商城非常灵活，你想要的东西全都有，毕竟这是为神明服务的商城。神灵商城开启的前提是成为实习神明吧？神赐通道不一定都得赐予食物，你也可以给林安娘传送一些食物的方法，只要你会的都可以传输过去。于洛懂了，神赐通道相当于高级版本的传声筒，它这里有很多食物，以及一些香皂、香水、玻璃镜子、消食制冰，甚至水泥的制作方法。但管理信徒就像管理一所公司，肯定不能一股脑的把这些内容都传送过去，肯定是要奖罚分明的。林安娘最近做了不少事情，带来了林家村的村民。这2天又一直在观察那个伪神的信徒，确实应该奖励。神赐通道1周只能开启1次，你得想好了。以后如果这个信徒升级为高级信徒和狂信徒，你还能使用神降术降临到他们的身上。不过神降术只能1个月开启1次，等你把神明等级提升起来，会缩短神降术的时间。我如果降临到他们身上，会对他们造成损害吗？你怎么会这么想？无论神赐通道还是神降术，都是对信徒有益的事情。前者能得到神赐之物，后者能够修补身体。毕竟他们可是沾染了神明的力量，又不是触碰了什么孤魂野鬼。1个月施行1次神降术，是为了让那些信徒吸收你带来的残余能量，不然就吃人参一样，吃的太多不就补过了吗？原来是这样的，还以为神降术会对信徒有什么损伤呢。等等，那我不就成了唐僧肉了，还大补呢？于洛打了个寒战，突然想到了一种可能。他觉得伪神的味道不错，那么其他的伪神是不是也觉得自己的味道不错？如果按照系统所说的，自己是这个世界唯一的神明，其他的都是窃取信仰的伪神，那他不就是一个香饽饽？想到以后群狼环伺的场景，于洛觉得还是得加快速度。他将目光投向正在挖野菜的林安娘。荒山中，林安娘已经挖了2个背篓，她将所有野菜和各种各样的野果收集在一起，轻松地背在后面。娘，你快来看看，风哥哥说找到好东西了。林安娘挎着背篓走过去。林婶婶，妹妹说好东西一定挖走。说着，他又抱着妹妹来到其他标记木棍的位置，介绍道：这些那些全挖走，还有这个。好，那您等着，我这就开挖。林安娘并没有任何怀疑，对她来说，林峰和林露都是受过山神赐福的人，成熟一点怎么了？
别说找一些宝贝，就是林露直接长大成人都不带疑惑的。这是珊珊。林安娘掂量掂量珊珊的重量，面色惊喜。虽然她看不出来这是什么年份的，但按照这个重量来说，肯定不低。其他宝贝在哪里啊？带我过去挖。没过多久，他就挖出来5株山参，还有一些珍贵的药材。小小的林露眨着水汪汪的眼睛看着他，发出咯咯的笑声。我给你们都放在背篓里了，等回去之后呢，你们就找公孙老太太看一看，让她来算一算这些药材能值多少钱。林珊珊，妹妹说这些秀秀和猪猪找的，你们的。林安娘转身看着林秀2个小丫头一脸茫然的样子，就明白了。这是你和妹妹找来的药材，你们以后用钱的时候多着呢，就收着吧啊。真的，妹妹说的。当然，这是林峰心中的想法。在他心中，林安娘就是救了自己一整家的大恩人，就是全部给出去也都是值得的。他还是戳了戳怀中的妹妹。一片绿叶稍然伸长，卷起小背篓里面的另外几株药材，放在对面那个大大的竹筐里面。等回去再说吧。林安娘把这个小背篓放到自己的竹筐里面，她正要带着几个孩子离开，突然停住了。林安娘顺着脑海中神明的声音，看向旁边扔在地上的树根。这个树根又老又皱，但块头挺大的。她当时还想着重新埋进去呢，然而感受着脑海中的这些画面，她彻底愣住了。这种树根居然能吃，能包饺子，还能当做主食。娘，我们怎么不走了？等等！林安娘瞬间撸起袖子。林家村，你确定以前在红瑶村都没有见过他？老祖宗，这你就放心吧，我们从小和宁家的3女儿一起玩的。宁香巧她真的不长这样，我们还费解她嫁来这里，为什么一次门都没有回过呢？正在绣花的宁香巧面色苍白。如果自己的身世是假的，父亲、母亲甚至哥哥姐姐都是假的，那她到底是谁？真正的宁香巧为什么顶替自己的身份？她以前的身份难道来自大户人家？老太太挥了挥手，让人给那年轻男子10两银子，放人离开了。老太太，我这边的10两银子已经花出去了一部分，没办法给你了。不过你放心，我做秀活挣了钱，一定会第一时候把这10两银子还给你的。我活了这么大岁数，钱财对我来说已经是身外之物了。如今老太太我就想着林家村能过得好一些。你现在也是林家村的村民，被人顶替身份也有我们村的问题，你就安心等着吧，我一定会为你查出来的。哎呦，老祖宗啊，老祖宗！怎么了？是不是林根柱过来了？小娘子，你不用怕，就在我这里，我看他敢不敢过来。谢谢老太太，那些家当已经被我藏起来了，我不怕的。老祖宗啊，不是林根柱回来了，是安娘子回来了。安娘子扛了一大堆树根，说要给我们吃呢。安娘子要给我们吃树根？公孙老太太神色古怪。哎呦，安娘子啊，这种树根真的能吃吗？安娘子，你不会在骗我们吧？只有饥荒年才能落得吃树根的下场，明年都没到呢，你就已经把树根扛过来了。一群人嗓门非常大，快就把这件事情传遍了整个村子。那边林老太太、林老爷子也听到了。就是个会作妖的，你把树根挖来给咱们吃，不知道老祖宗为什么这么信任他。你自己在家里说说就得了，可千万别再去招惹他了，不然呐，他再一脚踹碎咱们的房门，哪还有银子去修补啊？知道啦，咱们老大明年就要考试了，这次肯定考上童生，就让老三媳妇儿带着他2个女儿后悔去吧。反正现在他们3房是沾不到咱们的光了，有他们后悔的。六叔，安娘子在老宅请我们吃东西，你们去不去啊？去什么去啊？大树根是人能吃的吗？以后有关老三媳妇的事啊，不要再叫我们了。
他早已经不是我们家的人了。早就跟你说了，不要去找这家人，你偏要过来。那后生也非常无语，发誓之后再也不来了。林家老宅，我跟你们说，你们要去买粮食就赶紧买，县城那边又涨价了，我们这批人去得早，是在他们涨价之前买的。哎呀，那群奸商啊，实在是太坏了，偏偏这个时候涨价。那几家凭借着这些粮铺，不知道吸了我们多少血汗钱呢。这也没办法，谁叫县城就这么几家粮铺呢？粮食要是再涨价，我们就买不起了呀，怎么囤粮食啊？哎，老祖宗不是说了，他已经联系了崇州那边的粮商，到时候呢会运来一批粮食吗？老祖宗亲自谈的价格，肯定不会像县里卖的那么贵呀。咱们再等一等。哎呀，多留些种子吧，到时候啊，咱们去山里种，就算收成不好，能勉强果腹也行啊。是啊，只要咱们能挺过这些灾难，这以后啊，肯定是丰收年。哎，你们说这安娘子到底能做出什么东西啊？她扛了这么多树枝回来，这是要干啥啊？哎呀，不知道啊，安娘子还要请我们吃饭呢。难道是干炒树根、凉拌树根，或者是清蒸树根？这个葛根皮呢，一定要削干净了，不然做出来的食物啊，里面会有沙子的。接着呢，我们需要把这些葛根切成小块的，加入清水吹成泥浆。这些水呢，是需要用布来过滤的，过滤掉这些葛根渣。安娘子，就是这些混合树根的粉，真的能做成饺子和面条吗？老太太，这是山神娘娘告诉我的，我现在把这个步骤展示出来，也是不想让山神娘娘的恩赐被浪费了。这是山神娘娘的恩赐，那这几口缸可要好好的保护，谁都不能轻易靠近。对了，老太太，你看这些山参都是什么年份的呀？还有这些药材值钱吗？这5株山参里面有3株都是100年的，其中2株是60年份的。这都是你们在荒山那里挖出来的吗？这运气也太好了。好，你们要是想把这些东西都卖出去的话，估计能卖个1000两银子。不过最好在府城。啊，1000两银子，这么值钱的吗？这是峰哥和露露挖出来的，你收着吧。露露挖出来的。安娘子，你这就是和我们客气了。我和2个孩子都是有你的帮忙才救回来的，不然我早就凉透了。要不然这样，过几天我可能要请安娘子去府城买些东西，你把这些药材交给安娘子，让她帮忙卖出去，得到的银子分她一部分，如何？如果你觉得剩下的银子还有很多，可以多买一些粮食，剩下的给山神娘娘修建神像，怎么样？我这些年没怎么花钱，也存了不少银子，到时候你出一部分，我代表林家村的其他村民也出一部分。安娘子，我们来了。安娘子啊，这是我家种的菜，你要是包饺子的话呢，就把这些菜用上吧。安娘子啊，这是我外面挖的野菜，
这种野荠菜呀，可好吃了，用来包饺子非常香。对了，安娘子呀，我们能看看那个树根吗？他们到底是怎么吃的呀？这些都是树根制作出来的，这怎么跟面粉似的？怪不得说能做饺子呢，也太像了。哎，我记得这种叫做葛根的树根，这大山里头多的是呢，有很多，到处都是那种块头很大、非常大的葛根。哎呀，对呀，当初在荒山上面盖房子的时候，我还扔掉很多呢。现在想想啊，真的非常可惜啊。如果到时候粮食吃完了，咱们是不是可以多挖一些葛根当饭吃啊？幸亏我来了，这个葛根粉制作出来的饺子软软糯糯的，比正常的饺子还要好吃。我倒是觉得这个面条更香一些，比正常的面条还要软，实在是太好吃了。嘿，当然我们得感谢山神娘娘，如果不是山神娘娘赐下这种吃法，我们怎么可能知道啊？山神娘娘这是想方设法的为我们着想啊，她怕我们囤不到粮食饿着，就赐下了这种神奇的吃法。然而直到现在，我们其实并没有真正的为山神娘娘做过什么。德允和重九那两个家伙呢，让他们两个看一看山神娘娘对我们到底多么仁慈，省得整天在这里怀疑这怀疑那。老太太，您忘记了吗？昨天您给他们两个派任务，让他们去迎接那位粮商了。这几天不行，我打算去县城里面卖一些吃食，还要去盯一些人呢。安娘子，你放心，肯定不会这几天就去的。当然得先完成山神娘娘的任务，等这边的事情了结，你就可以出发了。把两个孩子放我这里就行了，只要有老身在，他们两个一定是最安全的。我娘正在做饭，你不能进去。哎，小丫头片子你！没什么事儿，我走了。行了，你们快去睡觉吧，明天我一个人去卖吃食就行了，
到时候啊，你们跟着公孙老太太一起玩啊。娘，我带着妹妹等你。你的终极信徒林安娘连夜制作了酸枣糕、野菜盒子，正在前往县城。你的终极信徒在大河村停了下来，他发现了几个伪神信徒，是否进行明示？你看你生的这个该死的丫头片子有什么用？动不动就哭，人家隔壁生了一个大胖小子，从出生起就没有哭过，多懂事。你说我女儿该死，那你怎么不跟村里的老婆婆一起求儿子啊？不就是害怕吗？哪有孩子不哭的？珊珊娘娘，这些人生下来的孩子都不正常，马婆婆那家还和以前一样，我再去县城那边看看。你说我女儿该死，那你怎么不跟村里的老婆婆一起求儿子啊？不就是害怕吗？哪有孩子不哭的？那些人求出来的儿子都不是真正的孩子吧？感觉他们都没有灵魂。这些孩子都是伪神的分身，他将自己的力量注入那些孕妇的身上，强行扭转性别。但与此同时，那些孕妇也承受不住这种力量，都会暴毙，对不对？你不是已经全都看出来了吗？那些孩子确实是伪神的分身，在他们的母亲被推入那些院子的时候就已经没了性命。那些为了生儿子付出性命的母亲，还有他们的孩子，就是伪神收取的代价。所以说，只是一个低级伪神呢，就是贪婪，一点都不知道收敛。其实这种低级的伪神很容易被发现的，这些孩子的古怪，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谁叫他们明明已经意识到不对劲，还拼命地凑上去想要求儿子求孙子呢？如果你想要对付这个伪神，让林安娘找到伪神所在的那个院子，直接打碎神龛，把他的力量抽取过来，就能彻底解决他。抽取那些孩子身上的力量是没用的，只要伪神的主体不灭，他可以凭借着那些信徒源源不断地将自己的力量传送过来。如果这个低级伪神升级，他以后甚至能降临在这些孩子身上，为自己招揽更多的信徒。不能任由这个伪神继续成长，一定得提前解决他。林安娘已经挑着东西来到县城，正在售卖酸枣糕和野菜盒子。这个酸枣糕看来挺好吃啊，卖得这么快，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逮住一只酸枣糕味道的伪神。于洛心中叹息，他正要关掉面板，突然看到熟悉的标记越来越近。这个标记是大河村那个马老婆婆的标记，这个家伙居然来县城了。他迅速传音，让林安娘挑着东西朝着那个老婆婆靠近。哟，这不是林家村非常有名的安娘子吗？听说你的力气非常大，很多男子都不如你。你看你一个妇道人家，要这么大的力气做什么？不还是得出来做活？
与其在外面抛头露面，挣着3瓜2枣的，不如早点要个儿子，还能挺直腰杆儿。你看我这儿媳妇儿，马上也要生一个大胖孙子喽。林安娘仔细查看站在后方的那个女子，对方的肚子已经鼓得非常大，但面色却格外苍白，没有一丝血色。马婆婆，你说的对，确实得要有个儿子，不知道你那边有什么土方法吗？你家丈夫不是已经没了吗？难道是想要去外面偷汉子啊？白天我就去告诉林婆子，让她狠狠地管教你。你这个……嘘，马婆婆呀，你可得小声点儿。这边的人脾气都不好，万一别人觉得你很吵，过来揍你一顿怎么办？你听我说，虽然我家丈夫前段时间没了，但是呢，我早在几个月之前就已经怀了他的孩子。不信你问问林家村的公孙老太太，她最清楚了。我这辈子呀，就这么一次机会了，可不得拼个儿子吗？马婆婆，你有什么办法可以告诉我，我给你10两银子作为报酬，怎么样？你当真愿意给我10两银子作为报酬？我可告诉你，这个方法我是不会轻易外传的，不然别人都过来求我，我怎么能应付得过来呀？马婆婆你放心，我是那不懂事的人吗？为了那没有见面的儿子，我也得把这事儿给瞒住呀。这个呢是我自己做的吃食啊，你回去啊用油煎一煎，香得很。如果你真的有这个想法，那就待会儿跟我一起去一个院子里面，到时候我给你求钱，让你也有机会生一个儿子。先说好了，这10两银子你得提前给我，少一个子儿都不行。林安娘立马把10两银子塞了过去。另一边，已经接到山神娘娘传音的公孙老太太，听好了，到时候你们就这样做。公孙老太太叮嘱了一遍又一遍，这几个农户家里的老人还是有些心动。老祖宗，这件事情我们也听说过，只要信仰那位送子娘娘，好像真的能生儿子。我那老姐姐都抱上孙子了。是啊，公孙老太太，这位送子娘娘给附近的几个村子都带来了男丁，怎么能是要挟呢？我都不知道，咱们林家村的村民如此偏颇，觉得女儿的不是自己的骨肉吗？怎么，我这位老太太也是女子，以后是不是就管不了你们了？马上就要经历战乱和饥荒了，到时候你们连自己都养不起，还寻思这些，我看啊，就是吃得太饱了。难道你们不知道，但凡和那送子娘娘求过儿子的孕妇，全都难产死了吗？你们如果不想要自己的性命，尽管去尝试。算了算了，如果这种求子是用自己的性命来换的，那他还是要自己女儿吧。你们清楚就好，这可是山神娘娘布置的任务。山神娘娘都说那个家伙是要挟了，还能有假？到时候谁要是被那些人蛊惑，我就替我二儿子做主，直接把你们驱逐出去。好了，都去转一转吧，和你们那些老姐姐老妹妹问一问，想办法混入那些送子的宅子。完成这次的任务，说不定山神娘娘还会为我们赐福，或者告诉我们其他食物的制作方法。可都掂量好了，哪个才是最重要的？县城，林安娘成功打入马婆婆的队伍，跟着对方朝着熟悉的宅院走过去。然而走到半路，她却感觉有人在扯自己。林安娘转头一看，发现是马婆婆的儿媳妇。这个挺着肚子的女子正在对她摇头，干裂的嘴唇正无声地说着什么。她仔细分辨之后，发现这个女子说的是不要去。林安娘瞬间就明白了，这位儿媳妇估计也察觉到了什么。不用担心。她也做了嘴型，然而对方明显非常焦急，再次用力扯了扯。她的力气再怎么大，也大不过林安娘，差点仰倒过去。林安娘一边扶住她，一边暗中观察路线。清平，你这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你，不要在这里耍花招，不要妄想逃跑。
我还等着抱孙子呢。你要是把我的大孙子给弄没了，我要你的命！呸！那位女子的面色更加苍白，下意识地抓住林安娘的袖子。林安娘轻轻地安抚了一会儿，终于又看到熟悉的院子。院子外面还有其他几个孕妇等着，这些人大多数都是婆婆带来的，还有几个是丈夫带来求子。她们身上穿的衣服各不相同，有女子身上穿着绸缎，一看家境就不低。看到这次居然多了一个人，顿时面色一变。马婆婆连忙走上去，低声说了一会儿，又塞了1两银子。我骗你干嘛？她就是隔壁林家村的，一连生了2个孩子，全是赔钱货。这不又怀上了孕，想拼一个儿子吗？她已经怀了3、4个月了，勉强符合我们的标准。既然有你的全力推荐，那就进来吧。哎呀，走快点儿，你可别四处张望，跟没见过世面。林安娘走进去一看，这个宅院虽然在外面看着挺大，但里面能用的空间其实不多的，因为大部分的阴影处都放了一堆又一堆的箱子，又在外面用铁锁紧紧地锁住，看起来像是一个又一个被封锁的棺材。明明外面是艳阳天，林安娘走在院子中却感觉非常阴冷，有一种鸡皮疙瘩都站立起来的感觉。下一秒，山神木雕散发出一阵又一阵的暖意，驱散了这股寒冷。到了。那个垂着眼皮、双目浑浊的老婆婆走到一扇高大的木门之前，林安娘隐隐约约能够从木门之后听到一阵又一阵的惨叫声，还有歇斯底里的吼叫。冯清平明显抖了抖，开始剧烈挣扎起来。把他们绑上。您的终极信徒林安娘混入伪神的范围，是否通过神像为她展开庇护？开启庇护。于洛打开系统面板，发现不止林安娘，林家村的其他人也展开了行动。他一一开启庇护，并没有直接开启全景地图，而是选择录制。直接开启全景地图，就是将自己的目光投过去，很容易让那个伪神发现。倒不如开启录制，先观察系统面板，等结束之后再看录播。他可真是个机灵鬼。哦不，他是聪明的神仙。您的终极林安娘听到了惨叫，她发现了关键之处，但旁边的几位孕妇被抓了起来。她正在想办法解救，是否为她提供方案？提供方案？这种情况下，怎么做才能解救那个孕妇呢？越是紧急的情况，他越是冷静，脑子转得飞快。有了！等等！眼看着冯清平就要被拖进去，林安娘连忙开口：“安娘子，你干什么？我儿媳妇马上就要被宋子娘娘赐福了，你可别打扰我们。”马婆婆，咱们别生气，别生气，我不是打扰你们，我只是想提一个建议。马婆婆，我父亲以前呢是给人家大户人家做厨子的，京城的那些富贵人家对于那些黄道吉日啊都非常的重视。正巧今天不宜出门，不然马婆婆你问问自己，这一路上是不是遇到什么东西了？这种时候呀是最不宜拜神的，咱们现在呀就把清平送过去，万一让宋子娘娘也沾染了咱们身上的晦气怎么办呀？这不就惹怒了神明了吗？到时候宋子娘娘一生气，你哪儿还有什么大胖孙子啊？哎呀，那可怎么办呢？对了，这3天后呀就是最近的黄道吉日了，最适合拜神求子了。到时候你们生出来的孩子以后呀肯定都健健康康的，小来宋子娘娘知道你们这时候把人送过去了，那也都是非常高兴的。老姐姐，你说这……那行，你们就3天之后再把人送过来，一定要记得要在孩子生下来之前，不然你儿媳妇生个赔钱货，可别怪我没提醒你。行了，既然今天不把人送进去，你们全都回去吧。3天之后
准时送过来。如果出尔反尔，就等着送子娘娘的惩罚吧。没过多久，他们全都走了出去。挺着肚子的冯清平明显松了口气，但也有孕妇觉得没有立马被送子娘娘赐福，面色沮丧。我们就这么离开了？不离开还能做什么？还留你在那儿吃饭吗？3天之后你再过来，到时候我让那姐姐给你送一碗送子娘娘赐下的神水。生孩子之前你再来一趟，就等着抱儿子吧。行，那到时候再过来。等分开之后，他特意跟着那些孕妇查清楚这些人的地址，这才退了回去。这时候已经快到下午了，他的肚子饿得咕咕叫。本来想要拿钱买些东西带回去，却突然想到所有的银子都已经用光了。算了，回去吃也是一样。他转身就要离开。安娘子，安娘子！安娘子，这是老祖宗还给你的20两银子。公孙老太太不欠我的银子呀。咱们几家都有银子的，这些是山神娘娘给的。山神娘娘给的？林安娘愣住了。那个汉子一边傻乐，一边讲了林家村里面发生的事情。你是说去寻找格格的村民都收到了山神娘娘赐下的人参和药材？是啊，安娘子，那白白胖胖的人参突然就出现在我们脚下，大家都有呢，这就是山神娘娘给的。我们已经问过老祖宗了，老祖宗说过几天把这些人参和药材都卖出去，卖出去的银子放在宫中里面，咱们做任务的花费都特意在里面取。这20两银子是老太太提前支给我们的。林安娘想到之前给出去的10两银子，心中又暖了暖。这才是真正为百姓、为信徒着想的神明啊！您的信仰值已经达到7000，请再接再厉哦。终于快到1万了，还有3天时间，怎么也能凑够1万信仰值。到时候直接打到那个伪神的家门前。县城，林莲打开门，看到母亲又和隔壁的童生娘子手挽着手回来，顿时有些焦急。她把人拉回院子，低声道：“哎呀，娘，不是和你说过了吗？最近这段时间，附近村子里面人经常跑来县城买粮食，你还是别出门为好，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你想过我和星辰吗？我们就是靠着这个身份，才能在县城立足，才能有这个生活。如果有一天能联系上那边的亲人，说不定啊，他们还会寄银子过来呢。但如果被发现，咱们可就什么都没有了。爹如果知道你骗了他，还会对你这么好吗？女儿，你放心，我接下来都不会出去了。如果有什么需要买的，就拜托隔壁的婶子。希望娘能说到做到。对了，女儿，听我娘说，附近的村子出现了特别灵的送子娘娘，你说我要不要乔装打扮一番，也去求一求？我再要一个儿子，肯定能彻底抓住你爹的心。哎呀，娘，你想什么呢？咱们哪里养得起另外一个孩子啊？哎呦，赶紧回去休息吧。隔壁，李倩回去之后，家里已经做好了饭。表嫂，我拜托你的事情问出来了吗？沈婉欣对那送子娘娘的事情也不怎么了解，她只是在街上听人家说的。陆勇，你追查那送子娘娘做什么？那只是乡下几个村子的信仰而已，人家可是神仙，你能查出什么来？表嫂，这非常重要的，关乎到很多人的性命。哎，好了好了，我给你继续问问就是。吃饭了，吃饭了，有什么话吃完饭再说，别在这里嚷嚷。骆勇沉默地吃了饭，等他离开之后，来到了徐知县这里，将最近调查出来的事情报告了上去。我就说那个送子娘娘有古怪，那些求子的人家没一个产妇能活下来，这是哪门子神仙？就是邪魔。县太爷，但是这些人家确实都求来了儿子，我怀疑这可能不是什么歹人作祟，很有可能是那些存在。不行，不能任由这个家伙继续发展壮大，不然我们整个县都得沦陷。徐知县在记忆中
曾经看过这种被妖邪侵占的县城，整个城市都被封锁了，看起来像一个荒凉的鬼城。他可不想自己刚刚赴任没多久，荒县就彻底成了荒地。你继续跟着那群老婆婆，必要时候采取强制手段。骆勇又从窗户跳了出去，他顺着几个老婆婆离开的方向追过去。这个时间，林安娘正拿着银子买东西，她打算给2个女儿买一些甜嘴的饴糖，再给山上的房子添置一些家具。两人擦肩而过，骆勇正好停下来打听那几个产妇的家庭信息。是的，几个大着肚子的产妇啊，她们旁边还跟着自己的婆婆。没什么，我就是追查一个案件，需要找他们问点事情。这可是官府办案，你们千万不要把我问你们的这些话说出去。林安娘简单的听了一会儿，若有所思。她没有选择跟上去，因为这个捕快非常警觉，只是投过去目光，对方都会警惕的看过来。官府的人也注意到那个伪神的动静，说明这个新上任的知县还挺负责，不然以之前那个知县的性子，就是伪神彻底成长起来，他还在那里阿巴呢。你还会用词啊？那可不，这都是从你的意识海里面提取出来的。什么？你提取我的记忆？系统拿命来！没有，就是偶尔接触到一些记忆碎片。你就是偷看我记忆，别跑！停，你刚刚不是说官府也注意到了那个伪神的动静吗？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世界的官府。其实这附近的几个国家对于那些伪神也有一定的了解，他们将伪神称为妖邪，只不过这些国家害怕引起混乱，目前还没有将这件事情在明面上说出来。所以妖邪和神明端看那些皇帝怎么解释吧。就是你理解的这样。于洛不由得在心中感叹，这个世界由这么多小说缝合在一起，穿越者、重生者大乱炖，反派和主角齐飞，甚至还有一些伪神暗戳戳发展势力，可真热闹啊。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不也是机遇吗？这么多伪神，味道应该比较齐全吧？他的嘴都快淡出鸟了。这么多穿越者和反派，应该能提供更多的信仰值吧？小孩子才做选择，他全都要，都到碗里来。林干柱，你玩不起啊？输了20两银子了，还不拿钱？再借我10两银子，我一定能赢回来。就你那手气，还赢回来？做梦去吧！我家那娘们儿还偷偷藏着钱，你们等着，等我回去拿银子过来，让你们全输光。赶紧滚，赶紧滚！真是晦气，一定是我那婆娘给我传染的，不然我这段时间怎么一直都没赢？看我回去不打死她！别打了，我一定会把银子还给你们的。我家里真的还有钱，别打了，快打死了，打死人了！哼，打的就是你，谁让你欺负我妹子的？你是宁家人，你们不是说我那婆娘不是你们亲生的，让我随便打吗？呸！相巧是我认的妹子，我和那宁家的人可没有关系。你以后再动他一根手指头，我就直接把你的骨头捏碎。于洛正好也看到这么一幕，顿时乐得不行。果然还得是林安娘，不愧是他最喜欢的信徒。说教训人，立马就套麻袋去了，丝毫都不带犹豫的。您的信徒崔英和柳心被新生的伪神分身发现，陷入危险之中，是否花费300信仰值开启强力庇护？强力庇护开启之后，能够隔绝伪神的感知，您可以进行短暂的注视。开启。
什么东西？救命！救命啊！别嚷嚷，把那些老婆子喊过来，咱们跟他没命。你快把珊珊雕像拿出来！珊珊娘娘救我们！武家2个儿媳妇这才发现，那个刚刚出生的怪物竟然连五官和四肢都没有长好。如果不是那黑色的雾气遮挡，肯定更加的惊悚。原来这就是那些人求来的儿子吗？那些乖巧的孩子全都是这种怪物变的。两人心中发抖，武家3儿媳妇更是完全傻了。她之前还想着过来求子呢，这哪里是求子，这求的是怪物吧？世间怎么会有这种存在？他转头朝着后方看过去，发现那个被黑雾笼罩的婴孩竟然也拼命地朝着相反的方向跑过去，想要逃离金光所在的范围。等等！他悄悄地朝着黑雾的方向靠近一些，那个婴孩的身体更加抖了，将自己缩成一团，挤在角落里面。大嫂，我们快跑啊！嘘，你发现没有？这个东西非常害怕珊珊娘娘的木雕。翠英大着胆子走过去，发现那婴孩果然发出尖锐的嚎叫，然而被金色的光芒所笼罩，对方那尖叫声音都逐渐消失了，仿佛在演绎出无声的戏。翠英，靠近那个伪神分身。他下意识地朝着前方走过去，木雕绽放的金色光芒越来越盛，那个婴孩周身笼罩的黑雾也逐渐消失了，最后这个小小的身子彻底瘫倒在地上，露出没有五官的脸，还有那没有掌拳的四肢。武家3儿媳妇差点直接吐出来。我们现在可以离开了，快走！崔英听到山神娘娘的肯定，连忙拉着妯娌离开这里。你确定伪神那边不会发现？那当然了，你已经开启了强力庇护，就相当于施了个障眼法，伪神那边根本都察觉不到这边的情况。你不要以为分身死亡是多么大的事情，那个伪神的力量这么弱，怎么可能把所有新生儿都变成自己的分身？这种失误的情况是常有的，就连伪神那边也没法控制。你不信可以让信徒继续观察一会儿，待会儿那些老婆子过来收尸，他们不会惊讶的。这种失败的案例肯定非常多。所以说，那些类似棺材的木盒里面装的都是失败品吗？有失败品，也有成功品。伪神肯定想要创造更多的分身来保护自己，那些都是他给自己设下的最后保障。怪不得林安娘所在的那个院子里面放了这么多棺材呢。看来棺材最多的地方就是伪神真身所在之地了。得让那些信徒再来一趟，再给他们进行赐福，提升这些人的实力。县城，骆勇同样也在查送子娘娘的事情。他追查到了一处宅院，趁着没人注意的时候，悄悄地溜了进去。来到院子里面之后，他也第一时间注意到了那些被钉死的木箱，下意识地打了个寒颤。这个地方也太古怪了，我得小心一点。他来的时候刚刚好，正是那些老婆子收尸的时候。眼看着这些人走过来，他匆忙地跳到了其中一个木箱的后方。等看到那些人拖着什么东西过来的时候，他拼命捂住自己的嘴巴，一双眼睛瞪成了铜铃。因为这些老婆子用布袋装过来的东西竟然是惨死的孕妇，对方就这么被剖开肚子，血淋淋地拖过来。孕妇的旁边是一个看不清五官，同样血淋淋的孩子。等距离更近的时候，他终于看清楚这个孩子的模样，气得牙齿都在打颤。这群畜生肯定是他们直接将没有成型的孩子从孕妇的肚子里面挖出来。是。其中一个老婆子猛地抬头，朝着周围看了看。石婆婆，怎么了？有谁过来了？那个满脸褶皱的老婆婆又对着院子检查了一番，这才走了回来。没事，就是刚刚听错了。
我听到了陌生人的呼吸声，你们动作都快一点。前院那边还有几个老妹妹带着他们的儿媳妇想要过来求子呢，千万别让他们看到了。送子娘娘的愤怒，你们都不想体验的。这群人齐齐打了个哆嗦，用力将新的木棺钉上去，又快步离开了。离开之前，石婆婆又朝着院子里面看了看，若有所思。看来确实是我听错了。木棺后面，骆勇早已经将口鼻都捂住。他没有想到这个老婆婆竟然这么敏锐，能在这么多人中辨别陌生人的呼吸。临走之前，他看向满院子的木棺，目眦欲裂。所以说，这院子里面的木棺放置的都是这些凄惨的孕妇，还有那些提前被结束性命的孩子。来到墙外，骆勇并没有第一时间离开，他要把这些人的样貌全都记住，以后全都给捉拿了。英娘子，我说的还能有假吗？你们武家婆婆可是我以前的救命恩人，说什么我也会让那个老姐姐再抱上一个孙子的。没有我那老姐姐，我哪有今天呢？石婆婆眉开眼笑，态度殷勤地把他们送了出去。她把武家记在心中，顺势跟了过去。弟妹别怕，你没看到那个东西这么害怕山神娘娘吗？在山神娘娘的力量范围之内，她根本都不敢挣扎。可是，那孩子，什么孩子？他哪里是一个孩子？山神娘娘说了，他就是伪神的分身。早在这个孩子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他就已经被伪神的力量给吞噬了。你看到的只是躯壳罢了。大哥村的那些婆婆，还有附近的村民，求来的都只是伪神的分身，还以为自己得到儿子孙子呢。快走，我们得快点把这些事情告诉公孙老太太。公孙老太太和安娘子是山神娘娘联系最多的人，只要告诉他们，接下来就不用担心了。两人都没有发现，有一个人一直追在后面。公孙老太太，快开门，我们有重要的发现。开门的正好是公孙老太太，里面的林安娘正在用葛根制作新的吃食。林安娘用新的葛根粉制作了不少葛根凉糕和粉羹。先进来暖暖身子。老太太正要拉人进去，却突然顿住了。她再次打开门，朝着外面看了一眼。骆勇迅速远离了这个老院子，他敢确定那个古怪的老太婆肯定发现了自己的位置。他用了最快的速度一路狂奔，离开附近的几个村子，累得气喘吁吁，终于来到县太爷所在的院子。妈的，气死了，气死了！那前任知县每天都在吃屎吗？这账本是怎么搞的一团糟的？这些案件都什么跟什么呀？他手下的那些人会不会写字？脑袋没问题吧？哦，人家丢了2只鸡过来报案，哎，你直接又抢了人家2只鸡，这是人能干出来的事情？县里那些高价卖粮的粮商也不管，他妈的，他们是一组爷爷啊，护得这么紧。院子里面传来一道轰隆的声音，仔细一看，竟然是外出做任务的骆勇。哎呦，骆勇，你怎么了？怎么直接摔进来的？快进来！徐知县，我要上报天大的秘密。他把今天的所见所闻都说出来，提到那些孕妇和婴孩的时候，眼眸已经充血。那群该死的家伙，在院子里面快堆满了那种木棺，肯定是害死了好多人。县太爷，你可要为我们荒县做主啊！太惨了，实在是太惨了！我荒县的孩子们还没来得及看到这个县城，就已经没有了呀！有没有纸巾？快给我一张，说判行。县太爷，你可是县太爷啊，咱们能不能稳重一些？你让那些人看到怎么办呢？徐知县，发生什么事情了吗？没什么，这里没什么事情。县太爷正在搜查案件呢，你们在外面等着吧。外面的县城神古怪，他怎么隐隐约约听到哭声了呢？难不成？好，那你们忙，我先走了啊。屋里面的骆勇听得有些纳闷，他现在不忙啊。哎，徐知县，你快别哭了，咱们得想想办法呀。你说的对，
我得马上行动啊！你等着，我乔装打扮一番，和你一起去林家村看看。等等，县太爷，你要做什么？你亲自去看看。不行不行，绝对不行！徐知县，您绝对不能出这个县衙，外面这么危险，你公然反对那些粮商大户，又得罪了县衙的一些人，他们恨不得来套你麻袋呢。你出去之后还能回得来吗？那怎么办？我不自己去看看，怎么知道解决方法？我还想着改善我们县城的生活，让每个人都能吃饱穿暖呢。只要有那个妖邪存在的一天，我就睡不着觉。不行不行，绝对不行！你让开！不行！外面的县城又来转了一圈，笑得更加明显了，可算是抓住这个新来知县的小辫子了。不然这样，让县城大人陪我去吧。骆勇退了一步，反正他不会让县太爷涉险的。徐荣荣想了想，还是同意了。县城的位置虽然在他之下，但也是父母官啊，就应该为人民服务的。不要，我可不要加入你们的一环。公孙老太太，怎么了？你们在路上被人跟踪了，外面那些草木的情绪明显不对劲。不会是那些老婆子吧？不是年老的，是一个年轻的男子，还带着刀。带刀？还是年轻男子？难道是那些宅院的家丁？不一定，说不定是官府的人呢。那些捕快不也是带刀的吗？对了，老太太，我还没有说今天遇到了什么呢。我跟你们说，崔英将今天看到的那些画面讲了出来，她的模样还算镇定。旁边的柳星回忆起这些画面，都已经快晕过去了。来，吃一口凉糕压压惊吧。柳星下意识地张开嘴，将这一勺凉糕吃下去。果酱甜蜜，碾碎的山楂糕很软糯，那个凉糕更是非常惊人，又软又滑。不知不觉，柳星就把之前的那些恐惧给忘掉了，只是下意识在那里品尝。这件事情你们先不要说出去，明天随我去祭拜山神娘娘，山神娘娘会给我们指示的。武家的2个儿媳妇离开之后，公孙老太太瘫坐在椅子上，默默不语。老太太，你之前听说过这种事情，还是亲自见过？唉，我就知道没办法瞒过你们。几十年前，我确实见过这种存在，准确的来说，见过这种妖邪。当时我腿脚还算硬朗，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就和老伴儿一起出发去了黎州。我们在黎州的一个村子住了2个月，见识过这种妖邪。你敢相信吗？当时那个妖邪也是送子的，当时家家户户都求了儿子孙子，喜庆得不得了。我对于这种氛围非常不理解，就带着老伴儿离开了。谁知道偶尔回来转一趟，却发现附近几个村子的人都没了，仿佛一夜蒸发。外面都流传那几个村子被土匪屠村，我觉得很蹊跷，多方打听才知道，这些村民的死亡都和求来的儿子有关。这黎州距离这里这么远，妖邪能过来吗？这2个会是同一种妖邪吗？那些妖邪看不见摸不着，谁知道是不是同一只呢？安娘子，你觉得会是同一个吗？这黎州的距离非常的远，虽然2个送子妖邪作恶的手段都非常的相似，但是我觉得不是同一个。山神庙。不会的，那些已经圈定地盘的伪神不会轻易离开他们的老巢，他们不是正式的神明，只是在试图窃取信仰之力，离开了一定的范围就无法收取力量了。而你就不一样了，只要你能成为实习神明，无论你去了哪里都可以接收到信徒的信仰，那些信仰都是为你而来。说的这么好，我也得能出去才行啊。100多个信徒就扩大了几个台阶的位置，还掺谁呢？
好像也是的。他怎么了？赌的时候又输了钱，被人家揍了一顿，扔了出去，人到现在还晕着呢。可惜了。可惜什么呀？可惜那些人没直接打死他。林安娘忍俊不禁。娘，该休息了。孩子，我们赌对了。但公孙老太太还有一个神奇的经历没有说出来，除了那个宋子的村子，她还去过其他地方。走吧。娘，去哪里？当然去找你弟弟，让他机灵着点儿，多观察这几天出现的陌生人。公孙老太太脚步轻快，虽然不明白，但那老人还是跟了上去。我的老天爷啊！你差点吓死我！县长，来不及解释了，我们得快点出发，不然赶不上那些人的现场了。骆勇从小就学过武，力气还是蛮大的，直接拎着县城就跳出了院子。哎，别，你别这么快啊！先让我提裤子。哎，你大半夜的天还没亮，拉我出来干什么呀？什么案件值得这么拼呢？到底去哪儿啊？为什么要跑着去啊？骑驴不行吗？荒县虽然穷，但不至于一头驴都没有啊。不行，驴车太慢了，而且容易被发现，还不好放置。县衙就那么一头驴，万一被他搞丢了怎么办？所以我就很快了。嘘，大半夜的，咱们说话小心一点，别让人家发现了。陈县城简直要吐血，这到底什么事情啊？难不成大半夜的给那县令偷人？肯定没个正经事，不然怎么偷偷摸摸的？县城大人，你想什么呢？咱们是要去村子里，你别跑错方向了。什么？去村子里？另一边的林家村村民早就聚集起来了，他们有的点着火把，有的背着谷物，有的抱着准备好的新鲜水果。几天前半路离开的几位村民也在，他们神色愧疚，和自己的亲人站在一起。都洗干净了吗？都洗干净了。一些汉子红了脸，说起来他们还是第一次洗得这么干净了。很好，把火把点上，我们上山。公孙老太太也拿着一个火把，带头走上前去。她的身后是抱着孩子的宁香巧，林安娘和张家娘子则跟在最后，他们保护后方的村民。安娘子，你说我这个能力还能怎么用？我都尝试了很多东西了。要不然试试缝合人身体上的伤口，你那个能力这么的厉害，应该能让伤口愈合得更快吧？真的能给人缝线？那可是人呐！我觉得这应该就是这么用的。人身上的伤口怎么就不能缝了？你可以先从一些动物身上试试手。你说的对，山神娘娘赐给我这么厉害的能力，我绝不能浪费，一定让她派上用场，才不会辜负山神娘娘对我的信任。敬神明，正衣冠。跪拜3次。
希望山神娘娘保佑我们林家村的村民以后都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公孙老太太没有祈求太多，因为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这种愿望根本都不现实。在那些灾难来临之前，她期望林家村的村民能安全地活下来。荒山脚下，骆勇也找到了这里。他看着山顶隐隐约约亮起的火把，就知道自己来晚了，非常懊悔。我们上山。我们还要爬山？你想累死我呀？县城大人，您怎么了？骆勇一转头，发现陈县城竟然真的口吐白沫，两条腿一抽一抽的，好似得了巅峰。哎呀，县城大人，你快休息休息，接下来就让我去吧。等等，你给我讲清楚啊，我们到底是去干什么的？骆勇只好停下来，简单的解释一下之前调查出来的事情。他没有说太多，但旁边的陈县城早已经吓得汗毛耸立。什么？你竟然要带我去这么危险的地方？哎，不行，我要离开，我才不要调查这种恐怖的家伙呢！那些妖邪啊，一口就能把我给吞了。哎，县城大人，你也知道妖邪啊？你是不是曾经见识过？那就太好了，一个有经验的帮手，可比什么都不知道的怂包好多了。你说我是怂包？我堂堂县城可是朝廷派来的命官，怎么可能是怂包呢？你怎么说话的？还想不想继续待在县衙了？不好意思，县城大人，我刚刚说错话了。您怎么可能是怂包呢？您可是非常重要的朝廷命官呢。所以咱们就快点去吧，别到时候那些家伙全都跑了。走就走。陈县城哆哆嗦嗦地跟上去，擦了擦嘴角的白沫，挺直了两条腿。县城大人，您真的是非常英勇啊！咱们再加快速度。山神庙前方，于洛一边观看这些人的祭拜，一边查看信仰值上涨的数量。其实从昨天开始，信仰值就在飞快的上涨。武家的那2个儿媳妇提供了不少信仰值，今天公孙老太太又带着这些村民来祭拜，信仰值又上升了1小节。于洛立在山神庙上方，对着那群选定的人轻轻挥了挥手。下一秒，以武家大娘子崔英为首，之前去那些宅院做过任务的老人和年轻女子全都下意识抬起头，一直挂在他们身上的锦囊飘了起来，绿色叶片自动飞了起来，缓缓融入这些女子的眉心。她们只觉得一股暖意将自己围绕，这种感觉和之前进入那些宅院完全相反。周围的那些村民全都露出羡慕的表情，被山神赐福那是多么荣耀的事情啊！你这么高兴做什么？爹，我这不为星星高兴吗？他能获得能力是山神娘娘做任务了，以后我只要勤快一些，肯定也能获得能力。爹，你这副模样，不会觉得娘也得到山神娘娘的赐福，以后你就不如娘厉害了吧？说什么呢？有你这么说话的吗？嘘，你可小声一点，山神娘娘正在赐福呢。你知道还说话？爹，这不是你先说的吗？大嫂，你感觉到了什么？我感觉……崔英神色越来越古怪。大嫂，我感觉我的耳朵更灵敏了，能听到很远地方的风声。这边崔英也终于忍受不住，她将自己的右手甩了甩，被甩出去的根本都不是热风，而是一条长长的火蛇。这条火蛇无比的灵活，被甩出去之后甚至还张大嘴巴嘶吼了一声。天哪，这婶婶的能力好酷啊！娘，山神娘娘真的很厉害，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获得赐福啊？一共发放11份赐福，请查收。检测到你已经拥有20名能力信徒，是否抽取属于自己的能力？提示：你的神明等级越高，越容易抽取出来神明的专属能力。抽取。随着他的话音落下，系统面板上方凭空浮现一个巨大的转盘，随着转盘缓缓的转动，那些信徒的头像都会闪动，最后只有林安娘和林露的名字留下来，闪烁着流光溢彩的光芒。已抽取森林庇佑，升级为实习神明，
投入1000信仰值和神力可转化为山神庇佑，已抽取力大无穷升级为实习神明，投入1000信仰值和神力可转化为神明掌控。果然，山神的力量只能更强。山神庙所处的范围正是荒山，只要在荒山的范围之内，他都可以掌控，可以庇护荒山之中的所有人。看完自己的能力，他又开始检查那些林家村的村民，看看他们都觉醒了什么样的能力。崔英和柳心的能力，于洛已经看过了。那条火蛇是真的厉害，不是正常的火鞭可以相比的，还可以远距离操纵。柳心的能力也很重要，如果能继续提升，甚至可以听到几千米之外那些敌人的动静。至于其他人，有的可以穿墙，有的可以发出动物的叫声，短时间之内控制那些野兽，有的甚至长出了一双翅膀，有的能够融入影子中。看了一圈，于洛最后做出了总结，还是林安娘和崔英的武力值最强大，两人结合起来那就是王炸。检测到有陌生人正在爬荒山，是否放行？是昨天那个官府的人。那个捕快不是追查宋子娘娘吗？怎么来这里了？他想了想，还是让那个觉醒隐匿能力的妇人过去查探一番。等那个妇人和那两人越来越近，于洛也看到了清晰的画面。只见一个年轻的帅小伙用力扛着旁边胖胖的中年男子往山上走过去。那个中年男子都已经口吐白沫了，眼看着白眼都已经翻上去，还在嘟嚷着他一定行。爬个山而已，至于这么拼吗？如果我刚刚拒绝两人上山，这两个家伙不会气死吧？眼看着那个帅小伙把中年男子放下来，似乎想要做人工呼吸，但怎么都下不去嘴。最后他猛地对陈宪成扇了一巴掌。县城，天亮了。什么？起床了？县城大人，你别再睡了，这个地方有古怪，短短时间之内我都遇到好几波狼群了，正常的山里哪有这么多狼啊？他想到一种可能，那些丧心病狂的家伙不会将那些意外逝去的妇人和孩子喂狼了吧？陈宪成打了个激灵，顿时也不口吐白沫了，嗖的一下爬到了树上。哪里有狼啊？县城，你在这里等着，我去那边看看。别，你等等我，不要留我一个人呐！县城大人，你有没有感觉到周围好像有人？陈宪成已经快哭出来了，他一点都不想知道好吗？这两人是送上门的小点心吗？因为他在这两人身上都察觉到伪神留下的标记。那个年轻男子身上的标记就像甜甜的可乐味，而且还是冰镇的。至于那个胖胖的中年男子，那就不用说了，竟然隐隐约约散发着烧烤的味道。天哪，这到底是哪两个贴心的伪神，竟然标记得这么清楚，生怕他闻不到，还让这两个家伙亲自送上门来。不得不说，你挺幸运的，竟然一口气遇到2个伪神标记的猎物，其中一个伪神的力量已经勉强可以和初级神明相比。那个烧烤味道的。于洛越说越馋，谁能理解每天不吃不喝，嘴里没有一点味道的感觉啊？所以你现在就不用想那个烧烤味道的了，不过可以盯住这个可乐味道的。这个味道很近，那个可乐味道的伪神10来年前在这里出现过，他在荒县标记了猎物，还会回来。之前和你解释过，那些伪神都是不轻易挪动的，所以他的老巢肯定距离这里不远。争取把这个伪神标记的猎物拿下，以后你就可以守株待兔了。而且他们2个都是另一本仙灵小说中的配角，所以说你今天挺幸运的。这本小说叫做《冒牌小县令》，我真不想登基啊。描写的是一个叫做徐荣的大学生村官穿成冒牌县令徐如荣，看到荒县如此贫瘠，一边和那些奸诈的粮商斗智斗勇，一边带领县城的村民勤劳致富的故事。战乱中，他一次又一次在乱军的攻击之下守住自己的县城，一步步将青州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后来又一不小心捡了个皇位。现在正在爬山的这2个人是这位冒牌县令的左膀右臂，一个是未来的郑国大将军，另外一个是未来的左相。
这世界既然是这么多本小说融合在一起的，那肯定还有其他造反的小说，总不能一人做1个月的皇帝吧？这叫什么？皇帝轮流做？这越到我家？当然不可能，不然这个世界不就乱套了吗？且小说需要融入这个世界，肯定要符合这个世界的规则。世界融入这本小说的时候，也自动补全了一部分剧情。骆勇在书中是父母双亡的孤儿，在现实中，他的父母也确实早早离世，不过离世的原因却是伪神造成的。如果按照这种剧情发展下去，骆勇肯定逃不过伪神的捕猎。锁定陈县城的那个伪神距离远，他虽然能侥幸逃过，但以后的身体只会越来越差，说不定会直接猝死。你看，总榜右臂都没了。那个主角凭借着自己，能和其他小说中的造反主角、现实中的那些势力，还有汉中的伪神争斗吗？那肯定不能了。只是那个送子娘娘，他都没办法对付。不过，主角一般都是有光环的，如果能把那个县令拉拢过来，以后行事就更加方便了。对了，系统，我给这2个家伙做上标记的话，那些伪神会发现吗？现在不好说，但你成为实习神明之后，无论是什么等级的伪神都无法发现，毕竟都是伪神，怎么可能察觉出来真正的神明标记？现在有多少信仰值啦？目前是9999信仰值。眼看着最后的一个信仰值升上去，系统又道：恭喜你凑齐了实习神明所需要的1万信仰值，是否现在进行升级？升级。于是那些正在谈论赐福的林家村村民很快就发现不远处的山神庙里面发出了一阵又一阵轰隆声，山神庙的上方甚至还闪烁了一道金光。哎呦，神庙好像在动啊！山神娘娘显灵了！肃静，都在这里嚷嚷什么？还不对着山神娘娘跪下！公孙老太太带着林家村的村民俯身跪拜，他们紧紧地盯着山神庙那边的动静，很快就发现那一座小小的神庙几乎扩大了1倍，就连前面的石阶都多了几层。看到这种神奇的场面，这些林家村村民心中的畏惧更甚，连跪拜的姿势都更加虔诚。等山神庙这边的动静结束，公孙老太太领着几个人好奇地来到神庙里面看了看。山神庙的内部还和之前没有什么不同，不过那座泥塑的雕像却发生了细微的改变，神像多出了模糊的五官。即便如此，这些人心中也非常敬畏，再次对着神像跪拜了一番。是时候去找那个送子娘娘的麻烦了。他随手给那个县令小说里面的2个配角打了标记。正在爬山的2个人打了个喷嚏，骆勇左右看了看，他还是觉得有人正盯着自己。然而周围树影重重，只能听到虫子和鸟叫声，根本没有其他人。不对，他们这里怎么有3个人的心跳声？陆勇，你快看上面！发现山上走下来一群手持火把的人，这些人的速度非常快，最前面那个女子的速度犹如鬼魅，一眨眼就窜下来了。快，我们躲起来！陈县城，你快爬到树上去！我不会爬树啊！县城大人，你之前爬的速度不是挺快的吗？之前的速度快，是我太过害怕了。实际上，我从头到尾都没反应过来。县城大人，你不爬树，我就在这里做掉你！陈县城一个机灵，飞速地爬了上去。骆勇还算满意，也选了一棵茂密的树，迅速跳了上去。等这群人接近的时候，他仔细观察了许久，都没有在人群中发现那古怪的木棺和孕妇。难道已经处理掉了？安娘子，我带着村里的一部分汉子去修房子，你带着英娘子他们去找那个送子娘娘，切记万事小心呐！英娘子，我们走。林安娘把2个孩子交给公孙老太太，很快和其他被赐福的11个村民一起离开。娘，你放心，我们会乖乖的。林安娘看了2个女儿一眼，也挥了挥手。神像都带了吗？这群人全都点了点头，
尤其是崔英和柳欣，他们曾经见识过那种可怕的场景，恨不得时时刻刻都握住手中的山神木雕。别怕，只要是带着山神娘娘的木雕，你们都不会有事的。难道你们觉得那个送子的娘娘比咱们的山神娘娘还要厉害吗？听到这里，他们坚定地摇了摇头，绝对不可能的，只有山神娘娘有能力为这么多人赐福啊。我们都觉醒了特殊的能力，又有了神像可以自保，有什么好怕的呢？现在应该害怕的呀，是那个送子娘娘才对。经过他的一番鼓舞，那些妇人还真的不怎么害怕了，甚至还加快了速度。林家村所有人走了之后，骆勇跳了下来。至于陈县城，他是胆战心惊地爬下来的。陆勇，要不我们回去吧？就我们两个，怎么可能对付得了那个送子娘娘啊？骆勇有些挣扎地看了一眼山顶，最终做了决定。我们跟上去，他们肯定知道真正的送子娘娘在哪里。不是，我们还追啊！他只是一个县城，不是拉磨的老黄驴啊。县城大人，你不用担心，我早已经派兄弟们守住那些院子了。县城大人，你仔细想一想，如果我们不去的话，黄县得有多少人，有多少孕妇被这些家伙残害？你知道我当初看到的那个画面吗？那些人将孕妇抛开，残害里面的孩子，又装到木棺里面去，满院子都是这种木棺，他们得残害多少人呢？这一次我们有可能不会成功，或许下一次县令大人派来的人还是奈何不了这个送子娘娘，但是只要有一丝希望，我们就不能放弃。更何况刚刚县城大人你也听到他们说的话了，是不是？走，我们过去看看。看到陈县城悲壮的背影，骆勇松了口气。骆勇，陈县城其实是个好官，只不过这些年只有他一个人在反对前任县令，胳膊拗不过大腿罢了。我查过这些年的案件，有很多事情都是陈县城处理的，他帮了村民很多事。如果你和他一起去，一定要保住陈县城，你也要注意安全。追查送子娘娘的事情是非常急切，但你们的性命那是更重要的。安娘子，大嫂，怪不得山神娘娘不让我们和后面那两个人对上呢。他们一个是县衙里面的捕快，一个是县城大人。原来官府已经盯上送子娘娘了，就连他们也没有办法。山神娘娘不让我们管这两个人，是想让我们得罪官府吗？抓紧时间行动，山神娘娘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过多的猜测也没有用。到时候分头行动，我和英娘子、新娘子去石婆婆所在的院子，其他人3个人一组去其他地方的院子。不要害怕，林大爷呢会在外面接应我们，如果出了什么问题啊，他会第一时间把我们救出去。林安娘对每个人都叮嘱了一句，一群人很快消失不见。完了，他们分了4条路，是不是发现我们了？跟着他们，其他人都听那个人的。街道上人来人往，到处都是挑着担子的商人，还有一些外出采买的家丁。走，继续跟。熟悉的宅院映入眼帘，几个人敲开门后，佝偻着腰身的石婆婆打开了门。当她看到崔英和柳欣的时候，下意识皱了皱眉。你们2个怎么这个时候过来了？石婆婆，我左思右想，觉得还是得要个儿子，正好同村的安娘子也有这个想法，我就央求大嫂带我们过来了。石婆婆，我以前和素素认识，她和我说过你是最好的母亲了。你之前也是石村的人？石婆婆，以前母亲带我在那里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来又搬走了。你不该来的。石婆婆，我就知道你最好了，让我们进去求一求送子娘娘吧。我们儿子撑腰，肯定会被看不起的。我还想见一见素素呢，也不知道她过得怎么样了。你们都进来吧，都小声点，不要惊扰了其他客人。你们先在前院待着，我去后院处理一下事情。
你们干什么？怎么突然都站起来了？你也是来求子的？我才不要求什么子呢！但婆婆她非要我来，一定要我在这里坐上一段时间才能回去。这里无聊死了，什么好玩的都没有，有什么好做的？给，拿好了，危机时刻一定不要放手，它能救你的命。等事情结束以后，我会把这个木雕收回来。啊，等等，你们到底要做什么？石婆婆，我们已经把房门锁住，接下来就靠你了。石婆婆，送死娘娘这种状态什么时候才能好？大胆，这是你该问的事情吗？我们都只是人，怎么能妄图猜测神明？石婆婆，前院的那些客人怎么办？我们还接待吗？都急什么？松子娘娘不会有事儿，倒是小心你们的舌头和脑袋。开门！石婆婆，石婆婆，我们还是再等等吧。我说开门，让我进去。如果不安抚松子娘娘，所有人都得死。那里面竟然是松子娘娘。新娘子啊，你听到外面的动静了吗？那个官府的捕快有没有找过来？他带着那个胖乎乎的县城跟过来了，我要不要把他们两个引开？不用了，珊珊娘娘啊，让我们不用管这些家伙。你疯了？真的不知道要挟意味着什么？那些家伙连刀都不怕，只要锁定猎物，任谁都跑不了。上任皇帝都躲不过要挟的追捕，你以为他是怎么暴毙的？咱们在外面听一听得了，至于这么拼吗？这可能是最好的一次机会，我一定要去探个究竟。这个没脑子的家伙，最好的机会又怎么样啊？你有命回来吗？你等着，我去叫救兵过来。哎呀，真是上辈子欠你的。安娘子，这个就是陈县城。不用管他，官府的人肯定也不想现在被石婆婆发现的。好孩子，好孩子，控制住，我们再等一等，再等一等就好了。好孩子，我们先进去。不好意思啊，没控制好力气。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赶快跑啊！乌咪麻哄，要挟退！我来制服这个要挟。陆游，你快把他们都带走！刚刚不是和你说了不要出来吗？哎呀，我现在带你出去。不，我不出去，这也太厉害了吧！你疯了？这里可有吃人的妖邪。我相信他们都这么厉害，一定能对付妖邪的。我的娘嘞！你怎么突然变得厉害了？完蛋了！安娘子，你们什么意思？没看到我们这是来救人的吗？什么意思？还能有什么意思？好了，现在大家都一起完蛋。县城大人啊，你先退一退。没什么意思，就是我家山神娘娘想见一见你们的送子娘娘。山神娘娘，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小心！石婆婆，那些锁链要控制不住了。急什么？等他们出来再说吧。石婆婆救我们呐！送子娘娘侵染的所有婴孩都被我找借口运到这个院子里面，只要让这些家伙全部毙命，你们就赢了。送子娘娘也不足为惧，山神娘娘还不动手吗？再不动手，你们所有人都得没命。已经发狂的送子娘娘可不会管你们到底是谁，也不会管你背后的存在有多么的厉害。陈县城，你那个黄符还有吗？如果有的话，我们贴在刀上，一定能伤到那个送子娘娘。他们全都是奇人异士，我的娘嘞！
这个山神娘娘这么厉害啊！县城大人，当然没有啊！如果还有这种皇甫，我至于这么窝囊吗？你们两个普通人还敢来这里，是真的不怕死啊？你怎么，我就不能是奇人异事了？要不然你们以为我大早上的来这里做什么？吃闲饭的吗？我当然是为了送子娘娘来的。本来我是准备用刀的，但英姐那个火蛇也太厉害了，我还是决定用鞭子。这把刀先给你们用，用完了记得还我。那，县城大人，你就将就着用这把小匕首吧，反正你也不会用刀。所以这个院子里面最菜的只有我。你可要看着点，别把我的屠妖刀给磕坏了，把你们两个卖了都赔不起的。老人家，你放心，我一定不会让任何怪物冲出去。奇怪，这个小子好像没见过呀，到时候救还是不救？算了，还是再看看吧。这得害了多少人命啊！该死的妖邪，我不会放过你的！英姐，你的同伴为什么还没有出手？他还在闭眼。那个林姐姐也很厉害的，怎么不动弹了呀？放心，他们伤不到安娘子的。这是伤不伤的问题吗？是那些怪物有可能跑出去的问题啊！那个送子娘娘肯定隐藏在这些小怪物里面，千万不要放跑任何一个。坚持小半个时辰，我的师傅就能赶过来了，他能帮我们的。跑得还挺快。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啊？王姑娘，你知道吗？真正的神明，他的眼睛是金色的，充满着神性的威严，根本不是普通妖邪能比的。这个世界呀，早已经没有诞生神灵的条件，你问再多也没用。你别问了，反正你惹不起。
你们怎么这副表情？送子娘娘被解决了吗？这山神娘娘出手，肯定是没有问题。安娘子，刚刚山神娘娘在你身上显灵了。山神娘娘也太厉害了，你都不知道刚刚。我和你们说，只要你们的信仰变得更加的虔诚，以后也是有机会让山神娘娘施展神降术的。原来这叫神降术啊！我的山神娘娘嘞，果然是最厉害的。所以你们都不在乎周围有谁了是吗？剩下的就交给你们了。咱们审判那些人，你们的官府应该非常的清楚了吧？是的，我们官府非常清楚的。就连那个后来反水的石婆婆，我们也会带回去查清楚，不放过任何隐患。陆游，你带着兄弟们去把院子里面的其他人都抓过来。素素别怕，娘来接你了。素素，石婆婆，你说素素在这里？欣欣，谢谢你还记得素素。如果她知道还有人记挂自己，一定会高兴的。她出家之前还提到你呢。官府的人也来了呀，老身能不能求一个恩典，让我把女儿和孙女们的尸骨都葬下去？这些土坑有的新有的旧，应该是断断续续挖出来的。石婆婆，我们帮你抬吧。县城大人，如果把这些木棺都埋进去，要怎么查案？要怎么帮助他们找家人呢？你这个莽夫啊，那可都是妖邪留下的。别说咱们小小的县城了，就是皇帝都不敢沾染的。而且你觉得那些女子都是自愿来的吧？难道不是他们家人主动送来的？就算找到了又怎么样呢？你就少说两句话，咱们先把他们下葬。石婆婆，你认得出这些都是谁的孩子吗？辛苦你们了。你们想问什么，尽管来问吧。老婆婆，那个妖邪彻底没了吗？他能够控制的孩子都已经化为粉末，已经没有力量了。而且，
女儿虽然杀了那些人，但他们都是该死的。这些人害死了很多孩子。为什么这个世界也有这么可恶的人？我要去端了这个林河村，给所有的人做思想工作。原来这个世界的怨气真的会产生妖孽。你们也无需为宋子娘娘可怜，成为妖邪之后，她早就不受控制了。不然这个宋子娘娘为什么连那些可怜的妇人也一并害死了？你说的对，这个妖邪确实害了很多人。我听到临河村这么多人被害的风声，害怕女儿出事，独自一人来这里，想要把女儿带走。这个妖邪主动找了上来，告知我一切的真相。他用我女儿的模样迷惑我，让我以为自己的女儿变成了妖邪。直到我为他做了一件又一件事情，害了一条又一条人命的时候，才反应过来，这根本不是我的女儿。他只是操控我女儿的身体，在这里伤害其他人，试图获取更多的力量罢了。从那时开始，我就计划了这一切。宋子娘娘虽然可怕，拥有非人的力量，但她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必须依附我女儿的身体。最近这段时间，她对身体的控制力会大幅度减弱，因为我女儿的躯体快承受不住了。我一直筹划，在搜寻什么样的人才能对付宋子娘娘。直到我打听出来，这个世界还有一些奇人异士，他们拥有对抗妖邪的力量。所以荒村有妖邪的事情，就是你传出去的。怪不得我师父都听到了消息，派我过来呢。没错，我以为会有很多奇人异士过来，谁知道只有你一个。只有一个人对付妖邪，还是太冒险了。我不是对你不信任，只是出于谨慎考虑，我不能让整个荒县都置于危险之中，得确保这件事情万无一失。所以后来你故意露出破绽，让官府察觉到。我知道你是新上任的县令，从你刚刚来到荒县，我就注意到你了。你和那些酒囊饭袋的人不一样，你心中有热血，愿意为这个县城付出，也愿意为老百姓着想。我当然不会放过官府的力量。只有一个奇人异士和官府的人还不行。你们没有见过宋子娘娘，根本不知道她到底有多么可怕。如果不是她前期想要蛰伏起来，恐怕凭借着那些小怪物，都能将附近的村子全都给屠了。我还需要一个拥有绝对实力的奇人异士，能够迅速制服宋子娘娘。直到我看到崔英凭借着一个小小的木雕，就能让小怪物瑟瑟发抖的画面，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我终于等到了。我用宋子娘娘赐福的借口，把那些人求来的孩子带过来，关到木棺里面，又选择宋子娘娘实力最弱的这一天，把你们都放了进来。我终于做到了，为我女儿和那些女子报了仇了。
我的心愿已经完成，感谢你们的山神娘娘，谢谢她愿意出手，把我女儿从苦海中拉出来。安娘子，老身有最后一个请求，可以将山神娘娘的神像拿出来，让我拜一拜吗？到了如今，我也没什么遗憾。你们尽管抓人吧，我要去和女儿团聚了。你们告诉山神娘娘，小心石村的那个要挟。石婆婆为自己留下了最后一个木棺，那是她为自己准备的。从一开始，这位老婆婆就没有打算继续活着，她想自己女儿了。唉，安娘子，把他们都带过来吧，带着木棺来到荒山。见过县令大人。县令大人，你先让一让，我还得抬其他的木棺呢。好好好。侠女，一定要再回来啊！我还想着跟你学习呢。山神娘娘让我们带的木棺全都在这里了吗？你们继续调查吧，接下来还会有其他人过来，他们会把这些木棺都带回去的。林大爷给大家留下来一抹神秘的背影，就这么慢慢远去。接下来又出现了几位女子，这些女子有的背生翅膀，有的直接穿墙而来，有的将一部分木棺直接拉入阴影之中。短短时间之内，所有的木棺都消失不见。如果不是这些土坑，众人都会以为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徐如蓉还在接受这个奇幻的世界，陈宪成若有所思，骆勇和一群捕快神色呆愣。冒昧问一下，你们山神娘娘要这些木棺做什么？山神娘娘带走这些木棺，自然是为里面的所有女子祈福，把她们葬在荒山。不然，这种被妖邪侵蚀过的躯体是非常容易招来其他妖邪的。你们也是和妖邪打交道的，应该对于这一点非常清楚吧？徐如蓉和骆勇都下意识地看向陈宪成。这位鹰娘子说的没错，被妖邪吞噬的躯体很容易招来其他妖邪，因为妖邪之间也会互相吞噬的。你们就不用多问了。我也对于清除妖邪污染有所了解，说不定还可以过去帮忙呢，能让我去看看吗？听到这里，陈宪成都已经快晕过去了。你们不是荒县的官府吗？既然已经参与其中，那就一起去看看。陈宪成用力捏着自己的鼻子，已经快无法呼吸了。可以啊，山神娘娘早已经吩咐了。好啊。行，那等你们抓住这院子里的其他人，处理完事情之后就一起去吧。崔英拉着柳心离开了，留下来的陈宪成和王晴大眼瞪小眼。你知不知道你做了什么？你师父没有和你说清楚什么样的存在不能招惹吗？这不还有你吗？山神庙中，于洛捏着手中拳头大小的芝麻团，有些心不在焉。于洛皱了皱眉，又将全景地图转向大河村那边。大河村和临河村是相邻的两个村子，都求了送子娘娘。荒县县衙
陈县城正在记录石婆婆留下的手册，里面记录了所有求子的那些人家。徐如蓉也从那种震惊的状态回过神，正在询问骆勇今天发生的事情。大河村和临河村那些发狂的怪物都被山神娘娘的信徒控制了。我们几个过去的时候，一切都已经解决了，只剩下那些哀嚎的村民。这些人还让官府陪他们儿子。把这些人抓过来，关进去让他们老睡几天。那得抓多少人呐？县衙没有这么多人手吧？如官府能用的人也就10来个捕快而已，是真的非常凄惨。先抓几个跳得最狠的，将其他人的名字都记住，等县衙重新建立起来，再慢慢收拾他。陈县城，现在轮到你了。你对于妖邪了解的颇深，甚至清楚梁国开国皇帝暴毙的秘密。如今我们已经是一条线上的蚂蚱了，你不把事情讲得清楚一些，我们要怎么共同对敌？徐如蓉那双清澈的眼神瞬间变得凌厉，看得陈县城都有些打鼓。陈县城不想说吗？好，那我就去找王姑娘问一问，想来她会很乐意介绍你的。说，我这就说。其实我对于妖邪也不是那么熟悉，只是我师父常年和妖邪以及那些达官贵人打交道。你也有师父？怎么说呢？我只是他不记名的徒弟。我这个师父有一连串的徒弟，多的数不清呢。之所以能和他学那么一些本事，是因为我父母有钱，花钱送我过去的。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我。正是因为如此，我才能来到这个鸟不拉屎的县城躲过一劫。至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们就不要过多问了，知道的太多死得也快。我师父那么厉害的人都被妖邪困住，至今下落不明呢。梁国的开国皇帝都死了，无论你背后有什么背景，都不要轻易尝试的。梁国的开国皇帝被妖邪害死，这个妖邪是之前的三皇子，如今的新帝找来的，你师父的那些徒弟也都是他清算的，甚至连那个突然暴毙的太子也有可能是三皇子的手段。你怎么这么清楚啊？这还不简单，看谁是最后的赢家，然后再反推，一切结果都出来了。甚至他还猜到，那个三皇子成为皇帝之后，也拿妖邪没有办法，很有可能被妖邪反控制。徐如蓉觉得还是挺庆幸的，庆幸自己没有开局就穿到京城，这肯定要面临地狱模式啊！陈县城脸颊抖了抖，他是彻底佩服了，以后跟着这个县令混也不是不可以啊。实际上，等这些人都离开之后，徐如蓉双腿一软，瘫坐在地上，深吸了口气。今天的表现不错，继续加油，已经把他们都唬住了。县衙外面，王晴收到了师傅的传信，得知师傅被另外一个妖邪缠住的时候，他有些焦急。肯定又是那个化作美男子的妖邪，实在是狡猾，不要脸。谁？这个小姑娘还挺警惕呀，能察觉出来有人躲在暗处。系统，她的师傅挺厉害，应该也是小说中的主角或者配角吧？你猜对了，她的那位女师傅是非常重要的配角，而王晴是一本女频捉妖文里面死后重生的主角。当然，她现在还没有重生，没有经历过那些悲惨的事情，或许有你的干预，她不需要再重生了。所以，王晴会遇到致命的威胁。接下来的剧情是什么？于洛一口将黑色雾气凝结成的芝麻团吞掉，眯了眯眼睛。这浓浓的白桃汽水味道还真是不错啊，久违了。吞掉送子娘娘的所有力量之后，他明显感觉自己的神力有所提升，只不过神明等级和信仰值没有任何变化，看来升级的路径还得发展更多的信徒。这本捉妖文的小说融入世界之后，他们捉的妖都变成了那些妖邪，
其实现在王琴已经身处剧情之中了。在这一次捕捉送子娘娘的行动中，她受了重伤。王琴在回去的路途中被师傅认识的那个男妖欺骗，对方斩她的断筋骨，将她囚禁在暗室里面，每日折磨。王琴就这么被折磨3年，她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妖邪偏偏找上自己。直到有一天听到这个妖邪的解释，才明白一切。因为他的体质非常罕见，是妖邪和人类生出的孩子，却没有沾染任何邪气，而且还保持完整的神智。以后他无论异化为妖邪，还是继续修炼捉妖之术，都非常的厉害。那个家伙想让他堕落为妖邪，再吞噬力量。在对方即将成功的时候，王琴找机会自尽，然后重生了。重生之后，他去报仇，甚至不惜和师父决裂，也要追杀那个男妖邪。然而到最后，他却发现自己找错了仇妖。那个男妖其实是他的父亲，师父是他的母亲。上辈子折磨他的妖邪，只是父亲的仇敌化作男妖的模样。然而这个时候，王琴早已经重伤父亲。虽然母亲不在意，但他过不去心中的那个坎，只能孤独的离开。以后他对待妖邪的态度不会那么武断，会放过一些没有作恶的妖。听完之后，余洛陷入沉思。不如从现在开始扭转，因为一切还未发生。荒县县衙，今日的县衙热闹得很，一连几10个人跪在大堂上，有的神情呆滞，有的愤愤不平，有的满脸绝望。你们故意将妻子儿媳妇送入宅院中，让人杀害，你们可知罪？县太爷，我们不敢了，我们什么都不清楚啊，都是我家老婆子出的主意。我2个手的大部分手指头都被咬没了呀！你要是抓，就抓我老婆子吧，我和儿子都是无辜的呀。什么我出的主意？这孙子是给我一个人要的吗？以后是为我家光宗耀祖吗？你不给我压力，我能把儿媳妇送出去？我呸！我大孙子咬得好！听着啪啪啪的巴掌声，被压过来的其他人全都下意识地咽口水。这老太太实在太过强悍了。我没说是你的主意，千万别上手啊！坐在前方的徐如蓉，县令大人，是不是应该让人拉架呀？说得对，确实应该拉架。这里可是县衙，怎么能在这里闹事呢？罗勇，你去把那个老爷子拉起来。骆勇去拉人的时候，那个老太太趁机又踹了几脚。她眼皮跳了跳，连忙加快了速度，生怕这老爷子被打死了。那边陈县城嘴角抽了抽，神色复杂地看向徐如蓉。这个县令大人是故意的吧？然而看着县令大人无比严肃的面容，他又觉得是自己想错了。把人都关进去，听候发落。当着外面那些看热闹的村民的面，让捕快把一众人关了进去。咱们新来的县令，这是在审什么案子啊？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听说那些人家为了求儿子，害了自己儿媳妇的性命。求儿子为什么要害儿媳妇啊？没儿媳妇哪来的孙子啊？嘘，别再问了，这里面还涉及很多事情，咱们还是别问了。不管怎么样，这个新任县令还是不错的。你说县令大人能不能调整荒县的粮价呀？现在的粮价贵的我们都买不起了。谁知道呢？他别来搜刮我们，就已经是好县令了。县衙内，徐如蓉已经换下身上的官服，穿上朴素的衣服。县令大人，您不能跟着一起去呀！万一那荒山上面的山神娘娘也是妖邪，你就危险了。我们荒县全靠你呀！正是如此，我才要去看一看。如果她真是非常厉害的妖邪，甚至连县城和王姑娘都对付不了的话，我无论在哪里都是一样的下场。神仙也好，妖怪也罢，既然出现在这个世界，肯定是有需求的。我不亲自过去，怎么和他谈条件？县城大人，你们准备好了吗？不能再耽搁了。这是一位非常酷的捉妖师啊，以前只在小说里面看过呢。县令大人，你也在啊？王姑娘，我们就非去不可吗？
陈县城不太情愿，他虽然关心百姓，但也惜命啊。那个山神娘娘比宋子娘娘强悍这么多，这么一去还能回来吗？荒山脚下，老太太，你们这是？县令大人，林家村的村民在修整荒山的房子，以后我们是要搬到荒山里面住的。搬到荒山里面住？为何？外面的田地不要了吗？今年的冬天格外寒冷，村民手中的大部分粮食都用来交税了。县城的粮价这么高，我们手中的钱肯定买不起。大部分人吃不饱穿不暖，就会产生暴乱，我们这也是提前做准备。徐如蓉心里一咯噔，她想起县城里飞升的粮价，还有那些百姓们叫苦不迭的声音。公孙老太太说的没错，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些人都要饿死了，还有什么值得在乎的？老太太，你放心，在今年的寒冬彻底来临之前，我一定会解决粮价的问题。好。王姑娘，你有打算吧？我师父已经传消息了，说会及时赶到。你的黄符都带了吗？当然带来了，我得带够保命的东西啊。前方的林家村人走得很快，这些人的身体素质似乎非常好。徐如蓉已经累得不行，但为了打探清楚，为了荒县的未来，她还是咬咬牙坚持。哎，你们都累了吧？喝口水吗？他一转头，发现骆勇和王晴两个脸不红气不喘，就连陈县城都只是微微冒汗。徐如蓉握着水囊的手收了回去，默默地喝了口水。这个好，已经熟透了，也没有多少鸟雀啃食的痕迹。待会儿供奉给山神娘娘，她一定会喜欢的。徐如蓉彻底沉默了。所以这个大部队中唯一的小菜鸡就是自己吗？等一群人来到山神庙旁边，发现那些木棺已经摆在了附近。王晴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竹筒，将里面的水滴在眼睛里面，再次朝着木棺看了看。这些木棺都和上午一样，看来山神并没有暗中对里面那些躯体做什么。来者皆是客，客人们来到山神庙前，还请为山神娘娘上一炷香。几人进入山神庙，发现这个庙并不大，里面的环境简陋极了，就连那山神神像都是泥塑的。他们几个顿时有些错愣。等这几个人上完香，公孙老太太这才缓缓地解释出来原因。王晴和陈县城都不可思议，县令徐如蓉这双眼眸倒是越来越亮。原来这个山神娘娘是为了让村民活得更好，多囤一些粮食，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天，才不让他们修整山神庙的吗？走吧，我们出去看看山神娘娘为这些女子祈福。众人走出山神庙，徐如蓉抬起眼眸，发现林家村的村民都退了出去，留在这里的只有那些陈旧的木棺。公孙老太太和那个力气非常大的安娘子一起对着山神庙的方向跪下，似乎在倾听神灵的声音。很快，公孙老太太点了点头，也带着安娘子退了下去。萧瑟的风声从远处吹过来，发出呜呜呜的声音，仿佛在为这些木棺悲鸣。这一刻，王晴和陈县城全都神情紧绷，他们紧紧地盯着山神庙的方向。天空已经暗沉下来，黄昏已至。沉寂许久的山神庙大门突然被打开，里面飞出来一团又一团金色的光点。这些金色的光点仿佛暗夜中飞舞的萤火虫，就这么缓慢飞了过来，自己找准位置落到那个木棺上面。这几个人清晰地看到木棺上面散发的若有若无的黑气，就这么在金光的照耀下消失得无影无踪。那些被黑雾缠绕的灵魂缓缓地变成透明的颜色。这些灵魂缓缓地飘到空中，为首的灵魂带着3只小小的魂魄，对着山神庙的方向恭敬鞠躬。身后那些白色魂魄也跟着鞠了鞠躬。紧接着，这些白色魂魄全都沉入荒山，消失不见。到了这里，探测妖邪的药水已经失去功能，但王晴仍然没有从刚才的画面中回过神来，
山神神像上方，于洛看到一个微弱的名字亮了起来，他露出笑容。这是王晴，看来她还是挺厉害的，已经意识到了你的身份，不愧是捉妖文的复仇女主。你说我给王晴什么能力比较好呢？成为实习神明之后，他这边的神明商城也彻底开启了，里面有很多可以赐福的能力，只不过选择这些能力需要100到300信仰值。目前于洛已经积攒了1万多信仰值，这区几百信仰值对他来说还真的不算什么。刚刚使用的祈福能力也是于洛从系统商城里面兑换的，花了500信仰值。虽然有些肉疼，但能够让那些女子的灵魂得到解放，还是挺值的。被妖邪标记的人就像黑暗中的指明灯，其他的妖邪一眼就能注意到。这些妖邪为了力量会再次纠缠过来。如今这些女子的魂魄沉入荒山，说不定以后还可以在这里转生，继续得到她的庇佑。这也是于洛为什么让林家村的信徒把所有木棺带过来的原因。这个祈福能力确实非常好用，这些女子的灵魂转世之后，身体素质也比正常人厉害，还会变得更加聪慧。可惜是神明专属能力，每次都需要花费信仰值。如果你能抽到这个能力，以后能省下很多信仰值。于洛点头，他确实很心水，希望下次能欧气一些，直接抽到神明祈福能力。几位客人，祈福已经结束，我们会把这些木棺葬在荒山，你们需要跟过来看看吗？其实他已经看清楚了，知道这位山神娘娘根本不是妖邪，因为没有任何妖邪能够做到这一步。山神娘娘，之前是我太过武断，怀疑您和其他妖邪一样，甚至还偷偷的过来查探过好几次，对您非常的不敬重。我知道山神娘娘一定是早就发现了我们，只是您非常的仁慈，没有和我计较罢了。祈求山神娘娘原谅我的莽撞，给我一个信仰您的机会。哎呦，小伙子啊，至于这么拼吗？好家伙，不动则已，一来就来个大的呀！山神娘娘，我承认想要信仰您也是有目的的，我的家人全都被妖邪残忍杀害，就连他们的躯体都找不全。神明大人，我不祈求获得厉害的能力，只希望能有机会把他们的躯体都找回来，让我的家人都能完整，让他们的灵魂得以安息。洛勇跪了很久，直到周围的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去，林安娘才从山神庙里面走出来。洛勇，你的信仰并不纯粹，但是山神娘娘愿意给你一个机会。洛勇这双通红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这一切都是有前提的，你身上呢有一位妖邪的印记，他早就已经标记了你，总有一天还会回来的。山神娘娘要你做诱饵，你可愿意？愿意。您收获6个新信徒，获得1000信仰值，是否查看？发现王晴和洛勇各供奉了300信仰值，徐如蓉贡献了200，剩下的200是那3个捕快给的。果然主角和配角的信仰值就是好赚了。算算时间，王晴离开之后，很快就会遇到那个有着血海深仇的妖邪了吧？他的师傅竟然能和妖邪生下孩子，两位应该非常厉害，应该能成为混合双打吧？所以你打算做什么？于洛没有说话，露出颇为神秘的笑容。远处正打算离开的王晴还在恍惚，他抬头一看，发现林安娘已经站在对面。安娘子，你这边有什么事情吗？王姑娘，可否借一步说话？王晴点点头，两人走远了一些，来到附近的巨石林外围。王姑娘，山神娘娘感应到了你会遇到致命的危险，所以特意让我过来提醒一番。这是山神娘娘赠送给你的锦囊，从你开启锦囊的那一刻，就可以得到一个能力，但是这个能力呢，只有10天的使用时间。毕竟你不是山神娘娘正式的信徒，她呀，只能帮你到这里了。林安娘将锦囊交出去之后，很快离开了这里，唯有王晴还在原地错愣。她想要打开锦囊看一看，却害怕错过关键的时间点会出现变故，只好按耐住心中的好奇，她会遇到什么致命的危险呢？明明师傅很快就要过来了，还有谁能伤到自己？
无论如何，他对山神娘娘还是非常感激的。临走的时候特意上了一炷香。一行人神色各异地走下了荒山。他们在半山腰看到林家村村民忙碌的身影，还看了一会儿。县令大人，你相信今年冬天会有混乱吗？如果我们不能在寒冬之前及时解决荒县的问题，肯定会发生的。县令大人，如果真的发生这种事情，你跑走不就行了？陈县城，没想到你的心中想着这种事情。既然我们是荒县的官员，就应该对这些百姓负责到底，咱们怎能这么做呢？到时候你要是跑了，我肯定让骆勇把你绑回来。陈县城就是稍微试探一下，看看这个县令什么水准，又不是真的让县令逃跑。这个家伙要是跑了，陈县城还打算把人给绑回来呢。毕竟这种愿意做事情的县令可不多了。县令大人，你放心，到时候我肯定能找到陈县城。我要走了，你们回县城吧。王晴害怕这个危险会带给其他人，独自一人离开了。所以你给出的能力就是召唤爹娘。走出荒县，王晴一直在思考山神娘娘赠予自己的能力是什么，接下来她又遭遇什么样的致命危机呢？虽然说她目前的实力还不够，但师傅的能力可是很多妖邪都畏惧的。王晴捏了捏衣裙上面的白色玉佩，这枚玉佩仍然完好无损，散发着莹润的光泽，一般人根本想不到这个东西能够挡住攻击。所以师傅那边出了问题，怪不得到了现在师傅还没有出现。王晴拿出一个琥珀罗盘，这个罗盘有2个，手持罗盘的人可以定位到彼此的方向，方便他迅速定位。他很快加快了速度，朝着师傅的方向赶过去。然而跑着跑着，王晴突然意识到了不对劲，一抹暗红色的雾气涌过来。这个气息可是非常熟悉，果然是那个男妖，一切都是对方的阴谋。王晴猛地转身，抛出一张黑网。这张黑网是用来捉妖的武器，能够困住普通的妖邪1分钟。然而这股暗红色雾气却行动自如地穿过黑网，没有任何滞涩。紧接着，王晴又尝试了自己身上的所有武器，都没有办法奈何对方，反倒他自己像个跳梁小丑一样，在这里窜来窜去。别挣扎了，我可是带了好东西过来。现在你们捉妖师所有的武器都没有办法能伤到我，也别费心思给你师傅传消息了。我已经封锁了这片区域，任何波动都是传不出去的。听到这里，王晴反而松了口气，果然就是那个熟悉的男妖。前几天还口口声声的承诺说最喜欢的就是师傅和他，结果暗地里偷偷溜过来动手。怎么不挣扎了？我可是特意请了其他妖邪帮助，缠住了你师傅，又设下了天罗地网。你无论如何都是逃不掉的。要怪就怪你父母吧，谁叫他们把我好不容易修来的真身斩杀，毁我这么多年的神力。暗中盯了这么长时间，好不容易找到这个完美的机会，你喊破喉咙也是逃不掉的。你笑够了？我呸，还神力呢？你不过是区区妖邪，一个普通的伪神而已。山神娘娘才是最厉害的真神，不服来辩。你这个家伙，4到临头还敢嘴硬，怪不得是那2个讨厌的家伙生出来的孩子。今天我就要好好的折磨折磨你，等你化为妖邪，我再把你所有的力量吞噬，让你那对父母永远都痛不欲生，永远都生活在悔恨之中。这就是他们曾经斩杀我的代价，这就是他们曾经对付我的代价。我要一个个把你们全部吞噬殆尽，成为天底下最厉害的神明。爹，快来啊！救救你女儿！娘，快来！
难道你觉得只凭着你在这里吼2声，就能把你的爹娘给叫来吗？为了这一次围堵，我可是布下了天罗地网，屏蔽了这边所有的波动，甚至还许诺了其他妖姬很多好处。如果这都能让你爹娘追过来，我就把我的脑袋摘下来给你当球踢。我好像听到乖女儿在叫我了。要是你这条可恶的臭鱼在模仿我，你为什么会在我女儿旁边？是不是想要欺负她？我叫你模仿我的气息，学我的声音，还欺负我的女儿？你知道这是我的掌心宝吗？我在女儿旁边守了这么多年，都没敢跟她相认，你又算是什么东西？我在婉婉身边这么多年，才短暂的取得她的信任。你模仿我的气息，学我的声音，是不是想跟我抢婉婉？看我不打死你，连你最后的这具分身也给你灭了！只听到噼里啪啦、砰砰砰的声音，刚刚还非常猖狂的那道暗红色雾气被揉成了一个红色的球，甩来甩去，好不容易逃离可怕的魔掌。一道寒冰之剑迅速穿过来，直接将这个妖邪的所有力量冻结，然后慢慢搅碎。暗红色的雾气又冻成一块又一块红色的冰块，噼里啪啦落了一地，最后又化成一块又一块鱼尸。那双鱼眼到最后都死不瞑目，不知道这2个家伙是怎么突然找过来的。婉婉，我就知道你早就过来了，只是一直在暗中等待时机。少来这套！要不是你上次失手，把这个家伙的真身放跑了一块，怎么会让他蹦跶到现在，甚至还打起我们女儿的主意？婉婉，我真不是故意的，只是你当时斩杀妖邪的时候实在是太帅气了，我忍不住多看了你几眼。这家伙狡猾得很，来的只是他的分身罢了。接下来追捕的任务就交给你了，我要留在女儿的旁边守着。所以，你们2个就没有什么要解释的吗？王晴在风中凌乱，这么多年养育自己的师傅变成娘也就算了，那个男妖为什么是自己爹啊？这个说来话长。那你就长话短说。王晴是一定要弄清楚的。恭喜您扭转了王晴必死的结局，得到这位主角的感激，获得信仰值暴击。您收获了2000信仰值，不愧为世间唯一的神明呢，就是算无一策。原来扭转一部分剧情是可以获得主角的信仰值暴击的吗？王晴躲过危机，对他更加的感激，供奉了500信仰值。这500信仰值暴击4倍，直接成为2000信仰值，是真的爽啊！而且系统面板的态度也非常有趣，居然变得谄媚起来。难道是他成功升级为实习神明的原因？他在心中夸赞系统面板有眼色，又打开了徐如蓉那边的全景地图。县令大人，只有我们2个打上去会不会不太好啊？这些梁上大户家里都圈养了很多家丁，如果他们全都涌过来，我不一定能及时护住您呢。谁告诉你我们是去打架的？我这走几步就累得气喘吁吁的胳膊和腿，不是找死吗？县令大人，那我们是去做什么的？当然是谈判啊！打打杀杀的成何体统？聪明人都是用谈判来取胜的。骆勇更加不明白了，他们县衙这边就这么点人，那些梁商大户根本都不怕，拿什么来谈判？到时候你别说话，无论我说什么，你只需要点头就行了。徐如蓉先确定第一家，迅速地带人走了进去。那些人看到新任县令过来，也没有拦着，偷偷地跑去后院报告。哟，我说这是什么风啊，把咱们徐县令给吹过来了。县令大人，我这儿有京城那边上好的青雾茶，要不要来喝一杯？来人呐，倒茶！一个个都看着点脸色，没看到县令大人过来了吗？徐如蓉眉峰一挑，直接就将脚踩在石凳上面，果然看到对方变了脸色。身后的骆勇眼角跳了跳，心想这县令大人可真猛啊，这真的是谈判吗？不是直接打上门。
赵家家主，亏你还能坐得住啊！恐怕你不知道接下来即将发生什么事情吧？什么鬼？接下来能有什么事情让这个家伙这么大胆？看你也是被蒙在鼓里的，那我就好心提醒一下吧。我听其他省城那边的朋友说，已经有大批粮商运送粮食过来，也不知道是哪个有能耐的家族联系的。据说那些粮商很快就会来到县城，到时候赵家家主就说一说，你们这仓库里面堆得满满的粮食，还能不能卖得出去？哼，真是笑死人了！有大批粮商过来，我们赵家怎么可能不清楚？反而让你这个小小的县令先知道了。是吗？不信你就派人去查一查，看有没有粮商过来。昨天他就已经从公孙老太太那边得知，这位老太太联系了一位崇州的大粮商，对方会运送大批粮食过来，林家村肯定是吃不下的。如果官府这边愿意购买，公孙老太太也愿意帮忙联系。当时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徐蓉蓉瞬间就想出了对策。赵家家主一时间被他那无比坚定的神色唬住了。赵家主，你可得仔细想一想，其他两家可都已经答应县衙，明日就会改粮价，到时候只有你们赵家粮铺卖的这么高的价格，这百姓们的眼睛可都是雪亮的，以后他们还会来你家买粮食吗？徐蓉蓉撂下这么一句话也没有多解释，直接带着人离开了。后方的赵家家主想要多问一句都没能开口，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县令离开。快去查一查。这个新任县令神色如此笃定，一看就是有把握的，他得好好的琢磨琢磨，不能让那个家伙拿捏了。那个家丁连忙骑上马，朝着外面飞奔。骆勇跟着徐蓉蓉走出来之后，心中反而更加疑惑了。县令大人，我们还没有去过王家和马家，他们没有说改价的事情啊。谁说一定要其他两家同意了？只要我这么说出来，他们就是不同意也得同意。骆勇摸了摸头发，一头雾水地跟着县令大人又朝着王家走过去。等两人从这些府邸出来，回到县衙之后，骆勇这才缓过神来。所以县令大人凭借着这么一张嘴，就把3个粮商大户给唬住了。他们都是狡猾的老狐狸，估计不会这么快上当的。他们上不上当不重要，关键是那个即将到来的崇州粮商。只要这个粮商能平安过来，这几个粮商大户肯定就慌了。到时候只要有一家将他们的价格降下来，其他两家肯定也会有样学样。骆勇，你去带着几个兄弟去迎接这位粮商，咱们的动静要搞得大一些。骆勇连连点头，此刻他对于这个新来的县令已经佩服不已。县令大人呐，你想的还是太过简单了。公孙老太太联系的粮商只有1位，运来的粮食肯定有限，根本就不足以整个县城的购买。如果没有新的粮商过来，你这个说法肯定不攻自破。如果他们真的敢这么做，那也不是没有解决办法。荒县这边粮价这么高，利润肯定非常大。如果这边的价格和利润被其他地方的粮商知道，你说他们会不会集体运粮过来售卖？我们这边又不是道路闭塞，没有办法和外面交流，我只要找人去外面散播一下流言，你说能有多少粮商能抵得住这种诱惑？如果有100%的利润，有多人都敢践踏法律？300%的利润就敢犯任何罪行，更别说这翻了不知道多少倍的粮价了。这还真是想象不到的思路啊！看来这个新县令还真的不错呀，可不能让这个家伙给跑了，得看紧点。几人各怀心思，但徐如柔想要的效果还真的达到了。那3家粮商大户连夜派人去外面搜寻，还真的在荒山附近找到一支运粮车队。第二天，县令大人，那3家粮商大户全都把粮食的价格给降下去了。看来他们还挺识趣的，
不然我就只能用下一招来对付他们了。他到现在还不适应这边的作息，每天都睡得很晚，然后又被骆勇和陈县城早早地喊起来干活，是真的有些遭不住。县令大人，还有卷宗要处理呢。别吵，让陈县城先处理。徐如蓉用被子把脑袋蒙住，一秒睡了过去。这边王晴也结束了和爹娘的谈心。所以我其实是妖邪和师傅生的孩子，所以我也是一个妖邪。不，女儿，你不是妖邪，你是一个人类。只要有我在，我不会让你变成妖邪的。晴晴，过来。孩子，不要过于纠结你的身世，无论你来自哪里，你的爹娘是谁，你还是你自己。从今往后，你依然跟着我修炼，一切和之前都没什么区别。可我是妖邪啊，那些妖邪都非常可恶的，他们残害了很多人类。我们捉妖师不就是以除掉妖邪为己任的吗？如果我是妖邪，那还怎么继续捉妖？谁说不可以继续捉妖了？你爹这个纯正的妖邪都跟着我一起捉妖，何况你呢？晴晴，妖邪与妖邪之间是不同的，有的妖邪会诞生自我意识，他们会对抗自己的本能，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除的从来都不是所有的妖，而是那一些残害百姓、至死都不知悔改的妖邪。之前一直没和你讲清楚，是觉得你年纪太小。现在我们的晴晴听懂了吗？王晴恍惚点头，王婉叹了口气，再次开口道：唉，其实还有一件事情，师父一直都没有和你说清楚。我其实并不是这个世界的人，反而来自另外一个可以修仙的世界，那里的修真者都是以除魔为己任。实际上，有些修真者做的事情比很多妖魔都要可恨。这天底下呀，哪有什么是非曲直，哪有什么非黑即白呢？狰狞的妖魔也可能有柔软的一面，会帮助普通人类。看起来孤高自傲的修真者，也可能在背后抽取整个凡人城市的灵根，化为己用。孩子，你只需要坚持你自己，我们不主动伤害人，拥有自保的能力的同时，还能对付一些残害百姓的妖邪，这就够了。对，我们婉婉说的太对了，太好了。什么？婉婉，你说你来自其他世界，那你还会回去吗？以后我是不是就找不到你了？你以后不离开好不好？婉婉，你不离开我好不好？王晴因为还没有回应，就看到他这个妖邪老爹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眼看着就要撅过去。娘，我懂了。既然懂了，那你也该正式踏入修炼之途了。我每天泡3个小时药浴，还锻炼得这么辛苦，居然没有正式踏入修炼。是的，你其实还没有正式引气入体，因为娘亲之前一直为你洗髓身体，这个世界的灵气实在太过微弱，娘耗费了10来年，才用自己的灵力为你打好基础。本来是打算让你这次历练回来，再教给你功法的，谁知道出了这种事情。对了，晴晴，你之前使用的那个奇怪的能力到底是怎么回事？只是一瞬间就将我拉过来了。师父，这是山神娘娘借给我的能力，在这10天之内，我都可以通过这个能力瞬间召唤爹娘。山神娘娘？师父，你不要对山神娘娘有偏见，她是真正的神明，和那些妖邪可不一样。娘不是和你说过，这个世界没有诞生真神的条件吗？我来自另外一个世界，那个世界灵气如此充沛，甚至还分上中下3界，仍旧没有活着的神明。王晴不服，他把自己遇到过的这些事情全都讲了出来，一丝一毫的细节都没有遗漏。金色眼眸，神降术，瞬间解决送子娘娘，还为那些女子的灵魂祈福。难道他想和燕国的那个家伙学习？
婉婉，那个山神娘娘不简单，她能瞬间秒杀送子娘娘，可能比我们2个都要厉害。我要跟着你们。你过去会打草惊蛇，老老实实的在外面待着。晴晴，你这就带我去。王晴点头，她拉着母亲温暖的手一步步离开，只留下后面的男妖在风中望眼欲穿。2人率先来到林家村，这个村子都在忙碌，大家都在收拾东西。师傅，公孙老太太说，他们整个村子都会搬到荒山去住，因为这个冬天山下会非常危险。这个冬天确实要比往年要冷，他耗费心神才算出来一些苗头，没想到林家村的村民已经未卜先知了。具体来说，应该是这个山神娘娘确实厉害。呸！这次看他还有没有借口来我们这里用厨房。身后的林老爷子虽然不说话，但他那个架势也是同意的。请问安娘子在家吗？你们这是来做什么？没什么，就是安娘子在我这里买的东西需要付银子，你们既然是她的家人，应该可以直接付的吧？我呸！谁是她家人？我告诉你，我们林家就没有林安娘这个人，早就被我们分出去了。她虽然也姓林，但和我们林家一点关系都没有。娘，你怎么还和他们搭话？万一林安娘付不起，他们赖上咱们家怎么办？我看三弟的媳妇儿就是故意的，故意让这2个催债的找上我们。你们要找的人就在隔壁，他之前带着孩子上山去了，马上就回来了，千万别找上我们。婉婉转头看向女儿，揉了揉对方的脑袋。王姑娘，你这么快就来了？刚刚那是我的借口，因为我知道他们对你不好，我也不想和他们多说话。林安娘友好地笑了笑，看着旁边那个戴着面纱的女子，已经明白了对方的身份。我清楚的，咱们去公孙老太太那里说话。王晴点头，跟着走了过去。她看着2个小家伙也拎着沉重的东西，有些好奇。安娘子，他们2个力气也挺大的，这难道是天生的？王姑娘，这是山神娘娘赐予我们的能力，我的2个女儿也有。一路上他们遇到几个淘气的孩子在打闹，有个孩子脖子上面挂着的锦囊被甩掉了，婉婉刚刚捡起来，就听到那边的家长拎着孩子的耳朵在那里骂。哎呀，都说了这个锦囊不能离身，以后能救你小命呢，你怎么还给甩掉了？还不快去找回来！他主动把锦囊给过去，听到这位家长接连不断的感谢声。师傅，怎么了？晴晴，这个锦囊里面有一股守护的力量，确实能够在关键时刻庇佑这些信徒。而且婉婉还有一点没有说，那就是这股力量带了一丝神性。如果不是曾经去过神陨之地，亲自见识过那些神明的墓地，感受过那些神力，他是怎么都察觉不了的。晴晴，我之前太过武断了，你说的可能是对的，这个世界上确实有神明。师傅，你终于明白我了。只有亲自见过山神娘娘祈福的场景，才知道这位神仙有多么厉害。区区妖邪怎么可能比得上？如今的荒山已经不像之前那么冷清了，到处都是搬东西的林家村民。安娘子，你又去完成山神娘娘的任务啊？林安娘点头，身后的王婉仔细地打量这群人，发现他们身上全都带有锦囊，心中若有所思。他将自己的手搭在女儿的肩膀上面，下意识地在那里探测。紧接着，王婉震惊地瞪大双眼，因为女儿的体质比之前提升了很多，她花费了10来年时间都没有成功将女儿身体中的杂质完全去除。然而在她没有继续干预的状态下，现在女儿的体质却已经达到了最好的修炼状态。晴晴，待会儿你也不用看我脸色了，直接对着山神庙跪下去，以后你就是山神娘娘的信徒。王晴眼睛一亮，她其实早就想要成为山神娘娘的正式信徒了。看来我这个举动还是多余了，瞧着孩子多开心呀！恐怕没有我的干预，女儿也不会错过这个机缘。3人来到山神庙之后，都对着神像跪了下去。王晴在心中嘀嘀咕咕地说着话，然后虔诚地磕了3个响头。不知道的还以为这孩子来拜年了，这头磕的还真响。
一道绿色的柔和光芒飘出去。刚刚跪拜完的王晴很快发现脑海中多了一团绿色的光芒，他感觉这个能力已经彻底属于自己了，根本不用担心10天之后能力会被山神娘娘收回去。王婉看着女儿的目光就猜出来了一些。感谢您的出手，赐予她能力，让我女儿成功化解这次危机。恭喜您获得修真界王婉的信仰，收获1000信仰值。修真界。于洛用神力仔细凝视，果然看到这个王婉的体内有一枚破碎的金丹。宿主，之前是我的失误，我没有检测到王婉的另外一重身份。她不仅是女主王晴的师傅，更是另外一本小说里面一位来自修真界的配角。王婉和宗门的一位师兄一起穿越，他们2个都是配角，不过他和那位师兄的理念不合，2人不欢而散。那位师兄认为辅佐梁国这位野心勃勃的开国皇帝不断征服其他国家，让天下统一，才能彻底改变这方世界。但王婉认为梁国的皇宫太过复杂，一片乌烟瘴气，独自除妖去了。所以到最后就是你听到的那样，那位师兄收了很多弟子，成为皇帝最信任的捉妖师，结果被宫中的3皇子联合妖邪暗算，至今下落不明。他所有的弟子都被斩杀，只有陈宪成这个不记名的逃了出来。婉婉看得非常清楚，确实够乌烟瘴气的，还敢和强大的妖邪合作。这么多捉妖师，说杀就杀，就算成为皇帝又怎么样？也不怕整个国家都被妖邪控制，沦为妖邪的口粮。自作孽不可活，但一个国家的皇帝作孽，那连累的就是整个国家啊。于洛心头沉重。那么，这位来自修真界的王婉和林安娘一样？这次的情况不一样，林安娘是被作者主动写进去的，但王婉的双重身份却是2本小说为了融入这个世界合在一起了。这个世界被很多小说世界入侵，不同的世界设定融合在一起，本来就会产生很多不合理的地方。王晴师傅的设定是一位非常强大的捉妖师，但这个世界并没有多少厉害的捉妖师。天道规则为了不让世界崩溃，只好从其他小说世界寻找，于是这2人就成了母女。系统，你怎么对天道规则都这么了解啊？你们之间有关系？我也不知道，你别叫我。你别溜得这么快啊，这不是不打自招吗？师傅，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晴晴，这个地方挺好的，又是山神娘娘所庇护的地方，我们以后就住在这里吧。这个世界还生存着很多奇奇怪怪的人，这些人拥有不同的能力，来历也非常奇特。妖邪根本斩不尽，总会有新的妖邪诞生，总不能一直跟在屁股后面追吧。而现在他已经找到刚刚诞生没多久的真神，为什么还要离开呢？师傅，你说的是真的吗？我们真的可以生活在这里？如果不是跟着师傅捉妖修习功法，早就答应那位县令的邀请了。师傅，那你先在这里找一找房子，我去县城转一转。他熟练地跳进县衙，看到几个熟悉的家伙都愁眉苦脸的。我家以前确实是非常有钱，但是京城乱成这样，早已经散尽家财逃命去了。我还真的没有多余的钱支援县城。唉，粮价和粮食的问题全都解决了，但荒县的县衙怎么这么穷？这还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那仓库里面早已经空空如也，别说官银，就连1粒米都没了。骆勇这张坚毅的脸也低了下来，有些垂头丧气，觉得他没有看管好。但这个问题其实也不在他身上，应该是上任县令的锅。3人对视了一眼，再次齐齐叹息了一声。啊，荒县的县衙居然已经穷成这样了。几人下意识地转过头，就看到坐在窗户上逆着光芒的女子。半小时之后，王晴听完了骆勇的讲述，也明白了最近发生的事情。所以就是你们收拾完了那3个粮商大户，想要买粮，却发现仓库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3人齐齐点头。这好办啊，兵法里面不是有一句兵不厌诈吗？你们再坑一次就是，他们有的是银子。徐如蓉猛地抬起头，一双黑色眼眸亮如星辰。他有想法了，
半个时辰之后，骆勇抱着一块蒙着红布的石碑，陈宪成手捧工具，王琴扛着大砍刀跟在徐如蓉的后面。他们的身后还有几个捕快扛着一个大箱子，全都满脸喜色。周围的百姓看到了，全都好奇地围过来。当然，更多的百姓是为了感谢这位新任县令。县令大人，听说咱们县城的粮价是您想方设法降下来的，您就是我们荒县真正的父母官了。县令大人，以前是我们有眼不识珠，没有看出来您的身份。有些百姓甚至直接在前面跪了下来。哎，你们赶紧起来，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我身为荒县的县令，就应该为你们着想。徐如蓉上辈子是一个大学生村官，还没来得及为百姓做实事就穿越了。她还真的没有见过这种场面，一时间有些紧张。好不容易让那些百姓们散去，把一些商贩主动送来的蔬菜给退回去，徐如蓉总算松了口气。走，我们继续为赵家家主送惊喜。徐如蓉捏了捏拳头，斗志昂扬。王晴将自己手中的砍刀轻松抛起来，也点了点头。徐如蓉带着身后一群人一路敲锣打鼓，每一家都转了转。恭喜赵家家主，我带着百姓们的心意来感谢你了。徐如蓉挥了挥手，一位捕快迅速走上前，给赵家家主送了一筐菜。赵家家主有些摸不清情况，但他非常的谨慎，只是把那些菜收下来，并没有让人送入厨房。到了王家马家，徐如蓉也是同样的说辞。不过这两家的家主明显有些兴奋，甚至马家家主还偷偷的过来询问。徐县令，这真的是百姓们送给我的？徐如蓉坚定的点了点头。反正他说真的就是真的，那些捕快的家人又怎么不算百姓呢？好，哈哈哈哈，非常好。那些人就连县太爷都没有感谢，第一时间来给自己送菜，这肯定是真心的。那我要怎么回报他们呢？要不明日的粮价再降一些？马家家主，我这里有一个绝妙的方法，你看你要不要考虑？徐县令，你尽管说。罗勇，你把东西呈上来。骆勇走上前去，将石碑上面盖着的红布一把掀开。这是空白的石碑。马家主，你先别急，让我来和你说一说这个石碑的妙用。实不相瞒，这个石碑其实是一个功德碑。我打算将那些对荒县有贡献的人名都写在上面，却不小心被赵家家主看到了。哎，这赵家家主硬是塞过来500两，还送县衙一大堆的粮食，让我给那些村民发下去。我是怎么拒绝都拒绝不了啊，只好把功德石碑的第一行写上他的名字。只不过陈县城还没有写上去呢，我就来给你贺喜了。哼，区区500两而已，还不够那赵刘在春花楼的花费，真是抠门的紧。这点银子也想在整个荒县的功德碑上面写名字，还位列第一，他怎么不去吃屎啊？我出1000两啊，不，2000两，你把第一名的位置留给我，我再给你送一批粮食，保准比他的多。哎，这怎么好意思？我其实也没想干其他的事情，就是打算在寒冬来临之前，给百姓们多建几座烧炕的大院子，收留一些无家可归的人，储存一批应急的粮食，再修几条路罢了。县令大人，我知道你就是为百姓做实事的人，其实你拿这笔钱做什么都无所谓，但一定要记得把我的名字写上去啊，一定不能排在其他2个家伙的后面。贿赂谁不是贿赂呢？上任县令收了他们不少银子呢。那功德碑一听就功德无量，如果他的名声能够传出去，以后说不定能够把自家的家族的生意做大，到省城那边开分店，甚至京城那边也不是不可以想象。县令大人，这功德碑是不是有点小了？我再给你出一笔钱，你搞一个大的石碑过来，到时候就立在咱们荒县的入口，让进出荒县的所有百姓都能看到。
于是等徐如蓉离开的时候，他们的队伍中就多了一个大箱子。那边马家家主还在承诺，马上就把那些粮食送到县衙。看着一整箱的银锭，骆勇都已经傻眼了。所以这位新来的县令大人只是轻轻松松就要到了2000多两，还有一批粮食，这可是2000两啊，不知道能够买多少粮食了。他以为这位县令大人很快就会收手，谁知道对方转头又去了王家。这位王家家主让家丁查探一番，发现这位县令还真的是从其他2家来的，心中已经信了几分。再加上那一排又一排银子实在亮眼，徐如蓉很快用了同样的话术骗来了2500两银子，还有1车粮食。这操作看得陈县城都心惊胆战，生怕现场就被这些粮商大户的家丁给打出去。最后他们再次来到了赵家。进门之前，陈县城特意在旁边提醒：县令大人，赵家家主可不好糊弄啊，如果把他惹恼了，今天骗来的所有银子都得打水漂啊。这做戏就得做全套，我一开始就是以赵家家主为借口，如果让其他2家知道赵家家族1分钱都没有出，这才有问题呢。是啊，要骗就应该整整齐齐，一个都不能放过。陈县城肉肉的脸颊抖了抖，他虽然有些害怕，但也期望这次能够成功。走吧，陈县城。赵家家主确实是个老狐狸，他就算查到了那位崇州的粮商已经过来，仍然在怀疑。如今看到县令大人再一次登门，他瞬间冷下了脸。徐大人，你可真是好手段呐，只是轻轻松松的几句话就把粮价给降下来了。赵家家主，别来无恙啊！哎，你也别着急，我并不是来和你说粮价的事情的。那你们所谓何事？哎，可惜啊，可惜！你好好的县令不做，来我这里装神弄鬼做什么？我告诉你，无论你今天说什么，我都不会答应你的。是吗？徐如蓉抬头对着赵家的宅院扫视了一圈，然后扭头就走。那我们走吧。不是，你搞这么大的阵仗，先是敲锣打鼓的送了一筐菜，随后又转回这里，又是叹息又是凝视，结果转头就走了。站住，徐县令，你既然来到这里，有什么话就尽管说吧，虽然我不同意，但你可以把话说出来。你都不同意，那我还说什么？来这里敲锣打鼓是为你解闷的吗？行，我会考虑考虑，行了吧？你说。赵家家主，这件事情其实也不太好说，我还是先走吧。县令大人，这不是要坑赵家家主的银子吗？怎么转头就走了，留都留不住啊？看到几个人疑惑的目光，徐如蓉并没有解释。等来到人来人往的街道上，他让几个捕快再次敲锣打鼓，走街串巷宣传。你们看到了没？这都是马家家主和王家家主送来的，他们为了咱们荒县的发展，主动送了4000多两银子和100石粮食。你们没有听错，就是马家家主和王家家主。县令大人非常高兴，准备用这笔银子为那些无家可归的孤儿和老人修建房子，还准备给咱们荒县修路呢。不，你们千万不要误会，并不是免费征召你们，所有过来帮工的人，每天都可以领到10文钱，开碗3餐。男女都可以过来报名，县令大人已经说了，无论男女都有活可以做。就这么一路宣传，整个荒县全都沸腾了。一路上所有的百姓都在感谢那2家粮商。马家家主和王家家主听到之后乐得合不拢嘴，谁不想要一个好的名声呢？更何况还是功德碑上面排名第1的位置。前任县令拿了几千两银子也就行了点方便，哪里为他们搞出这么大的动静？然而赵家家主打听了之后，心情却不这么美丽了。这新任县令实在太不懂事了，刚刚竟然没有及时提醒他。该死的王家和马家，那2个老家伙到底怎么回事？赵家家主气得牙痒痒，却也没有办法，连忙也让人去小仓库里面取了3000两银子，又让人抬了100担粮食过去。虽然心疼的要命，但为了自己的名声还有赵家的名声，一切都不重要了。
经过一番吹嘘，整条街道的百姓都知道了这件事情。县令大人，我们这么吹嘘这两个家族，他们并不是好的。如果不是他们这些年控制粮价，百姓也不会生活的这么艰难。这么夸奖他们，是不是不太好啊？洛勇，你一看你就是这种事情见识少了。你看那些百姓们有说过什么吗？现在每天能够得到10文钱，还能吃饱饭，根本都不管这些的。这个世道，谁能让他们吃饱饭，谁就是真正的衣食父母。那些表面的名声又算什么呢？能吃吗？徐如蓉有一种紧迫感，觉得接下来可能还会有其他灾难。是百姓的生命重要，还是那点芥蒂比较重要呢？他现在已经没有时间慢慢发展荒县了，必须在寒冬来临之前，迅速地将那些烧火龙的大院子建立起来，再储存一批应急的粮食，才不至于让大批大批的百姓饿死。就在他们来到另外一条人来人往的街道，打算敲锣打鼓再次宣传的时候，那边赵家家主已经让赵家的家丁扛着一大箱银子和一堆的粮食过来了。县令大人，县令大人，我们赵家把3000两银子和100担粮食运过来了，您快看看。骆勇瞬间转过头，瞪大眼睛，这赵家居然主动跳坑里面来了。一直在和百姓们解释的陈县城嘴角也抽了抽，王晴则是眨了眨眼睛，一脸兴奋。好好好，我就知道赵家家主也是咱们荒县的大善人。正在凝视荒县的余洛也哭笑不得，这个县令确实有点东西啊，不知道徐如蓉知道他自己其实是个假县令会怎么做，应该不会半路逃跑吧。林家村，林安娘带着崔英和张娘子几人出发不多时，就在荒山附近的群山看到运粮的队伍。这支从崇州出发的运粮队伍没有遇到3个粮商大户的拦截，反而遇到了一批山匪。山匪就躲在远处的山上，等到运粮的车队一过来，他们就将漫天的石头抛下去，落石滚滚而出，轰隆隆的声音好似雷声从天而降，众人都被吓得不轻，就连那些持刀的汉子也都面色恐惧。他们不怕那些山匪的冲杀，却害怕这种从天而降的灾难。那些巨石的力道根本不是普通人能够抵抗的。就在所有人面露绝望的这一刻，林安娘带着崔英从远处的山坡上面跳下来。娘，你们别过来，这里实在太危险了。你们快跑！那位梁商也是心善的，眼见自己逃不掉了，干脆对着那2个女子大吼。然而那2个女子仿佛没有听到一样，反而迅速地朝着边奔过来。为首的林安娘撑起马步，沉下身子，对着满天的落石踢过去。她并没有用什么特殊的技巧，只是凭借着凶狠的蛮力，就将落到自己身旁的所有巨石踢得粉碎，只留一些碎末落到周围人的脸上。至于崔英，她操控10来条火蛇，灵活地将那些落石包裹住，转移到了其他地方。短短时间之内，这场人为的落石灾难就被清扫而空，只留下一群人高马大的汉子目瞪口呆。至于那群山匪，早已经吓破了胆，哪里还有斗争之心，一个比一个跑得快，很快没了踪影。山峰之下，这个来自崇州的梁商种哼捂住自己的心脏，半天没缓过神来。侠女，武德运和旁边的梁商一起跑过去。侠女，感谢你的救命之恩，救命之恩无以回报。你们需要多少粮食，尽管拿就是。实在不行，让我以身相许也行啊，我真的可以入赘的。你干什么呢你？那是我娘。仲亨这才反应过来，不过他脸皮非常厚，转而又看向旁边的林安娘。我已经有3个孩子了。仲亨心中悔得不行，他就应该早点来青州的，万一能更早一些遇到这2位侠女呢？你们都没受伤吧？那群汉子全都摇摇头，他们都没有正面接受落石的冲击，怎么可能受伤呢？既然如此，那就快些带着粮食离开吧。公孙老太太早就已经等着了，也不用太过感激。如果不是山神娘娘，我根本就不会救你们。你们也认识公孙老太太？仲亨愣然，很快他就猛地拍了自己一巴掌，
这两位女子明显和队伍中的武德运和张重九有关系，怎么可能不认识公孙老太太呢？孩子，你没受伤吧？三人本来是一起的，但张娘子并没有对抗落石的能力，林安娘就把她放到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如今落石的危机过去，她便主动跑出来了。也还行，只是受了点轻伤。这是迎接那位梁商的时候遇到的吧？娘还真是猜测的非常准啊，这伤确实是之前遇到劫匪留下的。娘，阿德受的伤更重一些，你帮一帮他吧，他是为了救我才受伤的。张娘子转过头来，就看到武德运紧紧地皱着眉。娘，你怎么也获得了能力？我不是告诉你，目前还不能确定这位山神娘娘到底是什么存在，不要轻易信任吗？哼，就这样还帮什么帮？他都不信任山神娘娘，自然也不需要山神娘娘赐予我们的能力了。安娘子，林姐姐，我们走。三人转身就离开，只留下武德运和张重九两个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你们两个到底怎么回事啊？仲亨也看不明白了，这两个不是那两位女子的儿子吗？怎么混到了这个地步？两人内心的委屈无处倾诉，这只是出于对陌生存在的警惕心而已。在这个满是妖邪的世界，谨慎点不是很正常吗？对了，忘记告诉你们了，这次是山神娘娘让我们来的。本来我们是打算吃过饭再来的，但是山神娘娘说你们这支队伍会遇到危险，所以就提前过来了。既然不信任山神娘娘，以后山神娘娘估计也就不会救你们了，好自为之吧。林安娘是山神娘娘第一个正式的信徒，在她的心中，山神娘娘就是非常伟大的存在，根本容不得任何质疑。如今这两个家伙一再挑衅山神娘娘的神威，那就是在她的底线上面狂踩。哎呀，你们两个傻呀！这么厉害的山神娘娘救了咱们的性命，你们咋还恩将仇报呢？可是仲大哥，咱们路上也谈到了那些妖邪，你不也非常清楚吗？说你们傻，你们还真是榆木脑袋，你们就是被燕国那群家伙给打傻了，真的看不出来现在是什么情况吗？咱们梁国有这么多的妖邪，听说京城那边乱得很，不少富商都想方设法的逃出去呢。就算他真的是妖邪，那又怎么了？遇到一位如此仁慈的存在，而且还愿意庇护你们救粮队于危险之中，这是你们的福分。我问你们，你们整个林家村都信仰的是这一位山神娘娘吗？两人齐齐点头，他们林家村每隔3天都会去祭拜一次。那不就得了吗？这个林家村辈分最大的人是公孙老太太，她都没说什么，甚至主动领着村民去祭拜。难道你们认为自己比公孙老太太还要聪明，还要见多识广吗？难道老太太不知道她是妖邪的事情吗？她还亲自见过妖邪呢。你们自己去领悟吧，我要走了。仲亨连忙让后方的那群汉子赶着粮车离开，把武德运和张重九两个人晾在最后面。梁队没有直接赶去林家村，他们来到荒山脚下，就看到熟悉的身影站在最前方。仲兄弟，你终于来了呀！老太太，我这大老远的送粮食过来，不正是因为您在这里吗？他本来想问一问山神娘娘的事情，但又觉得见面就询问这些不太好，只好将这个压在心底。老太太，这批粮食往哪里运呢？他看到老太太身旁也没什么精壮的男子，略有些疑惑。很快他想到了什么，浑身一震，难道整个林家村都和那两位女子一样厉害？众兄弟，咱们先进行交易，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待会儿我就让村民们运走。至于运去哪里，老太太自然不会说得这么清楚。仲亨表示理解，他让那些汉子全都从车上下来，将地方腾给林家村村民。说好的，你运来2500担粮食，给你500两。一个包括孩子在内的10口之家，如果节省一些，只需要70担粮食就能吃1年。这次运来的粮食估计能让林家村吃上1整年。至于之后要怎么办，当然是继续在荒山上种植了。众兄弟，我们去林家村吧。
老宅那边早已经准备好了饭菜，就等着你们了。公孙老太太走在最前面，后方一众运粮的汉子面面相觑。这么多粮食，难道就不需要他们帮忙运送到地方了吗？走，咱们跟上老太太。等仲亨跟着老太太来到小路这里，他谨慎地转过头，朝后面瞥过去一眼。路边有很多树木和灌木丛，大部分的视线都遮住了，但仲亨仍然能够看到那批粮食少了一大半。我操，这才过了多长时间呢？大部分的粮食都不见了，这到底是怎么运出去的？我也没有见到其他人过来呀。那个山神娘娘果然是神秘莫测呀，不然聪明狡猾的公孙老太太怎么可能主动带着林家村去信仰对方呢？老太太，你之前的那些猜测确定吗？之前让你为自己存下一批粮食，你存了吗？仲亨连连点头，虽然不太相信这个世道很快会乱起来，但出于生意人的警惕心，他还是为自家人留了500石粮食。那就好啊。到时候你们也警惕一些，不要将粮食泄露出去。万一别人发现，那就糟了。当别人衣不蔽体，饿得头晕眼花的时候，你们家却每天都能拿出粮食，这才是真正的灾难。有条件的话，你们在崇州那边选择一处深山，去大山里面生活。行，老太太，谢谢你的提醒，我会考虑的。一行人来到林家村，受到了隆重的接待。这一桌子虽然没有太多的肉食，但都是大家用心准备的。仲亨看着这些新奇菜式，好奇地品尝了一番，尤其那隔根饺子软糯中带着香味，让人回味无穷。这种饺子和甜糕到底是用什么做出来的？这些饺子皮和凉糕啊，都是用那些树根做出来的。如果你想要知道做法呢，就得去询问山神娘娘了。啥？这些吃的东西竟然都是用树根做出来的？这种树根他也知道，以前在山上经常能看到呢。如果树根也能制作成吃食，如果遇到饥荒年，能拯救很多人啊。等吃完饭，仲亨主动找上了公孙老太太和林安娘。老太太，安娘子，我能带着兄弟们去拜一拜山神娘娘吗？你们放心，兄弟们的嘴都严得很，我们以前可是走镖局的，最会保密了。公孙老太太一看他，就知道这个家伙心中在打什么主意。仲亨来自崇州，在崇州也是有名的人物。如果这个家伙愿意信奉山神娘娘，说不定会带来想象不到的效果。不过轻易得来的东西，没有人会珍惜的。看一些林家村的村民就知道了。就带你们去看一眼，到时候你们得赶紧离开。仲亨连连点头，高兴得不得了。今日正好是林家村每3日祭拜山神的时候，大部分村民吃完饭已经在宅院这里等着了。仲亨正好带着人跟上去，一路上他仔细观察这些村民的房子，发现很多屋子都已经空了一半。让他意外的是，这个村子居然还有2家人不参与任何活动，还用看着智障的眼神看着他们。林二罗正在做木门，这段时间他给家里都换了大门，那做工和花纹看起来都非常漂亮。不是让你给我搭把手吗？你怎么坐在那里不动？我把你娶回家，那是把你当做大爷养着吗？什么都不做。怎么？家里的饭不是我做的吗？你吃的难道是猪食啊？家里不是我收拾的吗？你踩的难道是猪圈？那不是你都应该做的吗？以前老三媳妇干了这么多年，让你做点事情怎么了？难道你不想让我多挣点钱，给家里多添点东西，吃一顿好的？多挣点钱，添点东西，吃一顿好的，你怕不是在做梦吧？好东西哪里轮得到你呀？吴翠英，你疯了吧？那是我爹娘，他们能不关照我？如果不是他们出了银子，我哪里有机会跟着吴木匠学这门手艺？吴翠英再次冷哼一声，她甚至觉得给出大笔银子让丈夫跟着吴木匠学习也是假的，说不定用了其他的交易呢。你好自为之吧。她冷脸走开，只留林二罗一个人在那里气急败坏。娘，不准你说我爹。
你又不是我家人，凭什么气我爹？吴翠英一摸后面的血迹，面色瞬间发白，双手都在发抖。干得好！咱们家什么时候轮到你娘做主了？堂屋里面，林老爷子正在和林老太太说话。这一天天的就不知道安生，老祖宗也是的，非得让林家村住在荒山里面。我看很多户人家都把东西给搬过去了。荒山里面到处都是猛虎野兽，还有很多看不见的毒虫，路呀也非常难走，一天都不一定能走下山。有什么好的？哪有这里方便？老婆子呀，老大之前真的是这么说的，等他考上童生之后，就带着我们去县城里面生活。那可不，咱们家大儿子不好意思开口，让小孙女儿偷偷告诉我们的。他们呀都已经亲自承诺，还能有假？到时候啊，咱们就去过县城里的生活啦。和乡下的这些泥腿子可不一样，他们想去荒山里面生活，让他们去呗。咱们在县城里面吃香的喝辣的，以后啊，咱们儿子成了举人，咱们就是举人老爷的爹娘了。县城里面的生活肯定是比村子里面要好的，荒山那种鸟不拉屎的地方，谁爱去谁去。娘，你们看到翠英了吗？她跑哪里去了？生气也得有个限度吧，还真的不帮我干活了。瞎嚷嚷什么？她还能跑去哪里？这个时候估计去做饭了吧。林老太太冷下脸，然而等她拄着拐杖来到厨房，却发现厨房空空如也。林老太太不信邪，将每个房间都找了一遍，仍然没有看到二儿媳妇的身影。她去洗衣服了？不可能啊！你媳妇儿不是说这几天天太冷，不想洗吗？等林老太太看到厨房上面挂着的2块腊肉不见了的时候，面色瞬间变了。天杀的，我就知道这个老二媳妇没安好心，她把咱们家仅有的腊肉给带走了。娘，我这就去隔壁村子，去问一问他们吴家到底怎么回事，怎么教出来的女儿。手中的工具都没有放下，他就怒气冲冲地跑远了。林二罗来到大河村吴家，人还没见人呢，就在外面怒骂。吴家老太太打开门，看到女婿来了，原本想要请对方进来，但听到这个家伙一句比一句骂得脏，瞬间冷下了脸。林二罗，你什么意思？我们把女儿交给你，没有带着她过上正常日子也就算了，居然还在这里骂丈母娘。你让吴翠英出来，她到底什么意思？在家里不干活，整天给我爹娘添堵也就算了，居然还把我家里用来过年的2块腊肉给顺走了。她是不是把肉拿到娘家来了？你们吴家也好意思收我们家仅有的2块肉？林二罗，你什么意思？我还没问你我女儿去哪里了呢，怎么就突然来质问我们了？肯定是你们把人给藏起来了。她出了娘家，还有哪些地方可以去？她在村子里长大，最远的地方连县城都没去过，还能独自一人摸到县城里去了？娘，让我们来教训这个家伙。院子里面的其他2个儿子听到动静，全部拿着锄头跑出来。林二罗吓得不行，手中的工具不知什么时候掉了都不知道，连忙跑远了。等林二罗离开之后，吴老太太仍然不放心。你们说，咱们女儿是不是出事儿了？外祖母，我娘怎么了？关欣欣，这只是外祖母的推测，你先去和其他几位哥哥姐姐一起玩，好不好？那外祖母要告诉娘，要让她把欣欣接回去。这里虽然好玩，但欣欣最喜欢的还是娘亲。放心，会和你娘说的。荒山，仲亨跟着林家村的村民走到半山腰，发现成排成排的木屋。这里应该就是林家村村民未来准备生活的地方。走着走着，仲亨突然发现一道熟悉的身影，
这道身影身穿白色衣裙，带着半透明的蜜梨，这不就是皇帝都想要招揽过来的那位强大的女捉妖师吗？怎么会在荒山？他厚着脸皮走过去，听到这位捉妖师正在和其他人请教房屋的建造技巧。等等，这位厉害的捉妖师也准备定居在荒山？越往上面走，仲亨心中越是忐忑。这位神明愿意接受他们的供奉吗？虽然公孙老太太只让他们看一眼，但仲亨同样是个狡猾的。一眼也分很多种，如果他们扑通一声对着神像跪下去，公孙老太太还能赶他们走吗？指定不能啊。等来到山神庙之后，却发现两个熟悉的身影跪在那里，把神像前面最好的位置挡得干干净净。他偷偷地对着这两个家伙使眼色，也没有见武德运和张仲九站起来，两个人如丧考妣地垂着脑袋，看起来像是跪了很久。不好意思啊，这两个孩子还在赎罪，你们就这么看看吧。之前的想法完全破灭，仲亨迅速地采取了第二种方法。只见他飞速地从怀里拿出一把香，给身后的那些兄弟们每人塞3支，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点燃，将手中的香高举至额头。这么一番动作，把周围的那些人都给看愣了，就连公孙老太太都没有想到，这个家伙居然偷偷留了一手。山神娘娘，我们是来自崇州的粮队，是为了林家村运粮而来，没想到在这里发现如此仁慈、如此神通广大的神明，我们被您的光辉事迹所吸引。你的神像是如此伟岸，天底下任何神明都没有您的胸襟宽广。神的光辉照耀世界，您的慈爱比阳光还温暖。山神娘娘，不知您是否听见了一位卑微良商的祈祷？我们不祈求任何事情，我们只希望我们的神明能够永世存在，希望您的光辉能够永远照耀着大地。眼看着这个良商开启了夸夸模式，公孙老太太嘴角一抽，她最终还是失算了。公孙老太太心中顿时有一股危机之感，她觉得这个家伙肯定是来争宠的劲敌。神像上方一直飘在那里的余洛看着泥塑的神像陷入沉思，他的神像是如此的伟岸，这个良商到底是怎么从模糊的面孔和泥塑的身子中看出来伟岸的？不过这么一通夸奖确实让他心中舒坦啊，怪不得古代的皇帝都这么喜欢身边的宦官，每一句都夸到心坎里面，这能不喜欢吗？宿主，你又遇到了反派。这也是反派？我觉得他人挺正气的，一点问题都没有。仲亨确实没问题，他以前是走镖局的，对待自己的兄弟也非常好，所以后来他退出镖局，转行来运粮食。那些兄弟也愿意继续跟着他。但这本小说并不是以仲亨的视角写的，女主是他的妹妹。这本小说是女频的一本后妈文，现代物理博士穿越到一个落水而亡的农家女身上，被父母送给隔壁冲喜，给6个孩子做后妈的故事。等等，你说什么？现代物理博士？余洛这双眼睛瞬间就亮了，这在古代堪比大熊猫啊！所以，这么一位厉害的博士，被送过去给病秧子冲洗，还做后妈？别急，我说的这位穿越过来的女博士，正是这位仲亨的亲妹妹。她常年在外走镖运粮，也没怎么回家看看，自然不知道自家父母干出了这种事情。等仲亨这次回去之后，就会发现自己妹妹变了一个人。他认为妹妹被哪里来的孤魂野鬼取代了，费尽心思找来各种高人，想要驱赶这抹孤魂。然而在女主看来，她就是纯粹过来找茬的。因为仲亨的各种阻挠，女主和古代丈夫之间的感情反而越来越深了，甚至接连为丈夫生了几个孩子。结局是女主带着10来个孩子和丈夫一起幸福生活的画面。到最后，女主才发现，原来这位在外面出事的兄长并没有这么讨厌自己，反而为她留了一大笔银子。那个时候女主才后悔，然而已经来不及了，只能感叹昔人已逝。怎么说呢？这真的很难评。看了一眼仍在夸夸的仲亨，余洛再次询问：
那位现代的女博士什么时候穿越过来？我得早做准备，一定要把她提前抢过来。据前线是2个月后，仲亨的妹妹早就不想活了，落水而亡是她自己选择的，所以无论如何，那位女博士都会穿越过来。青州到崇州需要1个月，2个月后的话，那还有时间，先观察观察。等他的信仰值提升，可以进行赐福，提升仲亨的实力，让他快些赶回去，将博士妹妹带过来。神像之下，仲亨仍然在赞誉，恨不得把自己毕生所学拿出来。下一秒，他就感觉有一道柔和的力量将自己托起来。不仅如此，就连身后的那群汉子也有同样的待遇。山神娘娘回应我们了，她听到我们的赞美了啊！不行不行，我们还得为山神娘娘做些什么。待会儿你们随我下山，我们去县城里面买些好东西运过来，一定要把山神庙打理得漂漂亮亮的。一群汉子齐刷刷的点头。于是等到修理完自家房子，挖了1天隔根的林家村村民来到山神庙的时候，就发现山神焕然一新。山神庙的外围没有多少变化，但里面却多了各种各样的装饰品，有的装饰金光闪闪，差点闪瞎林家村这些村民的眼睛。哎呀，你们轻点放，这可是玉做的盘子，是用来盛放那些供奉的瓜果，刚刚好。哎，这个是楠木桌子，摆在前面刚刚好啊！山神娘娘，请原谅我们的粗鲁，这已经是我们能在县城里面找到最好的物品了。等下次我会从崇州回来，给您带来更好的玉盘。身后的一群林家村村民眼角跳了跳，心想这个家伙还准备回来呢。以后我们也会在崇州宣扬您的事迹，宣扬您的仁慈，为您带来更多的信徒。山神庙外面，一群林家村村民聚集在一起，神色凝重。你们都看见了吧？这个外来的崇州粮商只是第1天过来，就得到了山神娘娘的青睐。你们看他送了多少东西？哎呀，如果再这么下去，咱们林家村就彻底被比下去喽。你们甘心吗？我们才是第1个发现山神娘娘的村子。不甘心。是啊，张娘子啊，咱们心里面愧疚着呢。人家一来就为山神娘娘供奉这么多好东西，然而他们林家村的村民却没有做什么，反而一直享受山神娘娘的庇护。山神娘娘仁慈，不愿意他们花费更多的银钱，让林家村的村民先囤粮食，他们就真的什么都不做了。这山里有很多上好的木头，我带人去找一找，为山神庙制作更好的窗户。我可以烧陶。我以前看过地主家制陶，都记在脑子里了。好，非常好。张家娘子非常满意，可是这土陶也没有人家的玉盘好看的。一群林家村的村民再次陷入沉思。我娘家是制作瓷器，专门给皇宫送贡品的，但得罪了大官，全家人都被流放到了这里。我对家里的瓷器制作也有些了解，可以尝试一下。好，就辛苦敏娘子了。啊，我可以宣扬山神娘娘的事迹，为山神娘娘发展更多的信徒。行，那就先商量到这里吧，你们去准备吧。徐如蓉终于抽出空，带着人来到荒山。再次来到这里，他发现山神庙竟然已经大变模样。林家村的村民这么富有吗？甚至那些用来盛放贡品的盘子都是玉做的。哟，小哥，你也来跪拜山神娘娘啊？你可真有眼光，咱们山神娘娘就是最厉害的。山神娘娘确实厉害。哎，兄弟，你是做什么的？也是商人吗？我是荒县的县令，我旁边这位是骆捕快，不知兄台是？哟，兄弟，你竟然是这个地方的县令啊！我是来自崇州的粮商，有眼不识泰山，失敬失敬。所以这个地方的县令也过来祭拜山神娘娘了。果然他的决定是正确的，等回去之后就应该把全家都给带过来。原来你就是那位粮商。千等万等，终于把这个粮商给等过来了。
和这位梁商说了会话，不动声色地打听其他梁商的信息，又要了这位梁商的地址。以后我们黄县买粮就靠你了。你放心，我回去之后啊，还会再来一次的，到时候再运一批粮食过来。你要多少粮食，提前和我说好。两人都非常满意，都觉得这笔买卖赚大了。仲亨完全可以凭借着这个理由再回来一趟啊！兄弟们，咱们去和公孙老太太商量商量，在这里建个房子。仲亨已经迫不及待地离开，去和公孙老太太商量以后的事情了。至于公孙老太太会不会同意，这根本都不是问题。他直接用钱和粮食砸，就不信老太太不心动。徐如蓉也跟了过去，她也有话和公孙老太太说。那边公孙老太太一脸无语地送走仲亨，让二儿子给这些人分了地，转头又看到徐县令走了进来。徐县令，今日来荒山还有其他事情吧？茉莉，上茶。公孙老太太，你还记得石婆婆临死之前说的话吗？石婆婆让山神娘娘小心隔壁县城石家村的那一位妖邪，我也曾经派人去打听过，得到了一些信息。门外，林安娘也走了进来，她对县令点了点头，转身坐在老太太旁边。徐县令，你继续说，我们都听着呢。山神娘娘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论在哪里，她都能听到。石家村一切正常，据说没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只不过我查到这个村子在12年之内出了2个状元。2个状元？是的，他们一个村子出了2个状元，一个是12年前的状元，如今已经在京城任职，听说位居高位。至于具体什么位置，目前还查不出来，也不好继续查下去。徐如蓉虽然有京城那边的记忆，但大多都是模糊的，连这具身体的父母是谁都记不清楚，甚至还失去了一段非常关键的记忆。他都不知道这具身体是什么时候参加科考，又什么时候被任命为荒县县令的。不过官府的那些文书不是假的，徐如蓉也就没有多想。第2个状元是1年前的一位状元，目前查不出来他到底在哪里。不仅如此，他们石家村的其他儿郎读书也非常厉害，据说有好几位秀才，2位举人。一个村出了2位状元，这么多读书人，按理说也有可能，毕竟基因是遗传的，但石家村却没有对外宣扬。每次有人询问的时候，这些人都非常紧张，这就令人费解了。神像空间，余洛若有所思，怪不得当初那位石婆婆说发现妖邪踪迹，并告诉其他村民的时候，没有人理会这位婆婆。石家村的大部分村民应该都非常清楚，他们信奉的到底是什么存在，只不过得到的利益实在太高，一直装聋作哑罢了。上次是求子方面的妖邪，那么这次就是求官方面的妖邪。他到底用什么办法让石家村的大部分读书人都顺利考上的？举人还好说，但状元可不一般啊！一个妖邪这么厉害的吗？不好说，我这边是没办法直接知道的，需要你派人查探。其实系统不用说，余洛也已经准备好，他甚至已经和林安娘说清楚了。这边林安娘接到山神娘娘的指示，立马找到了2位林家村的娘子。林怡、林平，你们2个拿着木雕，分别去全县的县城和石家村查探一番。记住了，自己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2位娘子连连点头。她们一个拥有穿墙能力，一个可以躲在影子中，不多时就悄声无息地离开了。这边徐如蓉也带着身后的人打算离开。最近这段时间县衙非常的忙，她之所以能够抽空来荒山一趟，还是陈县城在那边顶着，再不回去的话，陈县城就要哭了。哟，徐县令，原来是你呀！听说你找到了一位妖邪的线索，你放心吧，只要是有山神娘娘在，任何妖邪都逃不掉的。这家伙好像一个传销头子。
不过有荒山的山神在，他确实安心不少，不用每天提心吊胆了。徐如蓉一边思索，一边带着骆勇穿过这边的石头堆。隔壁正是王晴，他正和母亲一起商量如何建造房屋。师傅，我们建议做烧炕的屋子吧，我看其他村民也打算这么做。对了，师傅，荒山外面的那一位呢？不用理他，他什么时候把那个妖邪抓过来，什么时候再联系。好的好的，一切都听师傅的。徐县令，你也来了？徐县令，荒县新来的县令也叫徐县令。什么叫新来的县令也叫徐县令？之前的县令明明姓王啊！师傅，你见过前任县令？我跟你说，他可坏了，那些粮商这么嚣张，就是他放任的。前任县令不是徐如蓉吗？1个月之前，我曾经路过附近的县城，在外面的一个人身上发现了妖邪的力量，就顺手给斩了。谁知后来怎么都感应不到那个妖邪的具体位置，估计察觉到我的到来，躲起来了。我打开这人随身携带的文书，才知道他是即将赴任的荒县县令徐如蓉。王婉还没讲完，就发现包括女儿在内，周围的几人全都一脸惊悚。徐如蓉微微张开嘴巴，一双乌黑的眼眸满是迷茫，这都什么跟什么？所以他现在是活着还是死了？王婉一看这位县令的表情，就猜到了一些。他主动走上前去，捏着这人的肩膀查探：“你的身体非常正常，并没有被妖邪控制。”徐如蓉心神俱震，感觉整个世界观都崩塌了。所以他就是一个冒牌的县令，怪不得他没有科考和授官的记忆，还以为是穿越的原因导致很多记忆都不全，原来是根本没有啊。但失忆这件事情是真的，他是真的记不清楚过去几年内都发生了什么。一群人面面相觑，不过他们都非常聪明，没有多说话。师傅，当时那个家伙正在做什么？你不是冲动的性格，不可能直接动手的。那个县令，他正在吸食同伴的脑髓，还一脸享受。我操，怎么会有这么恐怖的家伙啊？如果荒县真的换了这么一个县令，所有百姓都危险了呀！幸亏他娘提前发现，直接给斩杀。幸亏后来的这份文书落在今天的徐如蓉手中。师傅，我们去荒县转一转。王婉轻轻点头，跟着女儿走了过去。荒县县衙，徐如蓉都不知道怎么走回来的，只感觉整个人恍恍惚惚，仿佛梦游一般。所以他这个颇为稳定的编制其实是假的，是冒牌的。能够坐上县令的位置，估计是一位进士，肯定认识很多同窗好友。那些人只要稍微打听一下，他就露馅了呀。接下来根本不是荒县如何建设的问题，是他还能不能活命的问题啊。徐县令，您终于回来了。那些人已经招好了，现在就等着动工呢。你打算把那些烧炕的大通铺建在哪儿啊？面前的县令大人神色恍然，脚步飘忽，整个人好似被妖邪所附身，一副云游天外的模样。陈县城心里一咯噔，他不动声色地拿出黄符贴在对方的后背，转头就发现对方把黄符给撕了，甚至一边撕一边在那里念叨：跑还是不跑？跑等死，跑等死，跑等死。黄符一点点被撕完。跑！徐如蓉瞬间跑到自己的屋子里面，将木门反锁，然后将自己的衣服简单的收拾了一番，最后打开窗户，费力爬了上去。县令大人，你这是做什么？没什么，就是打算看看风景。背着行李看风景？那什么，我刚刚就是看天气还不错，打算晾晾衣服。哦，原来如此。徐如蓉猛地关上窗，她稍微等了几分钟，觉得外面没有了动静，这才重新打开另外一扇窗户。然而徐如蓉再次打开窗户，却直接和3张脸对上。只见王晴、陈县城和骆勇同样一脸迷惑地看过来。县令大人，您怎么还扯着布条啊？徐如蓉扑通一声掉下窗户。县令大人，您小心点儿！
哎呦，可别把这位县令摔坏了呀，不然以后的荒县怎么办？哪里还能找到这么不贪财还愿意为百姓着想的父母官呢？2分钟之后，徐如蓉一脸垂头丧气地坐在椅子上，她的对面也坐着一排人。徐县令，你刚刚是要逃跑，为什么？徐县令，你也学会走窗户了？县令大人，你难道要放弃这么好的现状吗？咱们已经筹集了这么多银子，甚至还收了一批粮食，你想要盖的房子也快要动工了，你这么离开，可都是前功尽弃了呀。最后面的骆勇则抿着嘴，一瞬不瞬地盯着这位想要逃跑的县令，仿佛对方只要再次起身，立马就扑过去。哎，你们都不懂，我再待下去，很快小命都要没了呀。如果之前死去的那个县令只和妖邪有关系，他们这边还有山神娘娘可以庇护，但人家的身份显然就不一般，万一京城那边调查过来，他很快就得被斩首。小命同样重要啊，而且这又不是他的编制。正是因为荒县已经走上正轨，我才打算离开的。这个位置本来就不是我的，我不能就这么霸占着。只要我离开，朝廷很快还会派新的县令过来，到时候就让新县令带领你们过上好日子。县令大人，你糊涂啊！朝廷那边都一团糟了，他们能派什么人过来呀？而且之前那个县令和妖邪有关系，说明藏在暗中的那个妖邪早已经看上了荒县，而且这个妖邪还和京城那边有联系。你怎么确定再次来的县令不是妖邪安排的呢？就算来的那位新的县令是正常人，你只要想一想前任县令就应该理解了，这些人根本都不作为啊，不然百姓怎么会过得这么苦呢？县令大人，我们荒县好不容易才等到你，你可千万不能跑啊，不然这所有的一切都会前功尽弃的。那几个粮商肯定会把所有的银子都拿回去，以后荒县的百姓就只能冻死在街头了。我真的有这么重要吗？陈县城和骆勇齐齐点头，徐如蓉有些感动，但她还有些犹豫。可这件事情如果被发现的话，怕什么？如果有人找茬，直接杀掉就是。就算那个妖邪找过来，也逃不掉的。王晴连连拍手，她觉得自己娘亲帅呆了。杀，直接杀了，她以前可是连鸡都没杀过啊。而且你成为荒县的县令，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只要稍微打探一下都能查出来。暗中的那个妖邪肯定早就盯上你了，如果逃出去，你只可能死得更快。居然还有这一点，竟然给忽略掉了。所以好好做你的县令吧，留在荒县管理百姓，信奉山神娘娘才是你最大的生机。怎么感觉这位强大的捉妖师和那个传销头子有点像呢？不过对方说的确实有道理，那位真正的县令已经死去，他代替对方的身份入局，肯定被暗中藏着的妖邪发现了。他想要博取一线生机，或许只有依靠山神娘娘。求神拜佛这种事情，大学生最擅长了。每次考试之前，徐如蓉都得拜一拜呢。那边的陈县城和骆勇也松了口气，县令大人总算不再想着逃跑了。我决定好了，接下来我们在荒县和荒山一起修建房子，以后我们整个县城说不定都能搬进荒山呢。这是不是有点振作过头了？荒山，于洛听完荒县前任县令的死因，再对比石家村发生的那些事情，突然觉得有些相似。系统，你说那个被王婉一刀斩杀的县令，是不是石家村出来的那位状元或者进士？有一个位居高位的同村官员，安排真的一个小小县令的位置，还是非常轻松的。全县最近的县城就是荒县，那个妖邪估计是想要扩大范围了。只是那些家伙没有想到，新县令还没有上任就被捉妖师一刀砍了，还被一位穿越者代替了身份。这么推测，一切就非常合理了。
这些情况已经超出了小说的内容和情节，估计是融合世界之后产生的变化，我是无法得知的。不过你说的非常对，这么推测确实非常合理。被一刀斩杀的那个县令很有可能来自石家村。那个妖邪已经知道捉妖师的到来，也猜到了送子娘娘的下场，估计会更加的警惕。你现在还真的不一定能找到他。可惜了，不然还可以在寒冬来临之前再吃上一口的。于洛打开系统面板一看，原来现在已经积累到19900信仰值。随着最后100信仰值升上去，系统多了一块面板。之前他用来查看那些信徒行动的面板经常会弹出来各种消息，这是主面板。后来多出的全景地图和新开通的系统商城也在主面板上面。然而新出现的面板叠在这块面板的旁边，像电脑屏幕一样，只要轻轻点击就能弹出来。随着水波纹一样的金光亮起，这块完整的面板终于呈现了出来。荒山家园建造系统，等级零简陋小屋，20平级山地，200亩，未完全开垦，河流2条，注：伟大的山神，此地太过简陋，身为唯一真神的信徒，他们怎么能居住在这种地方，让您蒙羞呢？让您的信徒们动起来，建造属于自己的家园吧。这个面板上面也多出了一个系统商城，只不过这个商城里面可以用信仰值兑换的是棉花和红薯种子，几块黑土地、红土地以及飞速生长化肥。所以这个面板其实是异界现实版本我的庄园农场，感觉还挺有趣的。这个飞速生长化肥能让第一批棉花迅速生长起来，为林家村带来松软的棉外套，也算是非常及时了。不仅如此，后面几页甚至还有农场的建造图纸，以及各种控制时间、控制天气的装备。只不过这些道具都有一个灰色的锁链标志，需要家园升级之后才能一步步解锁。如此看来，家园的升级也是非常重要的。以后他完全可以将这里打造成一个四季如春的山中城市。林家村，张娘子正在和自家姊妹说话。她娘家距离这里隔了好几个县城，甚至比石家村还远。姐，你放心好了，到时候我一定不会给你丢份儿的。你们就不怕我都是骗你的？哼，阿姐怎么可能骗我嘛？你向来谨慎，如果不确定的话，根本不可能和家里人说的。两人说了一会儿贴心话，张娘子就带着妹妹走了出去。外面有很多陌生的面孔，这些都是林家村的村民为山神娘娘招揽过来的新信徒。你们准备好了吗？马上我们就会上山去祭拜山神娘娘。安娘子和公孙老太太都在山上忙碌，山下的事情都是张娘子主持的。周围的人连连点头，他们早已经迫不及待了。那就走吧，林家村的人都握紧你们的锦囊，一定不要离新人太远，这荒山的野兽可都不是好惹的。张娘子走在最前方，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出发了。路过林老爷子和林老太太的房子，所有人都能清晰地听到里面的嚎叫。这该死的吴翠英怎么还没有回来？家里的活都是我做的，我这把老骨头都快散架了。你嚷嚷什么？老二已经去找人了，他手上的活都已经放下，还赔了不少钱呢。你就不能让我安生点儿？我怎么就不让你安生了？那吴翠英跑了，难道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只能让老大媳妇儿回来了。她虽然是京城来的大小姐，但已经来到咱们林家村儿，还能一直做大小姐吗？之前有老二媳妇儿和老三媳妇儿，家里不需要她操持。如今呐，咱们家都已经成这样了，再不让她回来干农活，以后老大和咱们大孙子哪儿来的银子继续读书？唉，谁来做活都一样。老大媳妇儿确实该为家里忙活忙活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谁让她嫁到咱们家呢？荒县的老大一家还不清楚林家村的变动，院里的林莲正在捣鼓肥皂。怎么不对呢？以前林路就是这么做，简简单单就成功了。
如果他能成功将肥皂制作出来，以后就算将配方卖出去都能挣不少钱。可现在的问题是，他脑海中的记忆不太对，肥皂一直不成型，看起来就像一个黑煤炭，一点都不光滑，也没有清洁功能。连连，你这个方法好用吗？实在不行，咱们就别折腾了吧。每天都用猪油，咱们家的油快不够了。从林家拿来的20两银子已经花得差不多了，女儿到现在都没有成功制作出来肥皂，以后他们家怎么吃饭啊？哎呀，娘，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咱们不先投入，以后怎么挣大钱啊？女儿，你说的对，咱们确实应该投入。要不然改天你回去问问，再要一些银子回来。连连点头，也只能这样了。只是两人都没有想到，还没等他们回去要钱，林老太太和林老爷子很快就找上门了。荒山，你们也不用遗憾，只要认真信奉山神娘娘，以后都有机会的。你看林家村那几个半路逃跑的家伙，他们后来认真悔过，不也得到了锦囊？张娘子低声提醒新来的这些信徒。当然，他儿子和武德运并没有获得锦囊，对此张娘子没有任何异议。诸位，听我一句话。目前山神娘娘对于我们这段时间的行动还算满意，已经将那些奖励发放了下来。后面的那些信徒顿时在心中欢呼。一群新来的信徒有些好奇，想知道神明赐下来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山神娘娘确实是将赏赐发了下来，而且呢，全部都在我的手中。但是这些赏赐啊，可不是白白的给你们的，是按照你们对山神娘娘的信仰以及对荒山的贡献，如此你们才可以获得保暖过冬的棉衣以及新的良种。对面的那群信徒全都点了点头，确实应该这样，哪能所有人过来都给赏赐啊？至于那些新来的信徒就更加的向往了，原来信奉山神娘娘还有这种好处啊！等所有新来的信徒离开之后，一群林家村的信徒这才围了上去。安娘子啊，那个神奇的良种是什么呀？我们现在能不能种植啊？你傻呀，这都冬天了，哪里还能种粮？我才不傻，这可是山神娘娘赐下来的。山神娘娘这个时候赏赐我们，肯定有她的用意啊。都安静，我们会按照你们对荒山的贡献进行分配，到时候直接通知你们来领就行了。安娘子啊，这个贡献到底是什么啊？山神娘娘说了，我们都会住在荒山，以后也会有更多的信徒过来，我们需要从现在改造这个地方，只要参与改造、参与劳动的人都可以获得贡献点。林安娘将几张图纸拿了出来，这几张图纸都是一些房子的基础建造图，明显是为了荒山设计的，非常符合这个地方的特色。这种房子要如何建造，我们也不会呀。他们只会建造林家村这种木屋和土屋，就连砖石房子都不会，别说这种功能比较多还能烧炕的房子了。没关系，我们慢慢的研究，又不是马上就要建造出来，还有其他的活可以做，都能获得贡献点。林安娘又将贡献点记录表拿出来，众人探过头一看，发现耕种山地都能获得贡献点，一个个眼睛亮了起来。将所有的事情讲清楚之后，将每个人的任务都分配下去，林家村开始新一轮荒地的开垦，一个个热情高涨。这就是山神娘娘赐下的棉种和良种。林家村的其他村民也非常好奇，一个个围了过来。咱们山中有没有暖和一点的地方？一群人面面相觑。现在已经入冬了，山上刮的都是冷风，现在已经有很多村民裹上厚衣服了，哪有暖和的地方？安姨，我知道，虎子哥说过，他在山里遇到过。走，去找灵虎。林安娘来到屋后那一片地方，
果然看到带着一众孩子在那里玩的林虎。山茱萸一般都是3月、4月开的，这个时候竟然也能开花，这里确实是非常适宜种植。林安娘伸出手感受这里的温度，明显觉得冰凉的手正在逐渐回温。那我们就在这里种植棉花和珊珊娘娘赐下来的2种，以后啊，我们都有新的棉衣，都能吃饱了。林虎带来的一群孩子蹦起来欢呼。神像空间，于洛同样也在观察这边的情况。初级侠，财通人，复行事务10部，豁然开朗。桃花源记，系统，你也知道桃花源记？这个世界这么多穿越者，我加载了这么多本小说，怎么也能搜索出来一些片段。我也是很厉害的。确实，这个系统来历也不简单啊，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透露出来。既然找到这种隐蔽地方，以后这个荒山农场就可以放手去做了。检测到您的信徒林虎发现一处适宜种植的山谷，是否加入荒山家园建设？于洛将这处山谷添加过去，很快就看到荒山家园多了100积分。之前那些村民花费了这么长时间修整了他们的房子，也才50-60积分，没想到这处山谷给的这么多，这也说明山谷的作用非常大。他想了想，再次给林安娘传音。山谷中，林安娘得到山神娘娘的肯定，也非常高兴。林虎，你发现这个山谷功劳非常的大，我给你记100点的贡献点。林峰及时提醒，你也有贡献点。将这些贡献点都记录在册，林安娘很快又顺着隧道爬出去，将山神娘娘赐下来的种子带了进来。众人忙活了一下午，开垦出来20亩田地，这其中大部分都是林安娘开出来的。她的力气实在太大，连石头都能捏成粉，更不用说这些土地了。安娘子，现在应该把那些种子种下去了吧？还差一步，你们都站远一点，这些土地还没有改造呢。等这群人退过去，林安娘将手中的几个黑色丸子拿出来，分别埋在这些土地的下方，一共10个黑色丸子，正好埋在10亩地里面。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呢，这些土地都变了颜色，成了纯正的黑土地。我的娘啊，这些地全都变颜色了！山神娘娘果然厉害。那可不，这可是真正的神明啊！眼看安娘子要将种子种下去，他们又撸起袖子开始劳作。而林安娘已经顺着这些人挖的坑，将棉花种子种下去，撒上山神娘娘赠予的白色颗粒。安娘子，安娘子，你快来看呐！实在是太神奇了，里面的幼苗已经长出来了。林安娘转头一看，正好看到2片叶子的幼苗探出头，缓缓地舒展叶片。她下意识地低头朝着自己手中的土黄色麻布袋子看过去，心中同样难掩震惊。怪不得山神娘娘让她一定要撒上这些东西。听好了，这件事先不要宣扬出去，只有山神娘娘真正的信徒才能知道。对面的几个汉子连连点头，他们都非常清楚的，就连那些能力他们也没有乱说，只是宣传山神娘娘有多么仁慈，让很多的人过来信仰。林安娘对于这些人的反应还算满意，很快带着所有人走出这片山谷，又将那个隧道堵上，还做了伪装。安娘子，你之前说拜托我一件事儿，是什么呀？啊，我很快就要回去了，得把我的家人们都带过来。仲大哥，我送你们一程。安娘子，我联系那些朋友寻人就行了，你要是过去，这荒山怎么办呢？放心，我只将你们送到省城，到时候再自己想办法回来。仲亨点头，又询问找什么人。林安娘拿出一张破旧的纸，这上面有宁香巧按照她的形容画出来的女孩模样。小姑娘年纪不大，看起来也才2岁多，小脑袋圆圆的，看起来懵懂又可爱。林安娘又将女儿养父母的模样和家庭都形容了一遍。安娘子，您放心，我就是回不来，也得把你女儿安排好了。那我们收拾收拾东西，立马出发。一群人很快就收拾行李下了山。
林珠和林秀两个小家伙跟在一群人后面，朝着母亲挥手。娘，你尽管去，我们会在老祖宗这里照顾好自己的。公孙老太太笑着抚摸孩子们的脑袋，也对着林安娘点了点头。来的时候粮队拉了很多粮食，回去的时候就非常轻便了。后面的车辆全都是空的，他们将这些全都叠在一起，塞在一辆大的马车里面。一群人挤在另外一辆马车上面，林安娘和仲亨一辆马车。那群人害怕冲撞了这位娘子，都没敢过来。安娘子，这个马车小，委屈你了。我觉得很好，一点都不委屈。你不用管我，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之所以陪着你们过来呢，不仅是为了保护你们，更是为了去省城卖东西。仲亨连连点头。不得不说，有这位力气非常大的安娘子护着，他这一路就感觉安心不少。车队来到荒山山下，他们没有打算经过林家村，却被几个大河村村民拦住了。你们这是做什么？安娘子，我们实在是走投无路了。翠英到现在都没有回来，林家那两个老东西也不说清楚，我们翠英到底能去哪里呀？听林家村的村民说你非常厉害，我老婆子也不求你帮忙找，只希望你这里有翠英的消息能及时告诉我一声，我去把我孩子接回来。他做的一些事情我也听说了，确实非常混账，我替他给你道歉了。林安娘就这么低垂着眼眸，也没有立马同意，旁边的人也不敢说话。吴婆婆泪眼婆娑，仿佛知道了答案，也没有做强迫人的事，颤抖着站了起来。然而等她转头之后，后方却传来了声音：有消息的话我会和你说的，不过最近我比较忙，也不在林家村，你不用抱有希望。吴婆婆眼眸绽放出光彩，她连连点头。等马车离开之后，林安娘看着远处的林家村，神色疑惑。她和吴翠英相处过好几年，这人虽然平日里惯会偷懒耍滑，但对待自己孩子确实极好的。然而刚刚她却在吴婆婆的身后看到对方的女儿，这显然不正常，肯定不是妖邪搞的鬼，因为没有妖邪赶来荒山脚下的林家村，那是其他人。等来到记忆中的地方，一群汉子都胆战心惊，生怕再一次经历那种落石的危机。这一次他们明显非常迅速，很快就离开了那条狭窄的道路。然而让所有人想象不到的是，林安娘仔细端详了一会儿，似乎想到了什么，微微皱了皱眉，直接就跳了出去。你们先走，我去找那些山匪。哎呦，他们躲都来不及呢，这个林家村的娘子啊，竟然要主动找上去。不用管我，你们正常的赶路，我可以追上去。他脚尖一点，直接就跳到树上，迅速消失不见，留下一群汉子傻眼了。仲哥，咱们现在先停下来，留一些人在这里看着，其他人和我一起进山。仲亨想了很多，甚至怎么跟着安娘子一起和山匪打斗都在心里模拟好了。谁知道循着声音过去一看，却发现林安娘已经将一堆的山匪捆在一起，完事还拍拍手掌。仲大哥，你来的还挺及时啊。安娘子，你哪来的这么多绳子？这些绳子都是山匪的呀，他们估计又要干什么勾当了，正好被我发现了。既然知道如此，那就一起端了。我操，我他妈差点没跪下去。大哥，你才是我大哥呀，就连官府也不敢这么交费吧？怎么端的？该死的娘们儿，拿命来！小心！一道身影迅速掠过去，将那人直接踢飞，长刀也顺势落在地上。也就是林安娘故意控制了力道，不然一脚踢碎山石的恐怖力气，直接就让这个家伙脑袋分家。真是可惜啊，这柄长刀又被我踢断了。以后这就是林家村的武器，怎么又断了呢？当我什么都没说。那接下来怎么办呢？难不成还要带走？我会让林家村的村民把他们送去官府，这些人在这里为非作歹，当然是由县太爷来教训了。一群汉子连连点头，他们可不带山匪。
林安娘原本想要直接离开，却听到后方的那些山洞里面传出声响。什么声音？她一步步走过去，将山洞面前遮挡的大石头一脚踢碎。这一脚的力道直接震惊了里面的一群人。谢谢侠女，谢谢侠女。还有人眼尖的看到那群倒地不起的山匪，连连磕头感谢。简单的听了一会儿，他这才明白，原来这些人都是被山匪带上山，准备和这些人的家人换银子的。吴翠英，你怎么在这里啊？对方头发散乱，但眼神却非常坚定。听到他的话，颇为警惕地看过来。这个家伙可不是我们抓来的，是他自己要跟着过来的。他说自己回不去了，也想来做山匪，我们可没有为难他。这还真的想不到，原本以为吴翠英也是被绑回来的呢。既然如此，那就都带走吧。一群人将这些山匪扛到山下，荒山那边很快就来人了。马车上面，仲亨看向这位女子的眼神已经变成了崇拜。他下意识地拿出自己的锦囊，在心中来回祈祷。你的锦囊已经空了。仲亨大惊失色，还以为自己弄丢了山神娘娘赠予自己的东西。你得到了山神娘娘的赐福，不会到现在都还不清楚吧？仲亨下意识张大嘴巴，仔细感受，你会明悟的。林安娘没有解释太多，也没有询问对方获得什么能力。仲亨激动了半天，才静下心来仔细感受。他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安娘子，我出去看看。说着，他也跳了出去。仲大哥，这是在做什么？比谁跳的次数多吗？还是说又有山匪出现了？众人望了半天都没有看到，一头雾水。然而等他们再次回头，一个个全都傻眼了，因为他们的仲大哥竟然跑得比马车还快，一溜烟就没了踪影。不仅如此，仲亨还能跑回来和他们相遇。伴随着喔喔喔的声音，一群汉子就这么震惊地看着他们的老大哥，像只猴子一样到处乱窜。林安娘揉了揉太阳穴，装作什么都没看到。她绝对不承认，这一位也是山神娘娘的信徒。不知过了多久，仲亨从窗外跳进来。嘿嘿嘿，安娘子，你看到没有啊？我的速度变得非常的快，千里马都比不上我。我刚刚还去山里面偷了几只松鼠藏起来的松果，你要来一把吗？仲亨将自己的包袱拿出来。荒县县衙，徐如蓉正跟着陈县城学画符。他最近老是做噩梦，睡不好，觉得还是得自己学点真本事。陈县城本来一直翻白眼，原本是不愿意的，然而看到这位县令画的第一张符之后，彻底沉默了。陈县城，你可不要小瞧我，我从小到大都是学画画的。简单的控笔都练了好多年呢，怎么可能学不会画符？可能是被徐如蓉这个天才打击到，陈县城好几天都没有振作起来，今天终于开口答应了。县令大人，我们来送山匪了。县衙外面的人本来没有多少，但看到一群人被捆过来，大家都好奇地跟在后面。徐如蓉也走了出去，等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差点没绷住。你们说，安娘子一个人端了这群山匪的老窝？我操，不愧是我心目中的侠女，就是厉害啊！先把他们带进来，我得审问审问。既然是山匪，肯定要按照流程行事。不过徐如蓉还有另外的打算，他们荒县目前正在建造房子，到处都缺人，这山匪来的还挺及时呢，是时候让古代的山匪感受一下烧砖和搬砖的乐趣了。还有一个吴翠英，翠英刚想说之前丢失的吴翠英也在这里，但转头就发现人又没了。这人跟着队伍来到荒县之后，再次消失不见，估计从一开始就没想回来。是大河村吴婆子的女儿？因为这个老婆子前不久还来县衙报官，只不过她也查不出来后来这人到底在哪里，只知道吴翠英拎了2条腊肉去医馆，用其中1条腊肉当做医药费，然后就没了踪迹。罗勇，你带人去追。徐如蓉和身后的捕快叮嘱了一句，很快又去审问那些山匪了。他把那些老弱妇孺的信息都记了下来，
通知各个村子的家人过来领。至于剩下2个年轻的男子，徐如蓉却犯了愁。其中一位男子居然是其他州的秀才，关键这位秀才已经失忆，什么都记不起来了，只记得自己是秀才。再一问旁边的男子，也坚定认为自己失忆。多了2个失忆而且不知身份的男子，徐如蓉觉得这个场面好像有点熟悉。这2个也是穿越者？是的，这2位是女平文的2位男主角，才刚刚穿越过来就被山匪给绑了。按照剧情，他们2个应该会被分开，之后各走各的路，一个成为权臣，一个成为将军。后来2人感情逐渐升温，才发现居然来自同一个地方，曾经还是同学。简单的来说，这就是一本带着玻璃渣的纯爱文，中间虐得死去活来，结局皆大欢喜。所以他们2个穿越前是什么身份？一个是知名建筑师，被迫回去继承家产接手公司的路上穿越；一个是农业大学最年轻的教授，校车出了事故被撞死之后穿越。这就对了，咱们荒山就缺这种人才。又是建筑设计，又是农业方面的教授，专业对口啦。那位女博士太远，没办法立马赶过来。但这里还有这2个吗？谈恋爱有什么意思？来建设荒山啊，这里还有梦想中的桃花源呢。于是正在发愁的徐如蓉就看到崔英再次带着林家村的村民走了过来。县令大人，正好这2位小哥失去了记忆，不如接到我们荒山住着。正好我们村想请一位秀才来教孩子认字。那正好，先让他们去你们那里，等有消息了我再和你们说，怎么样？徐如蓉松了口气，毕竟其中一位是秀才，而且看着脾气还挺好的，万一出了什么事情他都觉得愧疚。2人就这么带着另外几个同样找不到家的孩子，跟着林家村的村民回去了。这几位是？这2个小伙子长得挺帅气，看那气势就不是普通人，怎么也来荒山了。崔英快步走上前，和老太太低声说了几句。老太太，我们是来荒山借住一段时间的，之前遭遇山匪撞到脑袋，失去了记忆，只好先在这里养着。身后的月白点点头，虽然这些村民想要请他为村里的孩子识字，但他也知道自己在这里待不了多长时间，等恢复记忆了，还是得回到这具身体的家庭中。老大，你去为2位安排住处，正好咱们荒山有空闲的房子，就让他们先住着吧。至于教导孩子识字的钱，就按照正常的价格给，1个月2两银子，行吗？月白连连点头，他又不知道什么正常价格，自然是这位老太太说什么是什么。等2人和几个孩子被带过去之后，老太太笑得别有深意。还在这里暂住一段时间呢，这可是山神娘娘看上的信徒，怎么能让2个家伙就这么离开？顾瑞和月白被安排到一座木屋里面，几个年纪小的孩子睡在一起，他们2个还能1人1间。顾瑞打量着周围的环境，有些疑惑。之前在荒县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林家村挺厉害的，怎么住在大山里面？不过来到陌生的地方，顾瑞并没有直接询问，反而冷静地观察村子里的一切。这个林家村的青壮似乎有事情，又被崔英带着离开了，只剩下一群老弱妇孺。如果有野兽冲进来，第一个受伤的就是那些孩子。然而那些大人却非常奇怪，也不管那些孩子们，只是在那里一个劲的织布，仿佛有什么要紧的任务要赶。你们是新来的几位？每一位新来林家村的人都需要去拜一拜山神娘娘，我让孩子们带你们过去。一袭淡青色长裙的宁香桥从屋子里面走出来，整个人娴静温婉，仿佛一幅走出来的画卷。顾瑞和月白惊讶了一番，紧接着有些疑惑。拜会山神这种事情在古代非常正常，但这个女子为什么让那些孩子送他们过去？不怕有危险吗？2人正在猜测的时候，林秀带着林珠走出来，身后还跟着抱着妹妹的林峰。看到这几个小家伙，一个比一个年纪小，还有一个正在襁褓。那个林家村民就让这么小的孩子带我们爬山？ 2位叔叔，你们是不是没有力气了？
要不要我背着你们？倒反天罡啊！眼看着2个小女孩就要走过来，他们连忙加快速度。没事没事，我们能自己走的。这几个孩子挺热心，就是热心过头了，要以这么小的身子来背着大人，2人更加疑惑了。他们沿着狭窄的山路走上去，发现刚刚要背人的2个小女孩走得飞快，就连那个抱着妹妹的林峰也不带喘气的。林峰怀中的女孩发出声音，小手一直指着旁边的草堆。下一秒，那些杂草猛地拔高，仿佛螺旋一样朝着地面钻过去。秀姐姐，你们先去吧，妹妹要找到好玩的东西了，我去看一看。等等，顾瑞本来觉得2个小孩子就这么单独离开不太好，但转念一想，人家都能控制植物了，估计也没什么危险，只好闭上了嘴。身后的月白已经在风中凌乱，他刚刚看到了什么？那些草就像活的一样，还会自己钻地。2位客人，我们走吧。林秀小大人一样带着他们离开了。又走了几步，林秀被旁边的妹妹扯了扯。姐姐，那个石头非常平整，就是娘亲想要找的。林秀转头一看，发现不远处还真的有一块非常平整的石头，很适合用来做桌面或者放东西的台子。他眼睛一亮，二话不说就拉着妹妹过去。我们来帮忙。月白觉得小孩子搬石头会砸到脚，主动走过去打算帮忙，谁知2个小姑娘直接就把上面压着的石块给捏碎了，轻轻松松将巨大的石块拎起来。你们说什么？身后的2人齐刷刷地摇了摇头，速度那叫一个快。那我们就继续出发吧。2个小家伙轻轻松松拎着石块上山，速度没有任何变化。所以他们到底穿越到了什么地方？这些人为什么还有异能？就那恐怖的力气，还有控制植物的能力，只可能是异能。幸亏他们没有自己贸然跑出去冒险，不然外面这么多人都有能力，随随便便就把他们给炖了。秀秀、猪猪，你们2个拿着石板不方便，我帮你们带回去吧。空中不知什么时候飞来一个长着翅膀的女子，女子落地之后和他们打了个招呼，很快又抱着石板振翅离开了。对此，2人已经没有之前那么惊讶。等来到山神庙旁边，他们已经从一开始的随意变成了敬畏。这个世界竟然有不少人拥有能力，那这个世界的神明说不定也是真的。2人学着林秀的动作，认认真真的拜了3次，还特意上了香。神像上方，余洛正在查看系统面板，面板上这2人的名字已经微微亮起，每人都贡献了100信仰值。公孙老太太果然聪明，她这边都没有说什么，老太太就已经会意，还让那些孩子专门表演了一番。估计那2个人的心中已经打鼓，猜测这是一个传说中的大佬村，或者穿越到玄幻世界了。顾瑞和月白2人确实有这个猜想，只不过初来乍到，2人都不知道彼此都是穿越者，将这些全都压在心底。回去之后，他们又看到一个悬在空中的老大爷在那里悬浮打坐，周围一群孩子在那里玩游戏。2人在村子里转了一圈，得知林家村的村民全都信奉山神娘娘，心中已经了然。这个山神娘娘估计才是最厉害的存在，只不过他们初来乍到，没有见识过。老爷爷，你们在种什么？转到那些田地间，月白看到林家村的一些汉子在这里开垦山地，还有不少人在这里播种。夫子，我们在种粮食。我能看看吗？月白穿越之前是农业大学的教授，他是真的非常好奇，这个神奇的世界能有什么良种。另一边，顾瑞也被崔英找上了。顾兄弟，你看一看这个图纸，我们林家村打算建造这种房子。顾瑞下意识地接过来，越看越心惊。这种图纸的线条和现代的设计图非常相似，难道这个林家村还有穿越者？而且这个图纸的设计非常合理，房屋的保暖做得非常好，建造起来也不会多么麻烦。顾兄弟，要不你来看一看现场？顾瑞不由自主地跟了过去。这些人正在用窑烧砖，
烧出来的砖块全都碎裂了，一个个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崔英带着人回来之后，那些人全都期待地看过来。顾瑞他还真会烧砖，以前他家好歹也是开砖厂的，也曾经了解过土法烧砖。夜里，两人筋疲力尽地回到各自的房间。本来顾瑞还想问这个同伴是不是一个穿越者，然而今天劳累了太多，他洗漱完直接倒头就睡了，根本想不起来。第二天早上，等他醒来之后，隔壁的月白已经消失不见，估计又跑去田地里面研究了。不仅如此，等到中午吃完饭，一群孩子被长辈们押过来，找他们两个认字。充实又忙碌的一天再次过去，两人都已经忘记之前他们打算干什么了。下午，王婉带着王晴回来了，他也有房子需要建造，总不可能一直麻烦其他人。但林家村的村民非常热情，每次都主动过来帮忙。王婉非常不好意思，他就主动接下了一个任务，教导林家村这些孩子们修仙功法和剑法。而且这些孩子的体质非常好，尤其一些被山神娘娘赐福的孩子，身体基本都没了杂质，非常适合修炼。王婉踩着飞剑过来，正在忙碌的顾瑞和月白已经完全傻眼了。所以这还真的是玄幻修仙世界？你们两个也想过来学习吗？顾瑞和月白对视了一眼，齐刷刷的点点头，谁不想修仙啊？你们是山神娘娘的信徒吗？如果不是的话，恕我不能教你们。顾瑞和月白齐刷刷点头，一个比一个神色坚定。哦，那行，你们就在旁边看着吧，能学到多少就看你们的悟性了。于是两位穿越者更加忙碌了，恨不得把自己掰成两个人用，哪里还有其他心思想着离开。对于这一切，于洛非常满意。穿越者太多了，对于这个世界来说肯定也是负担，不如都来荒山打工，建设美丽家园啊。不知道全县那边怎么样了。于洛打开那边的全景地图，发现两位娘子一直在全县的县衙，两人都不怎么识字，就算他们手里抱着卷宗，也不知道这里面记录的是什么，只能蹲在附近偷听这些人说话。辗转了好几个地方，他们终于找到一些有用的消息，再次缩在影子里面离开。于洛扶额觉得林家村这些大人也应该开设扫盲识字课堂了。正好来了两个穿越者，他们一个教孩子，一个教大人，没问题吧？顾瑞和月白还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现在正热血沸腾，跟着一起练剑呢。荒县县衙，徐如蓉看着那份文书，突然猛地一拍脑袋，他怎么就没有想到呢？暗中盯着自己的那个妖邪和石家村那个妖邪这么相似，说不定就是一个。石家村出了2个状元，还有一个状元正是1年前出来的，正好可以来到这里做县令。至于官员不能来自己家乡做官的这个默认规矩，根本都无所谓了。石家村不还有一个高官吗？只要稍微动一下手脚，根本都没问题。徐如柔正安慰自己，骆勇带着林家村的一位农妇走了进来。徐县令，我们之前去追林家村的吴翠英，到现在都没有找到人。看来吴翠英是铁了心打算离开，你们找不到也正常。这一位来县衙是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吗？县令大人，我们已经查到了一些往年的案件。过去10来年中，全县出现了一些天资聪颖的孩子，不过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夭折了。一部分去赶考的读书人也没能回来。山神娘娘已经提醒老祖宗，说这些人失踪和妖邪有关，让县衙这边也小心一点。说完，农妇就再次藏进影子中，消失不见。徐如蓉听到这里非常重视，很快把陈县城找过来，查阅了荒县这些年的卷宗。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这些年还真的有不少村民过来报官，说孩子丢了。徐如蓉皱了皱眉心，看来那个妖邪已经暗中渗透到荒县。这个石家村的妖邪是真的会多啊！昨天查到一部分孩子以及一些赶考的童生和秀才失踪之后，他就让崔英拿着神像木雕去石家村转了一圈。崔家和石家村的一户人家是远房亲戚，正好借着这个理由去看一看。谁知整个石家村都转了一遍，
就连祠堂也偷偷打探了，都没有发现任何的踪迹。这还是在于洛时时刻刻紧盯的情况下。有2种可能，这个妖邪拥有隐藏自己的特殊器具，可以将自己所有的行踪都给抹掉。另外一种可能，这个妖邪没有本体，它本身就非常特殊，很可能藏在某个信徒的身上。特殊器具？于洛突然想起，那个追捕王晴的妖邪不就使用类似的器具吗？妖邪之间也经常互相吞噬，互相残杀。他们会抽掉敌对妖邪的力量，或者将其他妖邪的本体制作成妖器。这种妖器的数量还是挺少的，毕竟有这种实力的妖邪不多。于洛若有所思，无论哪种可能，目前他这些信徒都无法搜寻到。看来又该提升信徒的实力，扩展一批新的信徒了。除了这些，信徒的文化实力也应该提升上来，不能再出现外出做任务，结果看不懂字的情况。而且他也应该给这些信徒明确分工了。于洛打开全景地图，看向那一处山谷。山谷里面临时建造了一个小房子，林默和宁香巧都在那里看管，时时刻刻盯着那些棉花，神色惊叹。荒山半山腰的木屋都逐步完毕，但为了这个冬天能够暖和一些，林家村的村民又开始烧砖，建造烧炕的房子。顾瑞正在指挥这群村民烧砖，一群人忙得热火朝天。山地中，一群汉子正在种植冬小麦和大白菜、萝卜，一个个对未来充满期待。一片空地中，王婉正带着一群孩子练剑，每一剑都带着凌厉的风，让这群孩子欢呼不已。木屋里面，一群年纪大的妇人正在奋力织布，争取在寒冬来临之前将棉衣需要的布料都织好。哎，你们说这安娘子说的棉衣真的有这么暖和吗？哎，去，这可是山神娘娘赐下的棉种，怎么可能不暖和？肯定比木棉好多了。咱们呀，只需要等它长大。山神娘娘在上，我绝对不是在质疑您，只是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棉花。我……好了，大嫂，咱们还是继续织布吧。荒山山脚，崔英正带着几个拥有能力的女子在附近巡视，警惕那些出现在荒山附近的山匪。而原本属于林家村的地盘，大部分房子都已经空了，只留下2家。一家是林老太太和林老爷子，一家是山里面搬来的人家。这些人并不信任林家村，并没有一起跟过去。其他村子中，张家娘子正带着几个林家村的娘子和新的信徒聊天，争取招揽更多的信徒。荒县，徐如蓉已经带着县衙里面的捕快亲自来到施工现场查看情况，对那些工作的百姓嘘寒问暖，发放热水和粗粮馒头。第一次被县太爷这么慰问，无论是烧火做饭的大娘，还是那些正在扛东西的汉子，都激动得不得了。一切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但于洛却感觉陷入了凝滞，似乎还少了什么。是新的信徒。林家村的村民确实在为他招揽新的信徒，然而这些信徒却对荒山没有多少归属感，虽然也在提供信仰值，但信仰值却不高。荒山肯定是需要更多人来建设的，但肯定不能让那些人现在就抛弃一切，还得等待时机，在这之前也可以提前做些什么。于洛再次看向山谷，心中已经有了想法。旁边的系统就这么看着他，也没有出声，似乎想要看这位新任实习神明会怎么做。荒山山谷，林默和宁香乔只是打了个盹，再次睁开眼就发现所有的棉花全都成熟了，一朵又一朵软绵的白棉花全都爆开，露出里面松软的棉絮。山神娘娘在上，感谢您对林家村的仁慈。原来安娘子说的是对的，这些棉花真的很快就成熟了，从刚开始播种再到现在，只用了3天时间。宁香乔也觉得不可思议，当然她也只是惊讶了一瞬间，毕竟这可是山神娘娘赐下来的，一切都有可能。香姨，您先待在这里，我去找人收棉花。这20亩地里面种的全都是棉花，所有棉花一起爆开，看起来就像是堆积起来的云。林默喜笑颜开，他觉得曾祖母看到一定会更加欣喜的。
于是，已经种完了地，正在那里开垦山地的一群汉子就被林默叫住了。各位叔伯，山神娘娘赐下来的棉花已经成熟了，需要你们一起去摘棉花，到时候全都会进入荒山贡献典礼。一群人眼睛一亮，大部分人都放下手中的动作跟了过去。山地旁边，月白也听到了棉花这个词，他迅速跑了过来。莫姑娘，你是说棉花成熟了？林默看了他一眼，轻轻点头。我能去看一看吗？月白之前也问过，村民们说大梁没有棉花，只有木棉。其他农作物，比如说红薯、土豆、玉米这些高产作物，全都没有引进过来。短短时间之内，他已经将这个地方都探查了一遍。这个世界的生产力水平应该是在唐朝之前，医疗水平也有点类似于汉朝，周围那些赤脚大夫的水平也不怎么高。当然，也有可能是林家村这块地方太小了，他无法探查出来全貌，总会出一些差错。但无论怎么出差错，棉花也不应该在11月份成熟啊。林默有一瞬间犹豫，但不知听到了什么，最后果断地点头同意了。岳夫子，那你就跟着我们一起去吧。不过有一件事情得提前说清楚，待会儿我带你去的地方不能向其他人透露，不然的话你将会受到山神娘娘的惩罚。月白点头，他感觉早已经进了贼窝，恐怕前脚走出去，后脚就能被这些林家村的村民给抓回来。当然不可能随意往外说。等月白穿过狭窄的隧道，最终看到那一片棉花田的时候，已经完全惊呆。外界的气温已经到了零下，可这山谷之内却显得非常暖和。大片的棉花田迎风招展，看起来格外喜人。远处还有一片粉色山茱萸，偶尔一阵风吹过来，大片大片粉色的花朵就随风落下，连这边的棉花田都点缀了一些粉色的花瓣，气氛有些唯美。桃花源？月白瞬间瞪大眼睛，所以这个林家村其实是另外一个版本的桃花源记。月白的神色已经恍惚，心想怪不得林家城的村民不想让他把一些事情说出去，这种地方哪能说啊。桃花源这个名字非常好，不过这个山谷里长的是山茱萸，它也不是不可以再种一批桃花树的。当然，目前最重要的还是棉花和粮食，桃树什么的还是得以后再说。你们来了。宁香桥也抱着孩子走出小屋，不远处的棉花田已经收了一部分，林路正指挥一部分植物将其中1亩田的棉花收到了竹篮里面。对此，林家村的村民已经见怪不怪，他们来到田地之后连忙加快了速度，生怕所有的活儿都被其他人抢完了。等我再次醒来，会不会一切都没了，再也寻不到林家村的踪迹？当一群人正为丰收的棉花而高兴的时候，荒山脚下的其中一户人家却非常忧愁。他们左想右想，最终还是找上了林老太太和林老爷子。林老太太和林老爷子都不怎么喜欢这户人家，看着几个人找上门，直接就猛地关上了木门，还对天翻了翻白眼。哼，现在你们后悔了，早干什么去了？你们家不也没有搬去荒山吗？有什么可得意的？你怎么能和我们比？我们家老大和大孙子都在县城读书，将来可是要做秀才，甚至做举人的。到时候他就把我们2个老家伙接到县城里面过了，到时候我们的生活滋润着呢。你们指望林老大？就连他们这个刚搬来2年的同村人家都非常清楚赵家老大什么德行。这么多年来，那家伙一直在县城里读书，就没怎么回来过，更不要说给家里帮忙了。只要粮食和银钱到位，那个家伙连过年都不怎么回来。我们家老大怎么了？我们家的老大孝顺着呢，我看你就是嫉妒我们，以后能去县城里边生活。哎呀，行，那你们就等着吧。赵家娘子也带着其他孩子离开了。没过多久，赵家就传来了动静，他们家雇了驴车，趁着天黑之前，整家都搬到了县城。老爷子，你瞅一瞅，他们去的方向好像是县城。这赵家这么有家底吗？竟然说去县城就去县城。
他们想去就让他们去，到时候没有多少银子，看他们怎么生活。你说的对，咱们以后好日子多着呢，没必要羡慕他们的。林老太太也舒了一口气，不过她这口气没能松多久，因为家里大大小小的活全都由她来干，老太太早已经累得腰酸脖子痛。这一群天杀的，要不就是欺负咱们老两口，要不就是直接跑了。以后家里面的活儿可怎么办呢？现在的林家只剩下林老爷子、林老太太还有他们的小孙子了。不行，绝对不能这么下去了。现在是冬天，这里的活没有这么忙，来年春天和秋天怎么办呀？那你觉得还能怎么办？难不成把老大给叫回来？哎，这个不行啊，咱们一家呀，就凭着老大光宗耀祖呢。谁说县城只有老大？不还有老大媳妇儿和孙女吗？他们两个整天在县城待着，又没有事情，回来做一做活怎么了？而且小莲整天都说心疼我们，说他娘虽然在县城，但也一直惦念着我们。既然都心疼我们，就让他们来做饭吧。你说的对，而且小丫头片子哪有不干活不做饭的呀？也就老三媳妇儿矫情，还让他两个孩子一起跟着秀才认字。林老爷子面色不悦，对方好歹也是秀才，怎么连小丫头都教呢？指不定就是个假的。山谷中，月白打了个喷嚏。怎么了？旁边有村民关心道。月白摇了摇头，他总觉得有人在骂自己。荒县，林莲也正在和母亲一起讨论，他们家剩下的银钱已经不多了，全都被他用来制作肥皂。他总觉得还差一步就可以制作出真正的肥皂。娘，要不我去林家村转一趟，想办法要点银子过来。林莲话音刚落，院子外面就传来了敲门的声音，而且一声比一声急。他们俩都下意识地抬起头往院子外面看过去。年纪稍微大的那个妇人有些慌张。娘，你放心，这边隐藏得非常好，不会有人发现的，说不定是邻居有什么事情。紧接着他轻轻走过去，打开木门，进入眼帘的两张面孔把他吓了一跳。林莲下意识的就想要关门。小莲，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俩都过来了，你还要关门？林莲只好打开门，让老两口进来。啊，爷爷奶奶，我刚刚也不是故意的，只是爹和星夜都在读书，他们俩都是喜静的人，害怕邻居打扰，我还以为刚刚来的是邻居呢。算了，和你这个小丫头也说不清楚，你和你娘收拾收拾，现在就跟着我们两个回林家村吧。林莲听后愣住了，她和娘现在就回林家村，两个老家伙这是疯了吗？为什么这么突然现在就要回去啊？我和娘回去了，就没有人照顾爹和弟弟了呀。你们两个必须回去，老三媳妇儿打不得，老二媳妇儿也跑了，现在整个家就我们两个老的干活，根本忙不过来。什么？二弟妹跑了？林老太太然后将最近发生的事情都说了一遍，她一边说一边抹着眼泪。林莲听完之后整个人都不好了，那林安娘不应该在这个冬天就没了吗？吴翠英从头到尾就没有跑过啊。还有林家村的那位公孙老太太，不应该在崇州那边病逝，后来被人抬过来的吗？而现在一切都发生了改变，林家村竟然整个村子都搬去荒山了。林莲慌得不得了，这一切的进展都和她上辈子的记忆不一样。如果这些记忆都是错的，那她做的那些事情有多么可笑。怪不得那个叫肥皂的东西怎么都制作不成功，原来记忆已经出了差错。沈婉欣这边还在焦急，林莲就一口答应了。反正她现在不回去，两位老人也不会放过他们的，不如趁这个机会回去打探打探到底发生了什么。娘，我们一起回去吧。可是如果他回去被别人发现怎么办？娘，整个林家村都搬去荒山了，到时候没有人注意到你的。
行，那也只能这样了。于是两人就带些衣物跟着老两口走了回去。一路上，林莲一直在心中思索，如果大部分的记忆都是假的，那他的父亲和弟弟真的能考上童生和秀才吗？父亲整天外出和那些人喝酒，哪有认真读书的样子？弟弟虽然每天闷在家里，但连自己到底有什么书都不知道。林莲上次帮忙整理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这些事情以前不怎么明显，毕竟他有上辈子的记忆，那些记忆不会错的。但这些记忆一旦被否定，他整个人都慌了。不会的，一定不会的。荒山山谷里面的棉花已经收完了，雪白的棉花被带到半山腰，一群人惊喜不已。没想到区区20亩地居然能够搜出来这么多棉花，关键这才3天时间，不愧是山神娘娘啊！而月白也从这些人的讨论中知道了这些棉花种植的时间，他再次懵了。3天收获棉花根本都不是桃花源，这是农场游戏吧？月白恍恍惚惚，转头竟然发现这群人竟然在研究棉花，怎么样才能制作成棉衣。哎呀，我觉得这些棉花这么暖和，但凡塞进衣服里面都能过冬啊。要不咱们直接缝到这衣服里面？我觉得这个主意非常好。棉花需要经过处理才能制作成棉衣，你们千万别直接缝进里面。月白见过的全都是各种机器处理棉花的流程，他还真的不清楚古时候是如何处理棉花的。但月白看学生刷过视频，依稀记得那些木质工具的大致样子。咱们村子里有木匠吗？现在他称呼林家村已经成了咱们村子。吴木匠就在附近。林墨其实也知道制作棉花需要流程，这是安娘子提醒他的。临走之前，安娘子已经说明了，村里实在不会处理棉花，才能请求山神娘娘用他们已有的贡献点来兑换。林墨觉得对，自然不能总麻烦山神娘娘，对方毕竟是一位神明，怎么能为他们处理各种琐碎的事情呢？既然这一位夫子知道，那就先试一试，还能省下不少贡献点呢。于是等到天黑之后，吴木匠就按照月白提供的方法制作出来一个木质工具。这个工具有点像是凳子，中间有2根木条，互相转动之间就可以把棉花籽给挤出去。但这种方法需要手不停地转动，非常的累手，而且棉花去籽只是其中一个步骤，接下来还需要弹棉花才能彻底制作出来一床棉被或者制作出来棉衣。月白又卡住了，就连旁边顾瑞也只是听说过，根本没有见过真正的弹棉花场景。两人面面相觑，互相猜测对方身份的同时，也有些懊恼，之前怎么就不去研究研究怎么弹棉花呢？神庙中，于洛倒是非常感兴趣地看着这个画面，想知道两人是如何解决弹棉花的。系统，林墨想的不错，就像这种弹棉花制作棉衣的小事，确实不应该试试来问我。他这里确实可以找到弹棉花的机器图和纺线图，但如果一切都由他来给，还让要这些信徒做什么？他想把这里打造成一个自给自足的世外桃源，可以躲避外面的战乱和纷争，可以将这些人护在其中，而不是把这些人养废，有事没事都过来祈求。倒是可以规定，如果能研究出来有用的工具，可以给予一定的贡献点，这才能激起更多信徒的创造力。第二天早上，月白和顾瑞还在思索的时候，吴木匠又来了。他拿出来一个新的工具，这工具是一个改造之后的脚踏车，不需要一直用手来转动，只需要在下面踩动木板，就可以不断地挤压棉花籽。不仅如此，上面还有盛放棉花的托盘。月白围着转了一圈，神色惊叹，果然古人的智慧不容小觑。他只是提供了一个初始工具的设想，结果吴木匠只花了1个晚上就能改造出来更加省力的脚踏车。吴木匠，你太厉害了！夫子，你说的那个弹棉花的工具应该是这样的吧？这是我徒弟做的，我试了试，拨动弓弦，确实可以将棉花弹得更加松软。是关于冬日保暖的棉衣，吴木匠和几个徒弟1个晚上都没睡觉，
一直在研究乐夫子和顾兄弟说的那种弹棉花，只不过这个弓用起来还是太费劲了，他们觉得应该还有更加轻便的。乌木匠，这个弓已经可以了。两个穿越过来的年轻人已经完全惊呆，这就是古人的智慧吗？莫姑娘、襄阳子，你们看。林默低头看向手中的册子，心头一跳。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这些贡献点并不是他们随意给的。这个册子是山神娘娘一起赠予过来，用来记录荒山之中所有信徒的贡献点。村民们每做一件有利于荒山的事情，这个册子就会自动跳动，将新的贡献点加上去。而如今吴木匠和徒弟一起研究出来的这两个工具，居然直接给了800贡献点。虽然是分给吴木匠和几个徒弟的，但也很多了。他们两个将贡献点的数目念出来，吴木匠身后的几个徒弟一阵欢呼。拥有这么多贡献点，他们能换足够的棉衣，还有新的2种了。林家村的其他村民都羡慕的不行，但他们也没有放弃。贡献点能够制作工具获得贡献点，说不定他们能够从其他方面获得了。郭姑娘、香娘子，如果我们制作出来好用的农具呢？林默点点头，那肯定也有贡献点的。那人喜笑颜开，连忙跑回去把这件事情告诉其他人。第3天早晨，又是祭拜山神娘娘的日子。张娘子已经将那些信徒带过来了，这次的信徒明显比之前多了1倍，有300多人，比林家村所有人都多。这一次的信徒怎么这么多啊？公孙老太太十分惊讶，张家娘子叹了口气。这件事情还要从张家娘子的娘家说起。自从张家娘子的妹妹来祭拜山神娘娘，见识到那种神异的场景，就立马赶了回去，想要将其他家人都带过来，来到荒山一起信奉山神娘娘。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他爹娘和姐姐愿意走，那些叔伯却不愿意就这么离开。小雨，你这不是胡闹吗？咱们在这张家村生活了这么多年，祖祖辈辈都扎根这里，怎能就这么离开，还要去荒山里面生活？小雨，我看你这是昏了头。一声又一声问责，张宇也怒了，他是想要拯救家人的生命，怎么能是昏了头呢？谁知他前脚带着父母和2姐离开，后脚张家村就遭遇了流匪祸患。那些外来的流匪非常凶悍，根本都不管这些村民家里到底还有没有粮食，有没有银钱，直接见人就砍。张家的一些老人为了保护孩子，被砍死了一部分。后来还是张宇想到家里有个重要的东西没拿，他偷偷回来，在远处发现的这一切。当时张宇人已经傻了，根本想象不到早上还活生生的村子，中午就已经满目狼藉，到处都是残肢。本来他想要趁机去报官的，好巧不巧被其中一个流匪发现，对方直接提刀砍了过来。关键时刻，他脖子上面挂着的锦囊突然弹开一道金色的光芒，将那个流匪弹飞了。流匪偷鸡不成蚀把米，直接摔断了腿，吓得其他连忙逃窜。张家村这才保了下来。剩下的那些村民自然全都看到了这个神异的场景，他们一个个都跪了下来。接下来就是村民祈求张宇想要一起来祭拜山神娘娘的场景。张家村的村民已经被吓傻了，根本都不敢继续待在村子里，全都收拾了家当，跟着一起离开。实际上，剩下的这些林家村村民已经没有多少人了，大部分青壮被抓去战场，一部分老人被砍死，剩下的是孩子以及一些年轻的妇人。至于那些叔伯也死得差不多。张宇看到这些人的祈求，哪里狠得下心？反正姐姐也说了，能为山神娘娘招揽多少信徒就招揽多少信徒，他就把这些人一起带来了。至于队伍中的其他人，是在其他村子遭遇匪患，主动愿意跟过来，也愿意信奉山神娘娘的村民，再加上张家娘子原本招揽的一部分信徒，这个队伍就扩张成了这样。不过公孙老太太你放心，我已经和他们明确讲述过了，想要来到荒山里面，必须是山神娘娘的信徒。他将这些人带回来之前，自然也问过山神娘娘，山神娘娘是同意了的。公孙老太太点点头。
荒山自然不可能只有他们林家村在这里居住，山神娘娘肯定需要更多的信徒，接下来还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过来。只是这突如其来的流匪确实让人心惊。现在的匪患已经这么严重了吗？看来这个冬天就很有可能乱起来，根本等不到明年开春了。这些人的住处需要他们自己动手建造。张家娘子表示明白，她自然也说明了这一点。走，你们跟在我后面，先去祭拜山神娘娘。您收获了308个新信徒，获得信仰值6000，累计信仰值3万。购买黑土地、2种飞速生长化肥以及设计图花费3000，目前剩下27000信仰值。这些道具中2种没有消耗多少，倒是黑土地比较贵。一块黑土地100信仰值，他直接买了20块，花费2000信仰值。其他那些东西零零总总加起来一共3000信仰值，不过效果也非常明显，不然仅仅凭借着飞速生长化肥，棉花怎么可能3天就成熟？而且黑土地可以抵御一部分冬日的严寒，让那些粮食在外界也可以种植，这才是最重要的。将这些消费的记录关闭，于洛又开始观察新来的那些信徒。他打开面板一看，发现所有信徒的名字都亮了起来，大部分都贡献了10来个，20多信仰值。这么多人，应该会有主角或者配角的吧？他这么一找，还真的发现了2个给出50信仰值的女孩。等等，这个女孩竟然是双生灵魂，这倒是非常有意思。这个时候就该系统出场了。你运气倒是好，又遇到了2个主角，他们2个是一本复仇文的主角，现代的一对姐妹花穿越到一位古代的女孩身上。从醒来的那一刻开始，整个村子已经被屠杀殆尽。姐妹2个为了报答女孩为他们提供了身体，便开始想尽方法为张家村复仇。然而越是查当初的案子，他们越是心惊，因为当初的那些流匪已经投入叛军的队伍中，后来甚至跟着叛军打天下，拥有从龙之功，一个个都被封了官。这对姐妹花没有放弃，最终将所有的敌人一一除掉。这其中当然经历了无数艰难万险。而现在，张家村的村民并没有被屠杀完，那些流匪也不一能拥立新皇登基。毕竟这么多造反小说呢，怎么可能全都成功？这一对姐妹非常厉害，她们一个研究武器制造，一个是知名的画家。这个画家还有一个另外的爱好，他开了一家侦探公司。不用说了，童子，爱了。这个女孩自然是穿越过来的张晶和张瑶，他们在流匪屠村的时候就已经穿越过来。当时那些流匪正在砍人，这具身体的奶奶死死地护住他们，眼看着那把大刀就要落下来。恰巧这个时候，张宇被那些流匪发现，他的身上绽放出一圈金色光芒，把周围的那些流匪吓得屁滚尿流，连滚带爬地跑走了。那柄大刀也被留了下来，率先控制身体的张晶将这把刀攥在手中，用家里仅剩的布包裹着，作为他们的防身工具。初来乍到，他们2个都被这抹金光震撼到了。虽然不信神，但也感激对方的出手，救了村子剩下的所有人。当然，他们最感激的是原身的奶奶被救了下来，到现在还活得好好的。这位奶奶是原身唯一的执念。后来奶奶跟着剩下的村民一起来荒山信奉山神娘娘，张晶便沉睡过去，让妹妹张瑶控制身体，跟着一起过来了。此刻2人都已经清醒，他们正在透过原身的眼睛观察这个奇怪的世界。这个世界的神明竟然是真的，而且拥有神力。既然都有神明了，肯定还有一些不该存在的东西。妹妹，到时候一定要小心行事。张晶在脑海里面提醒。张瑶点点头，她自然是清楚这一点的。到时候看情况，山神娘娘真的像张娘子宣传的一样仁慈，我们争取成为她的左右手，成为山神娘娘最信任的信徒之一。无论哪个世界，只有站到高处才能看得更远，才能获知更多的消息。姐，我知道这一点，到时候一定会仔细观察的。一旁的公孙老太太还不清楚，又有人跃跃欲试，想要过来争宠了。乌泱泱的一群人随着公孙老太太的动作，对着神庙跪拜了3次。
紧接着，这些新来的信徒又开始上香。你们今天非常幸运，今日是山神娘娘每月1度的赐福时间，所有获得山神娘娘认可的人都可以得到神明赐福。新来的那些信徒还非常迷茫，他们已经失去了家园，大多数人浑浑噩噩，唯有祭拜山神娘娘才坚持到现在。听到山神赐福，他们一时间还没反应过来。山神娘娘赐福有2种，一种是这个锦囊，锦囊可以护住你们的安全，让你们不受荒山野兽的侵扰，关键时刻还能救命。这另外一种赐福就不能说了，就连我们林家村的村民都没有多少人获得这种赐福，你们只知道能让人提升实力就行了。话音落下，一群新来的信徒泪流满面。无论哪种赐福，都是山神娘娘对他们的庇佑啊！允儿，你那道金光也是山神娘娘的庇佑？人群中的张瑶也竖起耳朵，想要听一听答案。是的，这个锦囊确实是山神娘娘赐下来的，关键时刻也是锦囊散发出光芒，救了我一命。很多张家村的村民已经开始后悔，他们当初就应该听张宇的话。如果早一点信仰山神娘娘，哪里会被刘匪害成这样？都怪我，都怪我！当初他也开口质疑了，然而其他的亲人都已经死去，他却还活着。明叔啊，你是盖房子的好手，如果真的有心弥补，接下来就为剩下的村民盖几间房子吧，也不至于让他们无家可归。那位明叔连连点头，他一定会的。一群人虔诚地跪了下去。前方，公孙老太太指挥着林家村的村民，将50多份锦囊发了下去。收到锦囊的信徒欣喜不已，连忙用双手捧住，恨不得抱着亲吻。幸好旁边的张娘子阻止了他，不然高低得整一个活。张家村这些新来的信徒羡慕不已，不过他们也非常清楚，所有信徒都有获得锦囊的机会，只要他们接下来的信仰一直非常虔诚，为山神娘娘做事情也会有庇佑锦囊的。一群人捏紧拳头，斗志昂扬。锦囊发下去之后，就是山神娘娘赐福的环节了。在所有人期待的目光之下，山神庙的木门被打开，里面的神像散发出一道又一道金光。这些金光裹挟着绿色叶片，落入一部分人的眉心。当最后一片绿叶飞来的时候，所有人都屏住呼吸，希望这个被选择的人是自己。然而这枚绿叶却穿过前面的那些信徒，径直地来到张瑶面前，犹犹豫豫地停在了那里。神像上方，于洛注意到这一幕。新来的这个女主信仰值这么快已经400多了，怎么增得这么快？这一次赐福，于洛为那些普通人设置的门槛是100，普通信徒能够提供100信仰值，已经算是非常忠诚了，完全可以赐予能力。至于那些主角和配角，他分别设置了300和200。毕竟小说中的角色总是带着一些运道的，能够提供的信仰值更多。本来他以为这次赐福的人只有20个左右，谁知道这群信徒比他想象中的还要虔诚。1个月30个赐福名额都不够，最后落在张瑶面前的这一片绿叶，明显超出了这月的名额，所以自动停了下来。检测这个月的赐福名额用完，是否花费100信仰值购买1个名额。因为这位女主是双生灵魂，她们2个灵魂各自都有信仰，系统会把她的信仰值全都算在一起。他想了想，又返回系统面板查看这位女主的所有记录。只要信徒的名字在系统面板上面亮起，之后这个信徒无论做了什么，系统都会将对方做的所有事情记录下来，就连一些心声都可以记录。要不然于洛也不会发现林安娘和宁香巧想为他诉金身了。于洛定睛一看，直接乐了。一对姐妹花在脑海里面的谈话全都被系统忠实地记了下来，就连这对姐妹想要成为她的左右手都记录得清清楚楚。旁边甚至附加了一个戴着红领巾握拳的表情包。这种思想觉悟，那当然得给能力啊！100信仰值算什么？洒洒水了。
山神娘娘，感谢您的仁慈，以后我一定会为您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张瑶心中有感觉，这枚叶片一开始好像不是朝着自己这边过来的，来到这边甚至还有一些犹豫，但叶片既然停了下来，就说明山神娘娘已经看到了他。这个时候不抓紧表现，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张瑶这个速度，把周围的那些张家村村民都给惊呆了。那些村民到现在都还没有反应过来呢。下一秒，只见这一枚叶片金光大放，缓缓地落入少女的眉心。看到这一幕，周围的那些人捶胸顿足，他们怎么就没有想起来对山神娘娘说这些话了呢？如果率先跪下去，被赐福的是不是就变成自己了？然而赐福已经结束，这些人就是再怎么后悔也来不及了，只能用羡慕的目光看向所有眉心散发金光的村民。山神娘娘在上，我也有能力了。他的娘子正是那位拥有翅膀的女子。林铁整天最羡慕的就是自家娘子，恨不得把自家媳妇当作山神娘娘供起来。铁子，你什么能力？这就给你们展示一下。林铁一边激动一边举起手，下一秒他整个人都变成了石墩子，成为一座石雕。这些人吓了一跳，有人还上手摸了摸，但被石头手给拒绝了。我有娘子了，这位娘子使不得。远远的看过去，就像一个石雕突然活了，还在那里蹦来蹦去。一群林家村人笑得不行。茉莉啊，你获得了什么能力呀？林默想了想，对着天空招了招手，只见一群鸟儿和蝴蝶飞了过来。他只是轻轻地说了几句话，几只鸟儿就离开手心，衔来几枚果子。我可以听懂这些动物的话，也可以请求他们帮忙。林默迟疑道，他感觉这个能力不至于此，甚至还可以用来战斗，只不过他目前还没有探索出来。好好好。宠孙女的能力和自己这个感知动植物能力的情绪有些相似，而且更加厉害。林家村欢声笑语，周围的那些信徒羡慕的同时也挺起了胸膛。张家村一群村民也围了过来，所有人都对于张宇和张瑶获得的能力非常好奇。相比于林家村，他们张家村只有2位独苗苗，一群人稀罕的紧。小心点儿，别磕着了。还不至于一磕就碎。张瑶下意识蹲在地上，用双手贴着大地。怎么了？感应到什么了吗？下一秒，一道土墙竖了起来，所有人都吓了一跳。紧接着，张家村的村民眼中爆发出光芒。这种土墙可真厉害啊！如果那些流匪再次冲过来，看到这种神异的景象，恐怕早已经吓得腿软了，哪里还敢提刀？他轻轻一晃，面前的土墙轰然倒塌，所有的泥土又开始收拢，慢慢的堆积起来，似乎想要凝聚成一个人形。但他今天才得到这种控土的能力，根本都不熟练，只能将这些土给堆起来。即便如此，张瑶和脑海中的张晶已经非常满意了，这简直比电影小说中的异能还厉害。起码异能使用之后会感到消耗，他却没什么感觉。姐，你说到时候凝聚出来一个土人，你能不能控制住？到时候我们是不是就能一起在外面行走了？还不清楚，目前我还不能出来。啊，这个世界的山神娘娘也太厉害了。张瑶在心中喃喃自语，他转头看过去，发现张宇也开始展示能力。对方只是摆了摆手，一道水流就冲刷了过来，把周围所有信徒都吓了一跳。张宇自己也吓一跳，他没想到这个水流这么大，仿佛那湍急的河流差点没把一群村民给冲走。关键时刻，山神庙中再次金光闪烁，所有的水流都消失不见。信徒队伍的其他方向也传来一声又一声惊呼，这是他们在震惊其他人获得的能力。那些人获得的能力丝毫不比他们差，什么形态的都有，看起来格外厉害。好了，山神娘娘的赐福已经结束，住在山下那些村子里面的人就提前回去吧，不然下山的时候天都要黑了。张家村的村民以及其他愿意留在荒山的村民过来吧，
我先为你们分配住处。在这段时间内，你们需要把自己的房子建造起来。说话的时候，公孙老太太还看了一眼张瑶。这个小姑娘的能力还真是好用啊，直接就能竖起出来一座土墙，那么建造出来一座土屋也不在话下，非常适合当下这些无家可归的村民。我们林家村附近有一处山洞，那里的山洞非常干净，本来是用来避难的，可以先让你们住一段时间。等你们把自己的房子建造完毕，再搬出来。至于房子，你们就在林家村隔壁建就行了，正好2个村子之间也可以互相照应。老二啊，带着人帮他们收拾东西，让这些邻居能在天黑之前吃上一顿热饭。老太太一声令下，林家村的村民全都走上前来帮忙，就连林秀的林珠2个也跃跃欲试。好孩子，你们2个和虎子一起去玩吧，大人的事情就让大人去忙啊。公孙老太太慈爱地看着一群小家伙。天黑之前，林家村在村前用大锅炖了肉，这些是新获得能力的村民去隔壁的山头猎来的。一群人对自己获得的能力非常稀罕，都想要表现一番，回来的时候都是满载而归。这肉真香啊！玩累了的林秀和林珠跑过来，看着这么一大锅的肉，一脸惊叹。大祖宗，我们也能吃吗？身后抱着妹妹的林峰也咽了咽口水。当然能吃，我们林家村的每个人都能吃。山神娘娘赐予我们能力，就是想让咱们每个人都能过上好日子，能够保护自己。吃得好，当然也算好。感谢山神娘娘。山洞中刚刚整理好包袱的张瑶也听到了远处的欢呼，她吸了吸鼻子，闻到了林家村那个方向传来的肉香。瑶瑶啊，您饿了吧？来吃一口饼，这是咱们从家里带来的，还能垫垫肚子。奶奶，你先吃，你一天没吃东西了。我现在拥有能力，去换点食物不难。奶奶，你就先把这个吃了吧。鱼姐姐、瑶姐姐，你们快带着人一起吃饭，咱们都有肉吃。半小时之后，这群人围在林家村前面的空地上，一边吃着肉，一边泪流满面。人群中，张瑶看着奶奶吃了饭，总算松了口气。她抬头朝着林家村望过去，这个村子里的村民也在开心地吃东西，一点都没有对未来的担忧。真好啊，外面纷纷扰扰，一切的混乱都与荒山无关。外面的那些村民也有荒山这条退路，不至于无路可走。或许这才是山神娘娘真正的目的，为这个混乱的世界打造出一个桃花源。神像空间内，于洛正在查看这些信徒获得的能力。31个新的信徒获得能力，如果能将这些人培养好，他又能多出很多帮手。这一批新信徒获得的能力也不错，尤其是双生灵魂的张瑶、张家娘子的妹妹张宇以及林默。除了这几个，还有信徒获得了地裂、狂风、闪雷等自然能力。也有一部分人获得的能力和公孙老太太类似，可以和动植物沟通，能够了解那些动植物的需求。相比于那些自然能力，于洛觉得还是这些沟通能力最好用，最适合建设家园、种植粮食和饲养动物了。当然，攻击类型的能力也很厉害，能够保护荒山家园。至此，荒山已经初步形成一定的规模，即便没有他在，也可以抵御外敌了。赐福简单，你每个月都有赐福名额，就算名额超出了，扣的信仰值也不多。难的是管理这些信徒。系统里说的对，不过管理之前得让他们先进行学习，还得定个规则，所有并表业的全都收回能力。以后的赐福不会只考虑信仰值，也得考察分数，这样才能把所有信徒的文化实力和思想觉悟提升上来。这次直接赐福也是没办法，那边的流匪已经成群了，这个冬天还不知道发生多少事情，
多了一批有能力的人，也是让这些人有自保之力。系统听了目瞪口呆，他还是第一次听说信徒也得考试的，不知道那些人学习的时候得有多么崩溃。不过宿主考虑的确实有道理，想要持续拥有能力，在这个乱世成功活下去，多付出一点怎么了？系统，那群流匪不能留。早在当初得知张家村的情况，于洛就已经起了杀心。只不过当初只有张宇一个信徒在那里，而且对方还没有得到能力赐福，于洛即便已经看到了那边场景，却也无能为力。那群人确实该死，张家村附近的村子也已经遭殃了，估计死了不少人。你有什么打算吗？有什么打算？哼，既然他们敢做出这种事情，那就让受害者去报仇吧。你要招魂？你想哪里去了？还不至于让那些人的魂魄再回来。我打算建立一个悬赏榜单，榜单上面必须是那些罪大恶极的人，比如说那些屠村的流匪，所有信息都需要经过审核才能挂上去。其他信徒可以提供贡献点作为支持，由能力信徒组成队伍去解决榜单上的人，也算是间接报仇了。至于他为什么没有让人直接去解决流匪，以后会发生越来越多这种事情，他怎么可能解决得完？他是神明，又不是保姆，得保护所有人的安全。他首先对自己的信徒负责，其次才会处理那些事情。而且总不能让那些信徒白白打工吧？外出做任务可都是有危险的，那些贡献点就相当于报酬。不仅如此，就连他也可以在上面发布一部分任务，不用每天都使用传声筒联系这些信徒了。当然，所有的一切都得仔细打磨，形成体系，才能正常的运转下去。这听起来像是小说里面的神秘杀手组织。系统喃喃自语，宿主所选择的方向和他预想的都不一样，不过还挺有趣的。不知道荒山最终能变成什么样子。荒山林家村，一群人吃饱喝足，甚至还点燃了火堆，坐在那里一边聊天一边烤火。哎呀，瑶瑶啊，你能不能用土墙的能力，先给我们制作一间土房子呀？制作房子可以，但我的土墙维持不了多久，而且你们需要给我报酬，我不白干活。一群人有些犹豫，他们都理解，也并不是不想给银子。那群流匪屠村为的就是财物，很多人的家底已经被那些流匪给抢走了，他们根本拿不出来多少。张晶心中暗自叹息，也想到了这一点。只是他们家就一个年迈的奶奶，不收钱的话，以后吃什么？就在一群人惆怅的时候，林家村那边走来了一道身影。你们好，我来自林家村，我的祖奶奶是公孙老太太。山神娘娘派我过来，暂时管理你们的村子。我和你们介绍一下目前荒山制定的规则，还有你们接下来需要做的事情。你们是在讨论制作土房的报酬，对吧？我们荒山这边的任何交易使用的都是贡献点，只要你们参与荒山的家园建设，做出任何有意义的事情，可以获取贡献点。贡献点可以用来交易，也可以用来兑换开垦好的田地、棉衣、山神娘娘赐下的星星2种。林默把一张表格递了过来，这是林默根据夫子的提议制作出来的表格，里面列出了很多贡献点的项目。张家村的村民和其他新来的信徒们好奇地围过来，但大部分村民都不识字，只能抓耳挠腮地找别人。别急，我接着介绍荒山的规则，你们先听着。林默语气不急不缓，将所有的注意事项都说了一遍。啊？什么？我们接下来还要学习考试？那些获得能力的人直接蹦了起来，他们都是在家里做活的妇人以及粗糙的庄稼汉子，哪里会学习啊？怎么，有什么问题吗？没。一群人连连摇头，他们哪敢啊？而且考不过去还得取消能力呢。很多人都急得不行，恨不得立马就过去学习。那就行，想要参与明天各种贡献点项目的人，已经可以从现在开始报名了。旁边的林家村村民搬来一个小桌子，林默就坐在上面，开始一个个记录。
贡献点就相当于荒山的金银。那些村民还是能想清楚的，他们自然不会放过，一个个都涌了上去。荒山有其他穿越者吗？这一套可真熟悉啊！